李火旺举起手中的捣药杵，百无聊赖地一下一下砸在捣药罐里，把里面夹杂着淤泥的流光青石慢慢碾磨成粉末。这溶洞潮湿寒冷，他身上只穿着一件粗糙布衣，但是他却满脸的不在乎。洞内不止他一个人，同样还有其他男男女女，他们同样束发，穿着同样的粗布麻衣。与李火旺不同的是，他们身体上都有明显的外在缺陷，有白化病，也有小儿麻痹。不大的料房溶洞仿佛一座畸形博物馆。这些人的工作跟李火旺的一样，都是捣东西，只是捣的东西不同，有金石，也有药物。只见在溶洞的一旁，一位兔唇的胖少年企图把一位白化病少女拉进自己的怀里。李火旺无视这些嘈杂，闭上眼睛继续干自己的活。听着耳边的女人哭声越来越凄惨，李火旺单手拎起实质的药罐站了起来。头破血流的裂唇胖子一屁股坐在地上愣住了，显然是被这一下砸懵了。过了2秒后，他表情痛苦地干嚎起来。逃脱了被玷污命运的白发少女捂着自己的衣服，畏缩地躲在李火旺的身后。告诉你，你完了！你知道俺师父是什么人吗？让他老人家知道了，他弄死你！他算个什么东西？他连屁都不是！李火旺这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其他人从来没有想到李火旺居然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看着面前这些所谓的师兄弟们的神色，李火旺深吸口气，把心中的怒火压制下来。我这是怎么了？怎么跟这些东西生气？不能让这些东西影响我。刚刚的我不是真正的我。冷静，冷静。李师弟，王师妹，师父唤你等过去。喊话的高个青年明显跟李火旺的地位不一样，他单手环抱一把马尾拂尘，身上穿着的是一件青色道袍。虽然那道袍看起来很旧了，袖口都洗得发白，但仍比李火旺身上的破麻布好上不知道多少倍。你完了，今天到你了！李火旺完全无视兔唇少年，转身就跟着一位嘴巴歪斜流着口水的女人向门口走去。刚走出2步，他发现有人在拽自己的衣袖，拉住不让他走。他回头一看，是那位被自己救下的白化病少女。眼泪汪汪的少女不断摇头，眼中充满恐惧。李火旺不为所动，用力一甩袖子，大步流星向前走去。从料房出来，是一个更大的溶洞，洞壁上还有不少跟料房一样的小溶洞充当其他用途。整个溶洞很大，大大小小的隧道四通八达，犹如放大版的蚁穴。一块块腐朽的桃木被钉在每一个小溶洞上面，上面刻下了每个洞窟的名字：灵宫殿、老律堂、庆祖殿、赐玉殿，俨然一副道观的样子。就在2人继续往前走时，旁边的歪嘴女人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来，递到李火旺的面前。
吃糖吗？李火旺眉头一皱，不耐烦地接过来，塞进自己的衣袖内。师傅好，跟着师傅有糖吃。李火旺并没有打算说什么，两人继续走着。就这样走了差不多1刻钟，一座古色古香、通体发黑的高大炼丹炉出现在他的面前。冒着青烟的炉顶直戳洞顶，丹炉巨大，看起来就像一座金属小山。让李火旺感到压抑的，除了那巨大的5层丹炉外，还有在丹炉前的一道背影。那人盘坐在地上，身穿青蓝色道袍，簪发戴冠，两鬓白发，看起来十分的仙风道骨。他似乎也在做着之前跟李火旺相同的事情，拿着捣药杵一下一下地捣着。只是他手中的捣药杵明显大上很多，看起来像一根巨柱。师傅，斜嘴女人笨拙地用右手掐住左手的拇指，左手的4个指头放在右手的指头上面，把双手放在胸前，对着那背影作揖，眼中满是敬意。背影转过身，虽然心中早有准备，可李火旺的瞳孔还是被惊得微微一缩。道士的正面跟背面截然不同，背面仙风道骨，从正面看却是一位恶心的赖字头老头，地包天的嘴里有零星的几颗黄牙。来了，好徒儿，让我好等。脏兮兮的道袍一挥，老道士腾空而起，单手抓住那歪嘴女人的脖子退了回去。那痴傻的女人瞬间就被扔进半人高的石瓮中。下一刻，表情狰狞的师傅双手握住石头捣药杵，重重地砸了下去。丁丑言我寿，丁亥护我魂，甲子护我身，甲戌保我形，甲申顾我命，甲午守我魂，甲辰镇我灵。师傅单手举起那重达几百斤的石瓮，全部倒进前面的炼丹炉里。紧接着，他表情极度亢奋地将双手向着空中猛地一举。起炉炼丹。2位画着夸张腮红的道童从阴影中走出，一边扇风，一边向着丹炉内倒着各种佐料，其中有各种金石粉末，也有不少活着蠕动的东西。没过一会儿，一种诡异的浓郁香气在空中弥漫。那位赖子头师傅缓缓睁开眼睛，把双手背在身后，转头向着李火旺看去。听说你称呼本道爷是个屁，可有这事儿吗？你们骗不了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说话，哑巴吗？
李火旺猛地咬紧牙关，用上全身的力气，猛地用力一睁眼。刚刚还昏暗、充满压抑的洞穴道观，瞬间消失了。一间明亮、干净、空气清新的病房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他的下半身则被布带死死地束缚在床上。一间明亮干净、空气清新的病房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而他的下半身则被布带死死地束缚在床上。终于回来了。李火旺对着床头麦克风呼喊起来。没过一会儿，他的主治医师拖着一个白色平板，带着护士从病房门口走了进来。小李，感觉如何？这一次的幻觉有什么新的变化？还是同样的幻境，我干着相同的事情，只不过这一次赖子头师傅当着我的面十分残忍地杀了一个人，还用他炼丹。哦，医生，这不同的幻觉代表着什么？对我的内心跟心理而言，包含着什么含义？不，你不要关心这些，你更应该关心幻觉每一次的长度以及精神稳定状况。既然是幻觉，那就一定要记住，那些都是虚假的。你已经摆脱了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可千万别再陷进去了啊！你只要每次陷入幻觉都按照那边的逻辑思维行动，再配合本院的治疗，很快就能治好你的。李火旺听到这话，心中顿时一紧，这关系到自己能否尽快出院，可千万不能马虎。其实现在你已经很好了，刚来的时候你连现实跟幻想都分不清，以后都会好起来的，继续保持，加油。只见一位穿着高领黑色毛衣的少女站在病房门口，偷偷地向着里面看。少女看起来年龄16、17岁，刚好是含苞待放的最美好的年龄。她皮肤白皙如玉，乌黑的头发瀑布般垂直地披在肩上。看着两个小青年欲言又止的样子，主治医生很识趣地呵呵笑了一下，转身向门口走去。哈哈，我那边还有事儿，你们先忙。对了，小李，记得等会儿按时把药吃了。医生刚离开，少女就走了进来，两人相视一笑。李火旺顿时感到心中甜丝丝的，对自己疾病的顾虑迅速被他抛之脑后。别笑了，笑起来真丑。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老师们亲自布置的复习功课。娜娜，好歹我们从小玩到大，你就是这么报复我的吗？名叫杨娜的女孩子转身关好门，又拿出一个小巧的掌上游戏机，朝李火旺晃了晃。还有这个啦，乖，叫声姐姐我就给你。啊，姐，你是我亲姐！哎呀！李火旺激动地抢过对方手中的游戏机。天天憋在精神病院里太无聊了，没有疯都快要憋疯了。哎，你少玩点儿，记得写作业啊。啊。喂，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李火旺手一停，仰头看向了他，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十分认真。我们说好的，要考同一所大学的。好好治病，我等你。李火旺忽然伸手一拽，把杨娜搂在自己怀里，热恋的两人拥抱在一起，就感觉很开心。过了一会儿，杨娜就要离开了，毕竟她是在高3的最关键的时期，
能挤出半天时间来已经是很宝贵了。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对于李火旺来说，这是他苦难日子里的一道曙光。我送你到医院门口吧。李火旺跟着杨娜向着门口走去，却总感觉到哪里有点不对劲儿。他突然发现幻觉中自己用来捣药的捣药罐就放在旁边床头桌上。李火旺的身体顿时猛地一颤，后退2步。可等再次定神一看，发现那捣药罐已经变成了自己吃饭的饭盒。怎么了？你没事吧？嗨，怎么样？被我吓到了吧？都多大了，你还当自己是小孩子吗？还干这么幼稚的事情？哎呀，别生气，我就是想让你开心开心。李火旺伸手想要牵住对方的手，却被对方直接甩开。不过在甩开几次后，两人的手还是牵在了一起。虽然走得很慢，可路还是到头了。杨娜站在医院大门口，依依不舍地看着李火旺。下个礼拜我会再来看你的，你要在里面好好的。要不你下个星期别来了，我知道现在学习压力很重，每个星期总共就半天的休息时间，还要浪费在我这里。学渣，不要随便以己度人好不好？我的排名从来就没有掉过前3，哪有什么学习压力？扎心了，妹子。杨娜举起拳头在李火旺身上轻轻地捶了一下后，转身如同小鹿般向着院门对面的公交站台跑去。看到女朋友乘坐的那辆公交车彻底消失，李火旺脸上的笑容也逐渐消失。他回想到刚刚看到的东西，忧心忡忡地向着医生办公室走去。1小时后，李火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烦躁地思索着跟杨娜的未来。一旁的桌子上放着治疗新症状的新药。如果病情加重了，我高考前出不了院怎么办？哎呀，那我就无法跟杨娜考同一所大学了。李火旺知道外面的流言蜚语，他在街坊邻居眼里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而在入院前1天，青梅竹马的杨娜却主动表白，她对自己的情感一切尽在不言中。杨娜是个好女孩，李火旺不想辜负她。不应该啊，我这些日子里完全按医嘱了，怎么病情还会加重呢？难道又要转院吗？这已经是第3家了。李医生应该没问题吧？他是老爸找到的最好的医生了。李火旺越想越烦，最终他索性鲤鱼打挺般坐了起来，把杨娜带来的书跟卷子都倒了出来，开始学习。他想要用这些复杂生涩的知识冲淡心中挥之不去的担忧。李火旺写着作业，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深夜。他用力伸了个懒腰后，用手指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几点了？应该很晚了吧？李火旺准备去上个厕所回来睡觉。就在他向着门口走去的时候，在胸口挠痒的右手忽然一停，他感觉到自己胸口怪怪的，拉开衣领一看，发现一滩黑褐色的东西粘在自己的胸口。那莫名有些熟悉的颜色让他脑海中一个念头闪过。李火旺用手指轻沾了一下，放进自己嘴里。那苦涩中的丝丝甜味儿让他的瞳孔微微一缩。
这是之前那位在幻境中死去的傻子师姐给自己的糖块，幻境中的东西居然出现在了现实。那苦涩中的丝丝甜味儿，让他的瞳孔微微一缩。这是之前那位在幻境中死去的傻子师姐给自己的糖块，幻境中的东西居然出现在了现实。我要告诉李医生。李火旺的右脚刚抬起来，就悬在了半空。其他思绪在他脑海中乍现。他知道，自己的幻觉里面可不只有糖块，也有别的东西，还有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不，这是一个机遇，一个可能让杨娜跟我一夜暴富的机遇，甚至是可以让我登上人生巅峰的机会。不能告诉李医生，我可不想被送到实验室切片。再说这种事情也不归他管。不过，对于这种事情还不能这么快下定论。我要彻底弄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四周的环境开始扭曲变化，干净整洁的病房开始退却。面对这种事情，李火旺早已经习惯。他先是赶紧把卷子跟书放进挎包里，扔到远处墙角，以免被陷入幻觉的自己撕碎。紧接着，他按下床旁边的红色按钮。几秒钟过后，他看到的最后一幕是几位护士走了进来，把他用束缚带捆在床上。李火旺再次睁开眼睛之时，那简陋冷冰冰的洞窟环境再次回来了。旁边那些有着身体缺陷的师弟师妹们好奇地看着自己。从冰冷的石面上坐了起来，李火旺再一次用特殊的视角审视着四周的一切。这里虽然是幻觉，可现在在他眼中就是一座堆满宝藏的宝库。或许我并不是得病了，而是拥有了极其罕见的特异功能，只是那些庸医检查不出来罢了。对，没错，我没病。这些年，李火旺真的受够了精神病这个头衔，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神在看着自己。一想到未来可能摆脱这头衔，李火旺顿时激动得不能自已。聚在一起做什么？还不快干活！师傅要的药引没弄好，坏了他老人家的成仙大事，他活活扒了你们的皮！李火旺扭头一看，发现说话的那人是之前传话的高冷道士。他脸上依然带着傲慢，仿佛跟李火旺这些药引说话都会脏了他的嘴。李火旺记得这家伙的名字，这个幻觉家伙道号好像叫玄阳。面对李火旺肆无忌惮的打量，玄阳明显感觉到挑衅。他一抖手中的拂尘，走到李火旺面前。李师弟，你这次没有成为师傅的药引，还真是遗憾啊。李火旺压根儿懒得理他，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腰间悬挂的一块圆形玉佩上。这东西应该是古董吧？如果把这东西送到现实世界卖掉，肯定会值不少钱。不过我该怎么做呢？跟那块糖一样，抢过来放在胸口。哼！玄阳说完了几句，见李火旺没反应，便觉得对方怕了。他轻蔑的一仰头，转身离开这个药引们才待的地方。看着玄阳的背影，李火旺心中确定了一个想法：这块玉佩是他用来尝试传送的下一个试验对象。至于怎么得到，那再简单不过了，直接晚上偷就是了。那块玉佩很好，
但很快就是我的了。一只白的有些反光的小手从旁边伸过来，轻轻地拉了拉李火旺的麻布衣袖。李师兄，快干活吧，要是没完成的话，会没饭吃的。李火旺扭头一看，发现是那位自己之前帮助过的白化病少女。他想了想，伸手从怀内掏出剩下的半块黑糖，放在少女手中。接着他走到自己的位置，拿起捣药棒，继续开始干活。他决定无论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在医院那边，暂时还是不做的太出格为好。这种惊世骇俗的事情，无论告诉谁都不合适，他必须慢慢摸清这其中的规律后，再做其他打算。当天的工作在沉闷的捣药声中结束了。深夜，躺在大通铺上的李火旺缓缓睁开了眼睛。没有窗户的洞窟内，伸手不见五指。李火旺摸索着向着门口走去。他先来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拿起一块自己碾磨的青石，它发出的轻微荧光可以让李火旺不至于在漆黑的溶洞里摸黑走路。虽然说黑灯瞎火的情况下拿着这么一块石头有点过于醒目，但是李火旺却一点儿也不在意。被人发现，大不了我直接退回医院去，我有退路，我怕什么？这整个幻觉都是因为他才出现的，他难道还会怕自己创造出来的幻觉不成？哪怕自己现在还无法控制。整个溶洞被开发得很大，李火旺在这里也有段时间，对于这里他轻车熟路。很快他就摸进玄阳的洞穴。让李火旺感到意外的是，玄阳人并没有在洞内，衣服却在。李火旺懒得管那么多，他右手摸进道袍里，把那块玉佩揪了下来。偷偷跑到洞外后，对着手中的萤石，李火旺仔细打量着手中的圆形玉佩。这块玉佩晶莹剔透，圆润珠滑，上面雕刻着非常精美的云彩花纹。哪怕他对这方面不了解，也看得出这玉是好玉。李火旺越看越开心。如果真的能把这东西带到现实世界，最起码能把自己跟杨娜未来4年的大学学费搞定。杨娜呀杨娜，你就准备好当小富婆吧。李火旺把玉佩往兜里一揣，就向回走。这一切都很顺利，但就在他快要到达门口的时候，在石阶梯上一个转弯，跟一群人撞了个照面。那是一群跟李火旺差不多年龄的少男少女，他们那惊恐的脸庞在火匣子的映照下忽明忽暗，双方都吓了一大跳。玄阳师兄，你这身打扮是被发配到料房来了？这些人中不只有玄阳，还有其他道童，包括之前给那炼丹炉扇风的那一位。现在他们全都是一身麻衣麻裤，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带。玄阳此刻也没有了白天那种傲慢得意的样子，他神情迅速变换了几下后，走到李火旺面前，压低声音：走，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从这鬼地方逃出去。看门的师兄已经打通了。走？哦，原来你们是……李火旺口中的逃字还没说出口来，就被玄阳用手死死捂住。看到玄阳捂住李火旺的嘴巴，拿着火匣子的其他人迅速冲上来，眼神不善地把李火旺围在中间。不走是吧？那你今天就死在这里吧！我绝对不可能
让你去给那赖子头通风报信的。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死处境，李火旺却半点都不慌张。他无语地翻了一个白眼后，直接闭上了眼睛，深吸一口气。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宽皮带束缚在病床上，围着自己的那些师兄师弟已经消失了。王阿姨，我醒了，能不能帮我松开啊？李火旺对着床头的麦克风呼喊着夜班护士，他迫切想看看那玉佩现在是不是在自己的衣服里。喊了半天却没有反应，李火旺明白王护士又在值夜班的时候偷偷追玛丽苏电视剧了。李火旺低头看着自己那被蓝白色病符裹着的胸口，拼命扭动，想要通过挤压来感知胸口处到底有没有玉佩。可是他现在身体被束缚得死死的，感觉有，又好像没有。试了几次后，他无奈地放弃了，只能躺在床上，祈祷王护士追完剧后能大发慈悲地看一下摄像头了。深夜环境下，关重症患者的2楼也十分安静。李火旺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冰冷的溶洞地上。他还在那个位置，但是之前那些企图逃跑的家伙已经不见了。就你们这帮 NPC 也想对付我？李火旺从怀里掏出玉佩，在手心轻轻掂了掂，又重新塞进怀里。半炷香过后，他回到自己住的大通铺，躺在干草堆中，耐心地等待着白天的到来。一想到玉佩的价值，他现在兴奋得根本睡不着。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看到两旁的师兄弟醒了过来，便也坐了起来。这边天亮了，王阿姨也该换班了吧？要不我现在先回去看看。艾护士可比他敬业多了。就在李火旺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身穿黑色道袍、头顶束发的道童慌张地从外面钻了进来。都快些！师尊让所有人去惠安殿集合。很快，在所谓惠安殿的最大溶洞内，所有弟子都到齐了。火把的光芒把所有人脸上的疑惑都照得清清楚楚。李火旺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点，人群中少了一些人，除了玄阳外，居然也少了赖子头师傅的几个亲传弟子。哎呦，这是跟着一起逃跑了？此时，一个丑陋的脑袋从黑暗隧道中探了出来。除了李火旺外，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垂下脑袋，那是他们的师傅丹阳子。昨儿个晚上2更天的时候，有人要逃，其中还包括道爷的2位亲传弟子。本道爷我很是心痛啊！这就被发现了，玄阳这些家伙还真够逊的。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犯错必受罚，这就是我西山东华派的规矩。都随我来！所有弟子大气都不敢喘，默默地跟在丹阳子的后面向前走。穿过大大小小的溶洞，又从一条湍急的地下河边穿过，很快来到了一间教室大小的潮湿溶洞内。李火旺看到，昨天晚上逃跑的那些人一个不落，全被五花大绑地堆在墙角。看到师傅，他们顿时激动地挣扎起来。
丹阳子仿佛也不想听他们的辩解，单手内翻劫道印，向前一指。开！溶洞那被冲刷的光滑地面忽然打开一个大洞，逃跑的这些人瞬间掉了进去。面对着恐怖的一幕，不少道童双腿已经开始打颤，双眼更是恨不得闭上。给我靠近些！哼，这就是他们逃跑的下场。师父的命令，谁也不敢违背。所有人推搡着走到洞边。洞里很黑，非常黑，漆黑一片。漆黑的圆形洞穴如同一个漩涡，仿佛要把所有人都陷进去。李火旺仔细辨认后，看到洞内有一口大黑鼎，鼎口的边缘驻压着某些扭曲的符箓，鼎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始终看不清楚。唯一能感受到的是令人作呕的血腥味。不管这里面装的东西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非常危险。幻觉里面的东西，按理来说应该不会伤到我才对，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话虽然这么说，李火旺的心却悬了起来，打算随时准备退回到医院去。一圈蠕动的黑影瞬间从洞内钻出，过了李火旺身旁的一位师弟，猛地缩了回去。所有人被这一幕吓坏了，纷纷后退到溶洞的墙壁边上。李火旺因为刚刚站得最近，他看清楚了，那是一团有着肉质纹理、黑色的物质。滑腻粘稠的皮肤上长着一丛丛短小的、不断颤动的黑色触手。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肯定，丹阳子在这洞里饲养的东西绝对不是世间存在的正常东西。虽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大脑里面冒出来的，可李火旺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虚构这种东西。他打量着四周无比真实的一切，心中忽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难道这可怕诡异的世界是真的？李火旺的身体颤抖起来，他想到了之前死去的那些人。如果那些人都是真的，并不是幻觉的话，那他刚刚被那东西拽住也会死。他用力地深吸了几口气，马上按照李医生教导的方式进行自我开导。这些都是幻觉，哪怕再真实都是幻觉。李火旺，你绝对不能再迷失到这些幻觉中去了，他们都是你创造的，你怕什么？杨娜还在等着我呢，我不能辜负她，我能战胜这一切，一定能。此时的丹阳子完全没有理会李火旺在想什么，他正在对着已经被吓破胆的徒弟们训话。都听着，以后谁要是有什么不轨之心，记得想想今天看到了什么。丹阳子背着手，踩着方步，在自己的徒弟眼前走过，那如鹰般的目光在所有人的脸上扫过。道爷，我告诉你们，助人成仙可是大功德。要是道爷我成了仙，我自然不会忘记你们的好。但是谁要是坏了道爷的好事，哼哼！话音刚落，他忽然站在李火旺面前停了下来，打量着眼前这位神态跟其他徒弟不同的小子。你这么一个幻觉，我怕你？你就是我脑袋里的一个念头。李火旺想到这儿，双目平静地跟眼前的赖子头师傅对视。溶洞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所有人都看向这位胆敢冒犯师傅的师兄，等待着师傅会如何处置这家伙。谁知丹阳子表情忽然舒缓，抬起手在李火旺的脑袋上拍了拍，那凝重的气氛瞬间消散无踪影。昨晚那些叛徒邀你一同离去，你为何不肯呢？啊！李火旺刚要开口，就看到丹阳子抬起右手。哎，莫要说些虚头巴脑的话。虽然你未有及时通报本道爷，但是跟那些心怀不轨的孽徒相比，你已经很不错了。啊，我看你天赋不错，你不用在料房干活了，你以后就是本道爷的记名弟子了。李火旺一愣，自己的地位提升了。不过他马上反应过来，这洞里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这老家伙身边的帮手肯定不够用了。对了，既然你成为本道爷的弟子，入了本教，没有道号可不行。以后你的道号就是玄阳。李火旺瞥了一眼角落的圆洞，上一位玄阳的惨状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这名字可真不吉利。虽然李火旺不怎么在乎，但是料房的其他人顿时两眼放光，十分羡慕。成为了丹阳子的记名弟子，可就不用死了。但在丹阳子看来还不够，大棒后面的枣必须得多给几颗，才能勾得住人。哎呦，玄阳啊，既然刚入本教，那本道爷也要意思意思啊！李火旺连忙走到他身边，听这语气，似乎是要送东西了。丹阳子从腰间葫芦里倒出5颗黝黑的丹药，放在李火旺的掌心。哎，拿好了，这5枚丹药乃本道爷炼制的神仙丹药，吃下去不但可以让你加10年阳寿，而且还能让你暂时获得大力神通，保命。这些东西该不会也是拿人炼制的吧？就在李火旺这么想的时候，他忽然看到手中的一颗丹药微微滚动了一下，从圆形变成椭圆形，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从里面钻出来。等李火旺再定睛观察，却发现那丹药并没有任何变化。靠！我神经了吗？我在乎幻觉里的事情干什么？这都是假的，我绝对不能再陷进去了。哎，瞧见没有？跟道爷作对就是死路一条，但是只要帮道爷的都有赏啊，而且是重重有赏。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丹阳子跟丹药之间跳跃，此时每个人心中都在想着事情，但是至于想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见目的达到了，丹阳子挥了挥污秽的长袖，让所有人散去，继续干活。李火旺醒来，他想到自己不用再去料房了，他的道号是玄阳，那么之前玄阳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了，地位、道袍，甚至还有那个独间小溶洞。不过此时的李火旺并不在乎这些幻觉中发生的一切，他更在乎的是他的所得。他双手抱胸，
看着白色的病房被单上的2样东西，玉佩跟丹药。我的天，这居然还真都带出来了！如果我把这丹药带出去，吃下后真的有效果，那这地方到底是不是幻觉啊？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火旺之前真的很认真地贯彻医生的医嘱，坚定地把那边的一切都当成幻觉。可这东西千真万确地出现在李火旺面前，他内心开始动摇了。如果这真是幻觉，那这东西是因为什么原因变成实体的呢？对自己身体有什么危害？如果那边是另外一个世界，那被师傅炼成丹药的疯子师姐，被黑顶吞噬的玄阳，各种恐怖骇人的画面在他脑海中不断闪现。好烦啊！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李火旺思索了很久后，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应对方法。幻觉那边，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还是决定跟以前一样，尽可能配合下去，完全就当真的来。万一是真的，那他也能安身保命；如果是假的，他也没什么损伤。不过，他得先验证一下这些东西的真伪与价值，再做进一步打算。李火旺深吸口气，拿起一颗丹药放在眼前。不行，自己吃太危险了。李火旺将目光投向了外面花园内晒太阳的患者，心中短暂的挣扎1秒后，他颓废地放了下来。那些患者跟他自己一样，都是可怜人，怎么能让他们试药呢？以后有时间想个办法找只小白鼠吧。紧接着，李火旺把目光投向了那圆形的玉佩。相比丹药，这东西就好处理多了。说吧，什么事情？我可是翻墙出来的，要是恶作剧的话，哼哼。妹子，哥哥这不是万不得已才请你过来帮忙的吗？你也知道我根本出不去。李火旺说着，走到病房门口，关好门，拉好窗帘。你要干嘛？我们这里说话，护士站可是听得见的啊。没事没事，我们听不见。小李弟弟，加油！姐姐们，你们能别这么八卦吗？把多余的注意力集中在重症病房吧。李火旺拉着杨娜来到房间的另外一角，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玉佩，塞进杨娜的手心，紧接着把嘴巴凑到她耳边，轻声嘱咐着。杨娜的眼睛也随着李火旺的诉说越睁越大。这怎么可能啊？这都……话没说完，李火旺伸手直接捂住了他的嘴。帮帮我，我说的都是真的。外面的人连我父母都不信任我，他们都认为我疯了。我现在能找的只有你，全世界我只信你，我真的没疯。杨娜看了李火旺几秒后，最终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当他离开的时候，眼睛红红的，1步3回头，似乎十分担心李火旺的精神状态。李火旺心情复杂地看着杨娜离去的背影，其他人怎么想他已经不在乎了，但是杨娜不一样。娜娜，你信我一次就一次。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李火旺忐忑不安地在房屋里来回徘徊，期间他的眼前再次出现幻觉，但是他都以最快的速度回来了。按照医生的话来说，这样很不好，但是李火旺怕错过了杨娜。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心情
越发的患得患失。小李，你的女朋友来看你啦！听到护士的通知，李火旺直接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起来，向着院门口冲去。在院内的花园内，李火旺跟杨娜激动地相拥在一起。火旺，真的，那玉佩是真的。我没病，我没病。你知道吗？那玉佩值多少钱啊？这个数4万。哎呦，40万！而且我觉得他肯定是报低了，如果多问几家的话，肯定还会更高一些。40万，40万！这不但可以抵消掉李火旺这些年的治疗费，还能多剩出一些来。更重要的是，这才刚刚开始。杨娜，准备好当小富婆了吗？少贫嘴了。不过这种事情也太奇怪了，真的不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吗？没事，我能有什么事情？好得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治疗时间恐怕还要缓一缓了。这可是宝啊，我不能这么快被治好。火旺，这是两码事。我不要钱，你的治疗绝对不能停，药也不能停。你答应我，否则我以后再也不帮你了。好，我答应你。就在两个人正交谈着如何把这块玉佩变现之时，几位5大3粗的中年人拿着防爆叉从旁边匆匆走过。赵师傅，怎么了？出什么事情了吗？哎呀，别问那么多，小李，你赶紧回病房去。还有，碰到老刘头记得马上汇报啊，这家伙肯定又涂药了。重症区不是有2层铁栅栏围着吗？老刘头那小体格也能逃出来？当初李火旺幻觉现实不分的时候，在重症区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一段不怎么好的回忆。这里有点乱，你先回去吧。晚上你打电话到医院来，我们用电话联系。那你在这里好好的。还有，记得你刚刚答应我的话。杨娜说完，转身向远处的医院大门走去。40万！确定那玉佩真的值这么多钱后，李火旺的心开始有了很多新的想法。幻觉又如何？现实又如何？那边的东西能值这么多钱，管它幻觉还是现实。救命！李火旺一回头就看到一个秃顶的干瘦老头把杨娜扑倒在地，他顿时血气上涌，咬着牙，表情狰狞地向着那边就冲了上去。老刘头，那是我女朋友，你给我放开她！一块掀起的6边形地砖翻滚地飞了过来，直接砸在了李火旺的脑袋上。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红色的视线中，他看到了一双被病号服束缚的臃肿大脚从自己眼前走过，迈向不断挣扎的杨娜。不能让他们伤害杨娜！李火旺颤抖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师傅给的药丸，混着自己流出来的鲜血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刹那间，一股极其炙热的暖流从胃部涌出，进入了李火旺的四肢。他瞬间感觉到充满了力量，昏昏沉沉的脑袋变得无比清明。李火旺一拳头抡了过去，狠狠地砸在那个胖子的下颚上。他没有理会倒地不起的胖子，大步走到老刘头面前，一脚蹬在他干瘦的胸膛上。吐着血的老刘头身体如同面条一般软绵绵地飞了出去。李火旺牙齿死死地咬在一起，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瞪向旁边倒地不起的两人。
单脚重重地在水泥地上一踩，如同猎豹一般，向着他们扑了过去。火旺，停下！你要干什么？李火旺身穿着医院专用的束缚衣，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头顶上用来挂吊瓶的挂钩，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小李啊，你之前不恢复的挺好的吗？这又怎么回事？医生，是他们先对杨娜动的手，我只是为了保护她，才被迫出手反击他们的。你那叫反击吗？啊，你这叫反杀！刘建业现在可还躺在 ICU 没出来呢，你那一脚差点把他直接送走。你也在这里待了不少时间了，动手前难道就没考虑到刘师傅的病情吗？原本以为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他神经病怎么了？得了神经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要是在杨娜受伤害跟坐牢里面选，我宁愿选后者。你算了，院长已经打电话给双方家属了，这些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李火旺听到这话，心里开始估算那价值40万的玉佩够不够赔偿的。不过此时的他一点都不慌。当看到那丹药真的有作用后，他忽然发现自己的人生多了很多种新选择。小李啊，别担心，不会坐牢的，院内可以给你开证了，别想这些了，安心养病，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处理好的。谢谢你，医生。谢什么？谁让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呢？你又这么小，当然要对你多照顾了。不过小李啊，你实话告诉我，当时你是怎么把他们伤成那样的？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你当时是正常状态呢，还是说又陷入了什么新的应激幻觉？那个，我是搞心理的，而且对这方面还颇有心得，别想隐瞒病情啊。你最好想好了再回答，我很讨厌我的患者欺骗我。怎么办呢？丹药的事情不能让他知道啊。就在李火旺焦急地寻找着脱困办法的时候，四周的一切开始变得不稳定，医生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朦胧。没过几秒，他发现自己再次陷入幻觉，躺在玄阳的单间溶洞的石床上。不管怎么样，这也算是一种解决办法。李火旺这次不打算那么快回去了，免得医生守在旁边没走。他从房间走出来，看着溶洞隧道内进进出出的师兄弟们，心中开始估算接下来自己的打算。既然那些丹药都是真的，那么我就不能像之前那么随意了，必须好好运营这里才行。好在这个地方薅出更多的羊毛。幸好我现在的身份不再是料房的药引，而是变成了赖子头的记名弟子，行动自由了许多。李火旺看到一位同样身穿道袍的刘须道士从自己面前走过，他眼睛一亮，连忙追了过去。这位师兄，玄阳师弟，何事？师弟刚刚成为师父的弟子，还请师兄解惑，我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别怪师兄说话不好听，虽说你是师父他老人家亲自收入门下，可你资历最浅，现在也就只能在清风观内跑腿。想让师父教授成仙道法，那是关门弟子才有的待遇，你还不够格。现在先随我去丹房外候着。成仙？师父真的能成仙？哼，那是自然。师父可是有大神通的人，好好伺候着就是。从这位叫玄阴的师兄口中，
李火旺弄清了整个溶洞道观内的人员构成。记名弟子一共5位，亲传门弟子1位，观主也就是丹阳子1位。除了这些人，剩下的人都是一些外围人员，比如做饭的伙夫、料房的药引、干杂活的道童等。这些人加起来有个180号人。道馆人数比较少，甚至可以说得上是简陋，尤其是在不久前死了一大批之后。交谈间，那座充满压抑的丹炉再次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袅袅白烟从炉内飘起，似乎在炼着什么东西。这次丹炉旁除了丹阳子外，还有他的关门弟子，一位表情阴郁的青年。李火旺跟着玄阴在旁边候了一会儿，也接到了自己的活儿。他拿着料单去料房清点配料，就跟当初玄阳干的活儿一样。当拿着白色拂尘的李火旺来到料房，正在干活的人都看了过来，眼神中有一丝紧张和害怕。那位白发少女迫切地上前2步，但是最终她什么话都没说，便又缓缓退了回去。李火旺的身份已经从被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李火旺望着他们，思绪活络了起来。他或许可以从这方面找点好处。那个，你们身上有钱吗？就是银子，金子玉佩也行。李火旺现在挺需要钱的，老刘头的赔偿金还不知道需要多少，要是太高的话，父母恐怕就要卖房了。反正在这里也花不了，不如都给我吧，这算是保护费，以后你们我罩了。料房里的人开始在身上摸索起来，他们不求李火旺保护他们，只求交了东西别欺负他们。半块拇指大小的发黑碎银子，一根铜簪子，40几个外圆内方的铜钱，就是李火旺的所有收获了。打错算盘了，这些家伙哪有什么钱呀？这些东西值的钱，估计还没我医保卡上的多呢。就在李火旺转身往回走的时候，那位白发少女羞涩地退下一只鞋子，从自己白皙的脚腕上摘下来一个缠着红线的金脚环。李火旺接了过来，放在手心掂了掂，虽然有些细，可怎么说也是金的，估计能值不少钱。他满意地把这些东西塞进道袍，指向那白发少女，对众人宣布：你们听着，以后料房归他管，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随后，李火旺提着备好的丹料向着丹房赶去。当他重新来到丹房的时候，就看到了那倍感压抑的丹炉缓缓打开了。随着丹阳子大袖一挥，几颗暗蓝色的丹药迅速排列整齐地进入了他腰间的土黄色葫芦。这应该就是玄阴师兄所说的神通了。搞钱还是我格局小了呀，如果能把这能力带到现实去，那……李火旺弯腰把手中的丹料放下，就准备站在一旁眼观鼻，鼻观心。他现在还什么都不了解，还是应该多听多看。玄阳又来活了，这么快的吗？我还真成跑腿的了，也不能老跑腿啊，得想个办法让这赖子头把神通交给我才行。师傅，您有什么吩咐？去到料房把一个叫白灵淼的药引带过来。李火旺心里咯噔了一下，右手伸进袖子里摸了摸那只金脚环。白灵淼似乎就是那个白化病少女的名字。自己刚刚还说要罩着她呢，这马上就要让她送死，实在说不过去。我
说的话你没听见吗？李火旺无奈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重新回到了洁白的病房内。这可怎么办？如果在过去，李火旺二话不说，直接就照办了。可现在的问题是，那边的世界很可能是真实的。如果真把人带去的话，恐怕就真的是杀人了。他实在过不了心里那一关。没等想好办法，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李火旺看到自己的主治医生从门外走了进来。得，这下两边都堵上了，跑都没法跑了。你呀你！等探病家属离开，我们单聊。探病家属？我听说你跟人在医院里打架了，你头怎么了？怎么包成这样？疼不疼啊？妈，不疼，我没事，真的没事。有事的是他们。你放心，我很好，我的病好多了，而且我的功课也没有落下，等出院就能参加高考了。别瞒了，医生都告诉我了。说说吧，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谁先动的手？李火旺用尽可能缓和的语气告诉母亲事情的经过，不过似乎并没有缓和多少。我们站里的事情，赔什么钱赔钱？那是他们做的不对，哪怕就是有病，那也是医院的责任。我们家从来不欺负人，但是也绝对不能让别人欺负我们。有能耐打官司去啊！到了法院也说我们有理。妈，你别激动，别激动啊！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就陪陪我吧。孙小琴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愤怒，弯腰把袋子里的水果拿出来。这事儿你别管了，妈来处理。来，这是你喜欢的奶葡萄，多吃点啊！你看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医院的伙食不好吧？听着母亲的抱怨，吃着甜丝丝的葡萄，李火旺的心平静了下来。自从进入医院后，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家人的温馨了。看着自己的母亲，李火旺张了张嘴，想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说出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行，妈跟杨娜不一样，如果我说了，她只会认为我的病情加重了，不能再让她担心了，还是等稳定以后再告诉她吧。喂，孙女士，刘患者的家属也到了，您看……儿子，安心待着，多吃点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买。说完，孙小琴一转身，如同一只即将决斗的公鸡，向着门口走去。待会儿大厅肯定很热闹。刚这么想的时候，李火旺身体猛地晃了一下，四周的一切重新开始变色。哎呀，忘记想该如何蒙混赖子头了，这下可怎么办？当四周的一切重新稳定下来，李火旺就看到自己站在料房内，丹阳子脸色不善地站在不远处，其他的药引把脑袋垂得低低的围成圈。丹阳子污秽的右手一翻，一团粘稠蠕动的黑色东西出现在他手中。这团黑色东西的每一次扭动，都发出了癞蛤蟆舔舐眼珠子的声音。不是拿百里秒炼丹吗？这是翻篇了。师傅，这是什么呀？好东西！哎呀，太岁，黑太岁！师傅，这是什么呀？好东西！哎呀，太岁，黑太岁！李火旺看了一眼丹阳子手中那恶心的东西，
发现似乎跟黑鼎里面的东西有几分相似。不对，他手里的东西就是那黑鼎里面吃人的东西。这东西叫黑太岁，他该不会打算用这东西炼丹吧？口味可真重。随着丹阳子手腕轻轻一抖，那团蠕动的黑太岁在空中飞出一道弧线，直接砸在李火旺的脚面上。那黏糊糊、软绵绵的触感让他头皮发麻，不断后退。他错愕地抬起头来看向眼前的丹阳子，一时间没有明白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赏你的，捡起来咽下去。以前你是药引，我不操心；现在你是本道爷的弟子了，那就不能这么随意了。他能压制你的癔症。我不吃，我没病。不吃？哼，这可由不得你了。长明、长仁。丹阳子微微一扬下巴，旁边2名身背佩剑的道士疾步来到李火旺面前，一人一边抓住他的胳膊。紧接着，丹阳子右手一招，地面上正在向着墙角蠕动的黑太岁径直地飞到了他的手中。望着丹阳子拿着那令人作呕的东西向着自己走来，李火旺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他本能地想要挣扎逃跑，可身旁2位师兄却牢牢地锁住了他的双肩。不过好在他还有最后一种办法。随着李火旺的急促呼吸，他咬紧牙关，用力一闭眼，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内心跟肉体向着中心一缩。火旺，火旺，你怎么了？很难受吗？李火旺睁开眼睛，看到眼前的少女后，他情绪激动地扑了上去，如同抓住救命稻草般把她死死地搂在怀里。火旺，火旺，你快放开我！阿姨他们在后面看着呢。看着干净整洁的病房，窗外阳光明媚的太阳，以及至亲至爱的家人，李火旺那颗被恐惧笼罩的心逐渐平静下来。小李啊，在幻觉中看到了什么？你这情绪波动有点大呀。最近到底怎么了？你到底有没有按照我说的去做呀？医生，有药能暂时克制住那些幻觉吗？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想暂时休息休息。好吧，我给你开点镇静剂。但是小李啊，药物治疗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完全摆脱幻觉，还得按照我的方法来。看到护士送过来的几颗蓝色胶囊，李火旺冲上去，连水都懒得喝，直接放进嘴里。什么师傅，什么丹药，他都不想去想了。他现在就想安静地待一会儿。刚刚的那一幕，真的把他吓得不轻。小李啊，说说吧，你刚刚在幻觉中被什么东西吓到了？没遇到什么，就是那边的家伙说的语气怪怪的，听那语气似乎在说那边才是现实，我们这边才是幻觉。这话一出，四周的空气如同冻结般安静下来，异常鲜艳的颜色变得暗淡无光。杨娜母亲、主治医生还有送药的护士在这一刻都僵在了原地。李火旺的身体逐渐颤抖，呼吸变得越来越急促。窗外刚刚阳光明媚的天空已经变得漆黑一片，恐惧压倒了他所有的情绪。李火旺凭着本能拉着杨娜向着自己母亲的怀抱里扑去，可是母亲的身影如同泡沫般消散，任何时候都能替自己遮风挡雨的母亲也不见了。李火旺猛地一回头，眼睁睁地看着杨娜的身体在他眼前彻底虚化。此刻李火旺心中在乎的所有美好都消失了，留给他的只有绝望跟痛苦。
医院的洁白墙壁如同退潮般迅速退去，他重新回到了群山之中的昏暗洞窟内。李火旺的喉咙被黑太岁堵得严严实实，看着跪在地上颤抖干呕的弟子，双手背在身后的丹阳子向着料房的门外走去。哎呀，颠成这样还说你没癔症，整个料房里面就属你病得最重。哎，你当之前本道爷找药引是随便找的吗？哎，行了，癔症没了，现在能好好干活了。哎，记住了，清风观内不养闲人，每月初1来我这儿领药，听见没有？说罢，其他弟子也跟着丹阳子离开了。整个料房内除了李火旺，就剩下其他的药引们了。过了有半炷香的时间，李火旺嘴里的黑太岁终于滑了下去。为什么我都到这鬼地方了，这病还是不肯放过我呀？夜晚不知不觉地降临了，墙上的油灯全灭了。李火旺蜷缩成一团，如同未出生的婴儿般，一动不动地缩在料房一角。其他药引不敢也不想去打扰李火旺，都在安静地干着自己的活儿。3更天的时候，微弱的蜡烛光芒从门口亮起，照亮了旁边的货架，也驱散了李火旺身上的黑暗。胆怯的白灵淼卷着一团枯草走到了李火旺身边，小心翼翼地把枯草铺在李火旺的身上。紧接着他又从怀里掏出一块杂粮馒头，放在李火旺嘴边。师兄，吃点吧，你今天一天都没吃东西。李火旺的眼睛是睁着的，他麻木地看着冰冷的地面，看都没有看白灵淼一眼。白灵淼犹豫片刻后，从怀里掏出一块玉佩，放在李火旺的手边。师兄，这是你的东西，你拿回去吧。这一次李火旺终于有了反应，他发现那是自己从上一位玄阳那里偷来的圆形玉佩。他还记得自己把这东西交给杨娜，拿去换钱了呀。这东西怎么会在你这里？是李师兄你给我的呀，我说不要来着，可是你非要塞给我。李火旺缓缓坐了起来，借着蜡烛昏暗的烛光，仔细地打量着这块云纹圆形玉佩。在这一刻，他从未感到一切是如此的真实。可是这份真实中只有真实的绝望和真实的痛苦。如果可以选择，他多么想一直陷在那美好的幻觉之中。李师兄，你是从哪里被师父抓来的？我是梁国的，你是哪儿的？不知道。李火旺是真的不知道了。对于过去，他确实有记忆，可是经过白天的事情，他自己都无法分辨那些记忆中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幻的。哪怕到了这里，自己也是一个疯子。就在李火旺摇头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脑袋有点异样。他用手一摸，发现自己的头发被一些血痂给凝住了。
那是王师兄干的。这王师兄就是之前想要对白灵淼动手的那兔唇胖子。他人呢？被你一脚踢死了。听到这话，李火旺脑海中闪过在幻觉中被自己踢飞的老刘头，他垂下头来，无声地笑了笑。自己还真是有够疯的。他从怀里掏出那个缠着红线的金角环，递给白灵淼。这是你的东西吧？你拿回去吧。李师兄，你之前说的没错，这东西在这里没什么用，你拿着吧。李火旺看着这金环发愣，可是这东西现在对他来说也没有用了，他在乎的一切都消失了。那个李师兄，我能用这东西当报酬，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如果你能活着从这里出去的话，可以帮我给爹娘带句话吗？他们住在梁国牛心山脚下，就跟他们说，女儿不孝，不能给他们养老送终。李师兄，我真的不想麻烦你，可是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估计他们很快就会带我去南方。满脸颓废的李火旺听到这话，心中一凝，眼睛再次有了光。他看了看身上盖着的枯草，又看了看一旁的馒头，手一拉，重新把那红线金环塞进自己怀里。我说话算话，既然之前拿了你的东西，我就帮着你。白灵淼忧伤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但是很快又暗淡下来。李师兄，这样不行的，会让你也陷入麻烦的。你觉得我现在还怕这个吗？李火旺已经看开了，他已经彻底豁出去了。既然在乎的一切都不在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好，李师兄威武！一个男声忽然从料房门外响起，把房间内的两人都吓了一跳。烛光照亮了一张尖嘴猴腮的脸，这人脸上黄一块白一块的，看起来患有类似白癜风的皮肤病。他拿出2个杂粮馒头，讨好的放在李火旺的身边。李师兄吃馍，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就想到李师兄还没吃饭，特意给你留了2个。哦，您可能不认识师弟啊，小子我天生天养，没有大名，您叫我狗娃就行。对了，就在昨天，我还给您孝敬了17文钱呢。李火旺没有说什么，抓起那3个有些发硬的馒头，狼吞虎咽起来。他已经饿了1天了。狗娃马上懂事的跑出去，给李火旺拿来一杯水。在冰冷的地下水的冲刷下，李火旺把3个杂粮馒头塞进了肚子里。他摇晃挣扎地站起来，在地上躺了这么久，他的腿都压麻了。白灵淼伸手想要搀扶，但是李火旺却推开了他。凭什么给我吃那黑东西？你又凭什么强迫我从美好的幻境中脱离出来，被迫接受这绝望的现实？李火旺的目光死盯着远处漆黑的料房出口，摇晃地走了出去。此时他的敌人不再是自己那突变的疾病，而是变成了那个拿人炼丹的赖子头道士丹阳子。李火旺的眼中逐渐浮现出浓郁戾气，他的牙齿开始咬得咯吱作响。
刚刚还生无可恋的他，此时充满了动力。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弄死丹阳子。三圣人，每一小太极，包括李火旺在内的所有6位清风观弟子都盘坐在蒲团上，跟着师傅上早课。所有人面前都没有经书，李火旺只能含糊地跟着师兄们念。他的视线凝聚在坐在最前面的丹阳子身上，眼中的戾气刚浮现出来，就迅速压制下来。他知道自己现在太弱小，根本不是丹阳子的对手。他打算暗中寻找机会。这件事困难重重，他也许还会被丹阳子发现而死得很惨，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丹阳子微微侧身，李火旺的视线迅速向上移去，看向3尊神像。3位样貌各异的神仙身穿黄色道袍，怀抱拂尘，眼睛不悲不喜，注视着下面渺小的凡人。他们身上半点仙风道骨的样子都没有。李火旺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把这3位的长相深深地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最后一小段经文念诵结束，一旁的童子重重地在红鼓上敲3下，早课结束。所有弟子跟着丹阳子站了起来，同时用右手掐住左手的拇指，左手的4个指头放在右手的指头上面，把双手举过头顶，对着神像行礼。礼毕，丹阳子缓缓转过身来，看到身穿道袍的李火旺平静地站在人群的最尾端，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玄阳刚入本门，肯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你教教他。是，师父。行了，过了卯时，没什么事了，都去用饭吧。丹阳子双手背在身后，向着一旁的洞口走去。一位头戴混元巾、表情阴郁的青年人跟在丹阳子的身后一同出去。那是郑坤师兄。郑侃郑振师兄叛逃后，他就是师父唯一的那门弟子。以后遇见他，记得尊敬点，他可不像师父那般好脾气。那他也会师父那样的神通吗？他是内门弟子，他跟师父学了什么，我哪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太弱小，我要不要在清风观内找些盟友？很快，这个念头就熄灭了。有反抗之心的人，早就在上一次的时候被黑太岁吃掉了。如今剩下来的，不是对丹阳子死心塌地的，就是胆小懦弱之辈。玄元转身带着李火旺向厨房方向走去。我们边走边说。你呢，别惦记师父的成仙功法了，按顺序你是最后一个，你就安心干你的活儿，师父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去做。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吃饭的溶洞，早到的其他师兄已经开始喝起粥来。2位背长剑的道士是长明、长仁，还有一位之前有过一面之缘的玄阴，再加上李火旺2人，清风观内的5位记名弟子都在这里集合了。清风观的规矩，食不言，寝不语。用饭过后，我再教你别的。李火旺坐下来，端起黑陶碗喝了一口，悄悄地观察着其他师兄们的行为举止。这些人的长相各不相同，总归是相貌平平，可是李火旺总感觉有点怪怪的。看到玄阴按住鼻子的一侧，用力对着地面擤鼻涕，而另外2位师兄眉头微皱的时候，李火旺终于反应过来了，他们的气质不一样。有些人书生气多一些，有些人看起来像是干粗活的。这5位弟子都是丹阳子从哪儿找来的？
该不会跟我一样是从药引提上来的吧？其他师兄没有看新来的玄阳师弟一眼，吃完饭就离开了。玄元继续介绍着。李火旺得知5位记名弟子职责不同，有的负责管理道童，有的负责饲养黑太岁，甚至资历深的几位还要身兼多职。本来没这么忙的，之前死了一批人后，他们的任务就只能分到剩下的弟子身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协助师父成仙。李火旺把这些事情牢牢记住，期望这些信息对他杀死丹阳子有所帮助。一天下来，玄元跟李火旺的关系稍稍亲近了些，两人从正一殿往回走。玄阳师弟，你也没必要那么紧张，你的活不会那么忙的，师父也不是每天都炼丹。哦，还请玄元师兄解惑。炼丹跟天象时辰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丹药必须在固定的时辰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今日跟明日就不宜炼丹，可后日的子时就是非常好的时间。这里面的奥妙很是繁杂，你跟着师傅好好看，好好学吧。原来如此，感谢师兄。李火旺此时在想着别的事情。这个世界的法则跟他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如果想要对付丹阳子，他还需要了解更多这个世界的事情。他们是修真者，可是哪有拿人炼丹奴役凡人协助自己成仙的修真者？而且按照普通修仙门派的惯例，他不是应该送一本筑基的功法给我吗？对了，玄阳师弟，你最好在师父动嘴前把事情都妥当的准备好了。你昨天癔症发作，错过了时辰，如果你在后天子时之前把药引提前送过去，不就等于向师父他老人家赔礼道歉了吗？别看师父喜怒无常，但是你只要把他哄开心了，自然有你的好处。昨天的丹料？对啊，怎么你忘了？昨天师父让你送什么了？白灵苗。李火旺的瞳孔瞬间缩到极小。如果他没有在后天之前想到办法，那个得了白化病的姑娘就要跟之前所有的药引一样，被锤成肉泥了。李火旺不知道自己怎么回的住所，他躺在石床上，缠着红线的金角环如同烧红的铁块般按在他的胸口，催促着他想出办法来。辗转反侧之中，一晚上就过去了。在上早课的前夕，李火旺穿起衣服向着洞外走去。他想去丹房看看，找找那边有没有其他办法。他举着油灯刚走出来，一张尖嘴猴腮的脸就从黑暗中冒了出来，把李火旺吓了一跳。李师兄啊，我看昨天您一天都没来料房，实在有些担心，就过来看看你。狗啊，白师妹没事吧？没事没事，您让白师妹来代管料房，谁敢不听话呀？李师兄就是厉害，你看，自从您掌管料库后，还没带走一个人呢。李火旺心中感到十分烦躁，他用油灯挡开这家伙，大步来到炼丹房。一些起得早的童子已经开始拿着抹布清洗丹炉跟地板了，一位童子更是用猪毛刷子刷着石瓮上的肉末。李火旺装作随意的走动，好仔细观察四周。炼丹房内的摆设十分简约，除了巨大黑色丹炉外，就只剩下一套砸人的石瓮跟石棒了。整个房间非常的空旷，任何掩体都没有。你在看什么？李火旺回头一看来人，连忙双手行礼。师父，我问你在看什么？弟子看师父炼丹之道如此厉害，从而心生仰慕，就一边看一边想，弟子什么时候也能达到那种地步。
丹阳子对李火旺的转变很是满意，看来这小家伙彻底想通了。有上进心是好事，但不是道也不教你。外丹之道可没那么简单。寻常丹药还好说，可如果你想以丹道成仙，必须外丹内丹一起练啊！本道也练到现在这个即将大成的水平，可是花了好一番功夫啊！师傅马上要成仙了吗？成仙之事没那么简单，但是本道也肯定能成仙。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子不知。成仙的办法是老君爷天书上写的，老君爷还亲自送到我手上。他说我能成仙，我肯定能成仙。老君爷是哪位？那3位神像中的一位吗？师父所言极是，您定能成仙，与天地同寿。既然你想学炼丹，那我就先教你一个简单的润血丹丹方，你记下来：赤丹12两，香附子半斤，阳起时2两4钱。李火旺莫名其妙有了收获，他想要记录下来，可是整个丹房内什么笔墨都没有。情急之下，他从丹炉下找了一块炭渣，在道袍下摆上记录起来。丑时3刻起炉，正当沐浴，以目祭照，以息吹嘘，以神熏蒸，以文火慢慢养之。卯时4刻开炉。这个丹方拿去慢慢练，道爷先看看你的天赋如何。李火旺扔掉手中的炭渣，将衣服下摆捧着送到丹阳子的面前。师父，您看弟子记得可有遗漏？丹阳子脸上瞬间晴转多云，他右脚一抬，直接把李火旺踹飞了出去。丹阳子背着手直接离开了，把李火旺晾在原地。李火旺非常蹊跷，他并没有做什么呀，他的字虽然难看，还是能辨认出来的。李火旺想到了什么，他张望着四周没有任何字画摆设的炼丹房，紧接着又想起上早课时所有人都没有任何经书。难道说这赖子头不识字？李火旺小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的小丹炉，旁边还竖立着用来计时的3炷香。在这种没有闹钟的环境下，李火旺只能这么看时间。最后1炷香彻底燃尽，李火旺熄灭炉火，打开了丹门。一股混杂着奇特草药香气的味道从里面飘了出来。李火旺心中一喜，这是炼成了。炼好的丹料在一个罗筛内不断晃动，把无用的丹渣全部筛去后，盒子里就只剩下一些大小不一的黑色丹药。润血丹是一种止血的丹药，一次吃下去不能超过1两，否则全身血液会有完全凝固的可能。听起来用来害人，说不定比治人都好用。这丹药炼起来最简单，丹阳子才会拿来给李火旺练手用。李火旺获得了13颗大润血丹，26颗小润血丹。通过炼制润血丹的过程，李火旺还了解了炼丹的一些基本知识。炼丹除了要看时间，也要仔细分辨草药，甚至生长朝向不同的草药效果都不同，
只要错一步，药效和承担率就会天差地别。李火旺拿出一个小竹筒，把这些丹药都收了进去。紧接着，他穿上道袍，向门外走去。此时快到了。李火旺推开料房的门，正在劳作的所有人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惊恐地看着他。现在的他在其他人的眼中就是活脱脱的阎王。李火旺走到白灵淼的面前，少女的身体颤抖着，她想要强忍着不哭，可是最终还是没忍住，泪水从她那淡粉色瞳孔中流下。李火旺表情凝重地拉住她的手，向着炼丹房走去。湿哒哒的溶洞隧道内，白灵淼哽咽着交代遗言。李火旺什么话都没有说，拉着她进了自己的屋内。脱裤子。白灵淼僵在原地，似乎被吓住了。子时前3刻，李火旺带着白灵淼来到了丹药房。丹阳子看到李火旺提前带药引过来，觉得李火旺顺眼了不少。好徒儿，过来吧。丹阳子随手一照，白灵淼直接飞了过去，被他掐住脖子扔进了那个装人的石瓮。李火旺双手握紧，眼看着几百斤重的捣药石棒就要向下砸去，丹阳子忽然停了下来。哎，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落红呢？哎呀，这下药性全变了。嘿！李火旺顿时松了一口气，计划成功了。当李火旺了解到这个世界的炼丹法则后，他找到了破局的办法。既然金石草木的药性都如此多变，人的变化就更多了。他隐约记得，在道家看来，女人的月经是某种污秽的东西。为了避免丹阳子怀疑，还必须让丹阳子自己发现才行。现在看来，计划成功了。丹阳子宽大的道袍一挥，石瓮内的白灵淼飞了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白灵淼半天才捂着膝盖爬起来，可李火旺却不能帮忙。玄阳，把这里的药引带回去。遵命，师父。白灵淼走到李火旺身边时，李火旺才发现他的头似乎被磕破了。即便如此，白灵淼依然对李火旺投来感激的目光。在死亡面前，受这点小罪不算什么。总算是蒙混过关了，下次轮到白灵淼，估计要很久。玄阳啊，既然这个药引不行，你再去带一个过来吧。我记得这种白药引还有一个，速去速回，别误了时辰。李火旺的身体轻微地颤了一下，紧接着他转身对着丹阳子再次行礼。是，师父。李火旺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料房的，他麻木地走到另外一位白化病男人面前，拉着他向外走。男人绝望地哭喊着，但是李火旺什么都做不了。师父，药引带到了，弟子告退。颤抖的李火旺转身刚要走，就被丹阳子喊住了。哎，你不是向往炼丹之道吗？过来仔细瞧瞧，这么复杂稀有的丹药炼制，别的地方可看不到。李火旺走了过去，仔仔细细地看着。他聆听着丹阳子说着什么时候放什么料，什么时候又加多大的火，
如同一位好学的孩子观察整场炼丹过程。丹炉下的火焰熄灭了，炼丹炉打开，7颗早已成体的黑色丹药排着队飞到了丹阳子的面前。不错不错，你很有天赋，其他徒儿都没你这么好学。来，师父赏你。丹阳子从自己掌心拿出一粒丹药，李火旺对着丹阳子行了一个大礼，他双手颤抖，捧起那颗丹药。谢师父赐药。刚吃下去这颗丹药，李火旺就感觉到丹田如同有着一团火，暖烘烘的，并且这团火有越烧越旺的趋势，烧得他都顾不上内心涌出的恶心跟反胃。好了，玄阳啊，回去歇着吧，这完全吸收还要一阵子功夫呢。是，师父。李火旺回到住处，扶着门框大口干呕，却只能呕出一些清水。丹药早就已经被他吸收了，他浑身的关节嘎吱作响，身体不由自主地抽搐着，丹田里的火顺着脉络烧到了四肢，热量让他的脑海昏昏沉沉的。李火旺躺在床上，看着上方不断旋转的屋顶，想到刚刚发生的一切，他成为了丹阳子的帮凶。必须想办法弄死他！李火旺的右手不自觉地抓住了石床的边缘，突然，坚硬的石床被他生生掰下了一块。李火旺惊讶地看了看他的手，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丹药的作用。似乎其他方面也变得不一样了，他甚至觉得眼睛都看得更远了。这颗丹药让他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可一想到这种能力是怎么来的之后，李火旺心生恶心。李师兄，你没事吧？李火旺表情复杂地看着白灵淼，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李师兄，其实你不用自责，我们都知道你身不由己的。如果师父再让我去的话，你就别换别人了，反正大家的下场都一样。李火旺不想跟他聊这个，看着白灵淼流血的额头，李火旺掏出之前炼制的丹药，吃吧，能止血。我不吃丹药，我绝对不吃丹药。是啊，是药3分毒，吃了确实不好。李师兄，你是想对付师父吗？李火旺紧张地看向门口，快速关上门。没事的，师父现在听不见我们说的话。师父是靠尤老爷来盯梢的，每次赶大集的日头，尤老爷都要回去赶集。尤老爷是什么？尤老爷就是尤老爷啊，他看不见摸不着的。我听我爷说过，有道行的高人才能调灵他们。李火旺心中一动，把这个点记在心里。赶大集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初一15赶大集啊。李师兄，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你爹娘没有带你去赶过集吗？李火旺摇了摇头，他脑海中那些不知真假的记忆说明，他之前只生活在城市里，从来没有参与过赶集。聊回正事吧，李师兄，你真的是想对付师父吗？当然，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师兄，送我一个吧，我也想帮忙。李火旺看向眼前的少女，
白灵淼或许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柔弱。我现在确实需要帮手。好，算你一个。不过我们2个人还不够，你先去料房看着，找找有没有其他心怀不满的人。别的人或许不敢反抗丹阳子，可是料房里的药引注定要死了，说不定有人想拼死一搏。白灵淼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李火旺拿起绑在腰间的那块圆形玉佩，想起了那位逃跑失败的师兄。玄阳啊玄阳，当初你们也是这样聚集起来的吗？但愿我不会落得和你们一样的下场。随后一段时间，料房被李火旺整理得井井有条。丹阳子看他如此上道，就把各种基本的丹药炼制方法都告诉了他，仿佛真的把他当弟子来培养。这些寻常的丹药最多让李火旺治疗点小伤寒跟外伤。丹药这种东西都有度的，吃多了治病就会变成害人，而且还有忌讳，不能混着吃。与其说李火旺现在成为一个蹩脚医生，倒不如说他现在是一位合格的下毒人。在接触中，李火旺跟丹阳子的关系逐渐升温，甚至有时候炼丹，丹阳子还会让李火旺在一旁打下手。李火旺确定了，丹阳子确实不认识字，并且还非常排斥别人认字。他不允许自己的徒弟在任何事情上超过自己，因此他找到的徒弟基本上都不认识字，这让李火旺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成仙的办法是老君爷天书上写的，老君爷还亲自送到我手上。丹阳子口中的老君爷给了他一本天书，他和徒弟都不认识字，那又是谁读给他听的呢？我家在下梁东城门宝路坊念儿。你告诉我媳妇，床下面第3个腌菜摊子的夹层里有2条小金鱼，省着点用，应该能用到宝儿成年。一位脸上长满痘子的中年人低声对李火旺交代着遗言，这是今天送去丹房的药引。李火旺只能把这些遗言记在心里。看着颤抖不已的中年人走进了炼丹房，李火旺烦躁地离开了。料房里的人数不断减少，这已经是第8人了。更让他感到痛苦的是，他的负罪感正在不断地减弱。他不想被丹阳子这种令人作呕的家伙同化，他迫切地想要摆脱现在这种异常折磨人的处境，可是这并不容易。单凭他跟料房的一些残疾人，不可能对付得了高深莫测的丹阳子。难道我要去丹阳子的住处，找到那个识字的人，然后把他弄死？这样全洞内丹阳子的弟子中，就只有我认字，他只能让我帮他翻译天书，我就可以有机会弄死丹阳子了。片刻，李火旺就否决了这个想法。他虽然知道丹阳子住的溶洞在哪儿，可是不知道里面有什么陷阱，也不知道替丹阳子看天书的存在实力强不强。他莽莽撞撞的进去，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往他的丹药里下毒？不行，我的炼丹技术都是他教的，班门弄斧更是找死。李火旺一边思索，一边向住处走去。对面走来一位身穿道袍、头戴方士巾的表情阴郁的青年，他是丹阳子的内门弟子郑坤。跟记名弟子不同，郑坤不用费心思来管理清风观的事务。李火旺并不算了解他，除了吃饭的时候，平时根本看不到郑坤的影子。
两人身形交错，郑坤肩膀轻轻一靠，李火旺直接撞在了他的身体上，感觉就像顶到了一块生铁。玄阳，你最近很跳脱，师傅他老人家也被你哄得很开心。李火旺眉头微皱，转身就要离开。他还没走2步，就感到身后猛地传来一股巨力，把他直接推了出去。李火旺踉跄了几步，总算是没有摔成狗吃屎。双手抱胸的郑坤一步一步走到李火旺的面前。怎么，玄阳师弟，本师兄说话都不好使了是吗？郑坤师兄，我还要去帮师傅整理丹药呢。少他妈拿师傅来压我！我和师傅被人追杀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呢。你平时老实干好你的活就好，其他的时候最好闭嘴。李火旺在思索着什么。郑坤确实如玄元口中所说的一样，脾气很差，也就是说，这家伙比较冲动。怎么，哑巴了？说话呀！表情木讷的李火旺面部突然生动起来。师傅器重我是师傅的打算，哪怕就是师傅把成仙的办法告诉我，那也是他的事情。郑坤师兄恐怕管不了了。郑坤回过神之后，双指一并，单手行绝，手指隔着道袍像凿子一样捅在李火旺的左肋上。就凭你也配？成仙功法师傅都没告诉我，他能告诉你？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啊？药渣！剧烈的疼痛差点让李火旺疼晕过去，可是他却笑了起来。他猜对了。师傅没告诉你，兴许是因为你的悟性低吧。郑坤师兄，修仙也是要看天赋的。既然你的天赋不行，就别让师傅在你的身体上浪费时间。这话仿佛触碰到了郑坤逆鳞，他的双手对着李火旺的身体又捅了3下。你找死！你来弄死我呀！看看师傅知道观内弟子互相残杀会是什么反应。郑坤一脚把李火旺踹到墙上。不知死活的癫子！李火旺躺在地上，半天没缓过劲儿来。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一双宽大的手把他搀扶起来。玄阳师弟，你这么不听劝呢？我不是说了吗？你怎么还招惹他？老好人玄元是清风观内唯一跟李火旺说得上话的人。他还能杀了我不成？师傅的尤老爷可都在旁边看着呢。道观里的弟子再死，就维持不下去了。什么尤老爷？李火旺一惊，难道其他人不知道师傅监控清风观的办法？好像死去的那2位内门弟子也确实不知道这事儿。没什么，我就是说他不敢动手。话不是这么说的，他是内门弟子，他不敢直接打杀你，但是能给你穿小鞋呀。我脚小，天生就适合穿小鞋。李火旺的眼神中露出一丝笑意。他发现哪怕是内门弟子的郑坤依然没有资格学习成仙功法。丹阳子这家伙谁也不信任。重点是李火旺察觉到郑坤眼中的不甘心。丹阳子教育出来的弟子不可能忠心耿耿，这或许是一个利用点。李火旺想试试。李火旺的肋骨被戳断了2根，身体也留下好几个乌青的凹坑。凭着丹药，他勉强能治疗这点小伤。相比伤势，他更在乎布局。今天刚好是初一，
李火旺故意再次起了冲突，把尤老爷的情报故作无意地告诉了郑坤。李火旺看到郑坤神情微变，心中一喜。这么看来，郑坤肯定有自己的私心。溶洞里的日子没日没夜，初一很快又到了。这一天是丹阳子炼丹的绝佳时机，他要在炼丹房待上一上午，而且刚好尤老爷也不在。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李火旺早就摸清了郑坤的行动轨迹，然而他并没有做什么。难道我猜错了？这家伙并没有这么贪婪。2月初一，郑坤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就在李火旺以为自己算错了的时候，2月15的那天，郑坤常去的正一店没有人，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丹阳子开炉的时候，李火旺按照原定计划向丹阳子的住处靠近。快抵达洞口时，李火旺忽然停住了脚步，他看到郑坤就在远处守着。李火旺明白了，这是有人替郑坤做事儿，而郑坤在望风。郑坤的疑心比李火旺想象的还要重。半个时辰后，李火旺看到玄阴偷偷摸摸从里面走了出来。郑坤看了玄阴一眼，掏出黑色符箓贴在2人的膝盖上，2人如同一阵风一般迅速消失了。门只是虚掩着，就像一个诱人进去的陷阱。看到对方已经替自己当了探路人，李火旺知道哪怕房间里有陷阱，也被郑坤给解除掉了。他缓缓靠近过去。丹阳子的住处十分宽敞，却非常脏乱，还有一股死老鼠的味道。李火旺一眼看出来最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一个被黑线铜钱网罩着的石板，一定就是丹阳子口中的天书。郑坤肯定准备偷学成仙功法，不过应该是没有成功。李火旺仔细辨认着天书上的内容，他勉强能看出这是象形文字，但是似乎是更古老朝代的文字。虽然汉字上千年来的变化不算大，可李火旺依然看得很吃力。越看李火旺越觉得不对劲儿。丹阳子不是说成仙的办法是内丹外丹同时练吗？看起来这家伙根本没有按照上面练啊。喜不普音干闼婆，德如云广不普音泽，妙好身令一切获安乐解脱。这东西怎么看都不像是所谓成仙功法，而是一本经书。李火旺后颈发凉，他迅速转身，却发现身后并没有人。被掏出一个坑的墙壁上只有一个小臂粗细的青花瓷树瓶。李火旺打算原路返回，郑坤似乎并没有把所有的危险都清理掉。不准动！李火旺再次一回头，刚刚那窄小的树瓶的瓶口处顶着一个白森森的女童脑袋。她皮肤颜色不太像活人，左右两边的腮红更是红得吓人。李火旺盯着她额头中央那点红到极致的小红点，觉得诡异极了。他明白，丹阳子就是靠这家伙来读天书。你跟刚刚那人是一伙的，你们麻烦大了！我只要摇下铃，我爹就会回来。花瓶脑袋的冲天辫子上用红线绑了几个铜铃铛，李火旺顿时心急如焚，可下一秒他表情却忽然淡定了起来。你叫吧，刚好我告诉你爹，你骗了他。花瓶脑袋脸上闪过了一丝慌张，李火旺心中顿时冷笑，他猜对了。没错，想要愚弄不认识字的赖字头的
不只是他一个，上梁不正下梁歪，清风观内的人个个心怀鬼胎。这也不能怪我，那些字写的太难看了，我根本看不懂。爹逼着我读给他听，我能怎么办？看着花瓶脑袋彻底慌了神的表情，李火旺思索片刻后，迅速有了决定。那好，我们约法3章。我现在离开这个地方，你当没看到我，我也当不知道你的事情，这样对谁都好。那好，你赶紧走吧，我就当你们没来过。李火旺抬脚，缓缓地向门外挪去。既然天书是假的，那拿人炼丹的丹方都是你编给他的？是呀，因为我只记得那些东西，我就把那些装成是书上写的告诉爹了。你放心，治不死人的。我不想爹死，我就是怕爹知道我没用了，不要我了。你看我这没手没脚的，李火旺忽然右手高举，圆形玉佩带着一道白影，瞬间撞在瓶子上，花瓶脑袋重重摔在地上，瓶子碎了，混杂着粪便尿液，被黑色佛珠缠住的五脏六腑就这么直接暴露在空气中。谁？是谁？之前有人逃跑的时候，丹阳子没有生气；李火旺无意间冒犯他的时候，他也没有生气。这是丹阳子第一次如此大动肝火。清风观内的气氛变得极其压抑，连墙上挂着的油灯都感觉比平时暗上许多。在丹阳子的命令下，所有人陆陆续续地赶到上早课的大殿内，空气中充满着血腥味儿，地上凌乱的尸体已经证明丹阳子把无处发泄的怒火倾泻到了无辜的人身上。杀人能让他的心情好受一些，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一团连着脑袋血肉模糊的东西猛地摔在所有人的面前，那是李火旺之前打破的花瓶脑袋。死亡让他的腮红变得暗淡无光，他无神的眼睛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这是谁干的？是谁趁着我炼丹之时偷偷撞入我的屋子？你现在老老实实站出来，本道爷给你个痛快！你要是等会儿被我亲自逮到，呵呵，我会让你跪着求本道爷杀了你！现场鸦雀无声，没有一个人敢动。好，都不说是吧？那我就一个一个来问。长明、长仁，我之前在炼丹的时候，你们在干嘛？禀师傅，我二人按您的吩咐把守清风观大门，一刻都没有怠慢。面无表情的丹阳子走到他们面前，仔细地端详着他们的神态。玄元，你呢？站在玄元旁边的李火旺心中一紧，他知道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了，连忙在心中给自己打气。坚持住，只要别让他看出来破绽，就赢定了。玄阳，到你了。你今天送完药引过来后，你去哪儿了？弟子在料房，为师父准备下次需要的丹料。丹阳子走了过来，他身上令人作呕的臭味跟那让人窒息的威压感，让李火旺身体紧绷到了极致。他终于明白刚刚其他师兄们为什么会流那么多汗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李火旺的额头汗珠也越来越多。忽然他身体一轻，以为将要逃过一劫的时候，丹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你们这些人真的看到玄阳在料房？丹阳子来到白灵淼他们这些药引面前，他这话是对那些药引说的。想好再说。谁要是能帮我找到是谁干的，本道爷不但送他回家，而且还发盘缠。料房剩下的10几号残疾人顿时睁大眼睛，他们做梦都想离开这鬼地方。白灵淼感觉到人心有些浮动，立刻开口：师父，李师兄当时确实跟我们在一起。哦，其他人呢？狗娃表情有些挣扎，最终他一咬牙站了出来。那个仙人爷爷，我说，玄阳那家伙今天根本没有来料房一次，那人肯定是他。这话一出，脸色惨白的玄阴嘴角微微上扬。丹阳子回头看了李火旺一眼，缓缓走到狗娃面前，右手直接甩在他脸上。放屁！今天早上的药引是玄阳亲自送过来的，他没有去料房，去哪儿找的药引？你想找死？狗娃吓坏了，他连忙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仙人爷爷，我错了，我是一时间被猪油蒙了心，我才撒谎的。丹阳子忽然转身望向玄阴：你刚刚笑什么？玄阳被诬陷，你很欢喜吗？这话一出，玄阴顿时身体一抖，丹阳子身体传来的强大压力压得他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丹阳子缓缓向他走去，玄阴的表情也越来越慌张。旁边不知道真相的人都看得出他明显不对劲儿。丹阳子走到玄阴面前时，玄阴彻底支撑不住了，他直接瘫在地上，尿了裤子。师父，是郑坤师兄逼着我这么做的。这话一出，旁边的郑坤表情一凝，双脚在坚硬的地面上用力一蹬，如同一头猎豹，带着残影向着洞口方向冲去。居然是你！丹阳子右手道袍一挥，一枚带着铜绿的铜钱翻滚着落到地上，如同陀螺般旋转起来。郑坤即将逃出洞口，丹阳子穿着布鞋的右脚猛地一抬一踏，铜钱瞬间4分5裂，飞溅而出。与此同时，远处郑坤的4肢如同被五马分尸一般，直接被扯断了。血流不止的郑坤居然没有死，如同一条肉蛆，向着门口蠕动。哎，娃呀，你是跟我醉酒的，怎么偏偏是你呀？我早该想到的，我屋内禁制，也只有你能解。丹阳子的脚踩在了郑坤的脑袋上，阻止了他的蠕动。我错了，我现在都成废人了，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当初那些正德寺的和尚追杀我们的时候，是我2个胞弟拿命才换来我们逃生啊！师父。丹阳子的脚微微下移，把郑坤的脸直接压在地上，让他彻底说不出话来。娃呀，你心里想的什么，其实本道爷知道的一清二楚。你跟你那2个弟弟一样，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伴随着一声炸响，一滴粘稠的血液飞溅到李火旺的脸上。打破自己瓶子的人找到了，
但是丹阳子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狠狠地踢飞郑坤的残躯。整个洞内鸦雀无声。两炷香后，丹阳子缓缓抬起手来，指向人群之中的李火旺。你过来，给祖师爷磕头。李火旺微微愣了一下，最终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走了过去，跪在地上，对着墙上的那3位雕塑进行跪拜。以后你就是本道爷的关门弟子了。是，师父。这一刻终于来了。放心，赖子头，我绝对会助你得道成仙的。丹阳子小心翼翼地把花瓶脑袋的残骸捧在手心。跟我来，为师有件事情要你做。李火旺故地重游，来到了丹阳子的住处。缠绕石板的黑线如同长蛇般迅速飞舞，钻进了丹阳子的袖口。所谓的天书完全呈现在李火旺的眼前。上面写的什么？你看得懂吗？李火旺装作仔细辨别的样子。师父，您之前跟我说内丹外丹双修方可成仙，可是不对啊，这上面没写什么内丹呀。什么？千真万确。天知道花瓶之前跟丹阳子瞎编了什么，李火旺如果接不上就露馅了。与其那样，倒不如索性坦白。当然，接下来他编的也不会是真的就是了。丹阳子思索起来，刚开始他还不想相信，可是他越想疑点就越多。难怪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成仙，难怪这丫头说这天书上写的东西会变。感情是这么一回事。那你说这天书上写的是什么？这是一套内功功法，上面说必须在旧年未去、新年未来之际，配合好几种外丹同时服用修炼，才可把天道注入凡间的那一股来自仙界的灵气结下，吸入体内，而后得道成仙。还得吃好几种丹药呢。这一种需要朱砂2两4钱，白钱子1钱，砒霜1两2钱，还有尤老爷。师父，尤老爷是什么药材啊？娃呀，那小囡囡能骗我，你该不会也骗我吧？师父，这可是成仙的法子呀，我怎么能骗你呢？我也想成仙啊。好，那这一次咱们师徒一块儿成仙。这是真的吗，师父？这真的可以吗？多谢师父，多谢师父。丹阳子观察着李火旺的表情，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你先把那套功法告诉我，等我们师徒2人练熟了，再炼制外丹。现在离过年还有段日子呢，来得及。是，师父。李火旺随后编出了一套所谓内外大小周天的功法。他在丹阳子的房内待了很久，一直到深夜才回来。计划正在顺利地进行着，李火旺的目的很快就能达到了。李火旺来到料房时，发现剩下的人果然没睡，众人一窝蜂地涌上来，他们眼中带着兴奋，所有人都明白今天发生的事情代表着什么。放心，你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了。李师兄，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你就是活菩萨呀！所有人都激动地哭出声来。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激动地跪在地上，就要向李火旺磕头，其他人纷纷效仿。李火旺劝了好一会儿后，终于让这场闹剧停下了。今天中午要不是各位，我就完了。那是不是我还要向你们磕头啊？众人从地上爬了起来，一个个都像过年一样开心。李火旺看着这一张张笑脸，心中泛起一丝暖意。在这陌生的世界中，这些长相千奇百怪的家伙算是李火旺的同伴。李师兄，我演得不错吧？那一赖头子跟傻子一样被我骗得团团转。演得不错，要不是你那么来一下，丹阳子可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李师兄，你还好吧？他真的没有为难你吗？李火旺认为丹阳子企图拿李火旺试药这种事情他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跟白灵淼说。他现在都让我给他翻译天书上的内容了，我能有什么事情？放心吧，我好得很。初一马上就要过了，那些尤老爷马上赶集回来了。我们长话短说，我这里还需要你帮忙。你爷爷之前还告诉你什么故事没有？天书上的成仙丹药，李火旺还没编全乎呢。单纯的朱砂已经无法满足他，他要往里面放别的东西，要多邪乎有多邪乎的那种。丹阳子的实力，李火旺没有忘记，必须让他彻底死透。我们长话短说，我这里还需要你帮忙。你爷爷之前还告诉你什么故事没有？有啊有啊，我爷跟我说，村外的人坏得很，抓到小孩子就会把人剥了皮，披上狗皮当狗来训，让这条听懂人话的狗去街上演杂技，那小孩身子跟狗皮粘在一起，就再也长不大了。说的不是这些吓唬小孩子的故事，我是说类似尤老爷的这种。我想想，我爷平时讲的故事都很乱的，大部分都是山里的长虫吃人之类的，像尤老爷这样的真的很少。那是谁告诉你爷爷尤老爷的故事的？当然是我爷爷的爷爷告诉他的，然后我爷爷再告诉我，将来我也会告诉我孙子。李火旺挠头，合着这故事还是祖传的，是算了。李师兄，我知道一个。此人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整个身体十分的拧巴，哪怕在料房内也算得上是比较样貌出众的。李师兄，我姓赵，在家行武，你叫我赵武就行了。行，你说。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过，有一种邪门东西叫大姥姥。大姥姥长什么样？李火旺迅速在脑海里搜索了一遍，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从字面意思上来猜，也完全没有线索。嘘，李师兄，小声点，大姥姥会听到的。你要是经常说的话，他们会过来找你的。哦？我听我表舅说，他在所有人眼前的样子都不一样，有的像长耳朵的精怪，有的是自己过世的老人，任何人只要在他们旁边待一会儿，也会变成大姥姥。行，还有吗？还有公婆鱼，这东西邪门。在赵武那里，李火旺知道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名词，而这些都是他将要放进成仙丹药里面的材料。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多谢。只说剧毒的丹料，丹阳子也许会发掘出来，但是加入这些连他都无法分辨的东西，可信度就高多了。任何东西只要听不懂，就显得高深。这都是我从我表舅那儿听来的，他是霍角郎，哪儿都去过，知道的也多。行了，马上就要到点了，我回去了，你们安静等我消息。
李火旺深吸口气，站起来向外走去。刚走没2步，一位最起码1.9米的高大身影挡在他的面前。我眼前这光头，料房的人都叫他傻子，其实不准确，他只是有些口吃，反应迟钝和智力低下。我也知道。李火旺叹了口气，伸手在他的大光头上拍了拍，转身离开了。第2天一早，李火旺便被丹阳子早早地换到住处。你说的内外大小周天功法，我练得差不多了。你把搭配功法服用的丹药说出来吧。李火旺走到那石板面前，再次装模作样地观察起来。大姥姥心2颗，炼其精华。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原来是这样啊！成仙之道，居然要用到这种阴邪之物。师傅，大姥姥是什么？你别管，继续往下说。公婆鱼1只，取其鳃，浸泡砒霜2两。从赵武那里知道的东西，再搭配现代的知识，李火旺一晚上没睡，糅合出了一套成仙体系。对，砒霜偏寒，必须要用公婆鱼这种燥热之物中和。妙啊！用大姥姥入丹，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呢？既然人能入丹，这些阴邪之物怎么就不能入丹呢？这家伙居然脑补出丹药的药性了。李火旺发现丹阳子聪明的时候很聪明，愚昧的时候也是真的愚昧。他谁都不信，只信自己心中拟定出来的一套。就在这时，丹阳子的右手伸进自己的袖口一提，缺了一角的铜道铃出现在他手中，就是那种僵尸片中用来操纵僵尸的铃铛。丹阳子的右手用力晃动，刺耳的铃声响起，李火旺头痛欲裂，捂住脑袋，咬紧牙关。诡异的铜铃声影响到他的听力和视力，四周的一切都开始扭动变形，整个世界仿佛地震般剧烈摇晃。这是在搞什么名堂？难道我的计划被他发现了？李火旺忽然看到桌子的桌角，丹阳子的道袍边缘，天书的一侧，整个房间内所有东西的边缘夹角都如同活了一般，随着扭动缓缓在丹阳子面前凝聚。这团由物体的边角形成的东西很难描述是什么样子，但唯一肯定的是它们是活的。李火旺以为自己看错了，他用力地晃动脑袋，那东西随着李火旺的晃动居然变成了2个。李火旺以为自己看错了，他用力地晃动脑袋，那东西随着李火旺的晃动居然变成了2个。这2个东西是来帮他找丹料的。丹阳子弯腰从地上抓起一把泥塞进嘴里，然后对着这2团东西叽里呱啦说了起来，声音很怪，那2团东西却好像听懂了，上下沉浮了一下后迅速散去。随着他们的离开，不断扭动的一切也逐渐恢复正常。娃呀，别着急，虽然天书上的东西很难弄到，可是在外面为师还是有人脉的。那是，师傅都是要成仙的人了，世间恐怕没什么事情能难得到你。不过师傅，刚刚那是什么呀？娃呀，你还有的学呀！
这个东西就是天书上说的尤老爷呀。什么大姥姥，什么尤老爷，怎么看都不像是寻常东西。要不是吃饭的时候吃到过正常的猪肉跟羊头，李火旺差点以为这世上的活物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哎，嘿嘿，这东西可是好宝贝，道爷我当初为了抢到它，可是花了好些功夫。抢？当然要抢。哼，不抢别人会白送给你吗？哼，我5岁那年，一个要饭的从我手里抢走馊馒头后，我就学到了。哎呀，年轻的时候我抢婆娘、抢马、抢银子，后来我抢功法、抢法器、抢弟子，甚至整个清风观都是我抢来的。嘿，你看那泥塑的祖师爷说什么了吗？啊？娃呀，我这是把你当自己人才告诉你的。但是师傅，抢不过怎么办？抢不过你不会搭伙抢，你这会认字的脑袋怎么这么死脑筋呢？啊，合伙抢不过就下药，下药弄不过就来阴的。李火旺知道这家伙各种手段都不挨着的原因了，合着他的一切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抢来的。师傅活得明白。我不认识字怎么了？没悟性怎么了？说我旁门左道，说我没有道心。哼，等我成仙后，我要掀开那些家伙的眼皮，让他们看看是谁没悟性，是谁没有道心。李火旺不知道丹阳子所说的那些人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双方的恩怨肯定很深。随后一段时间，李火旺几乎都跟丹阳子住在一起，全身心地捣鼓天书上的成仙办法，并在暗中将这成仙办法不断完善。东西很快被送来了，看着那附着黑色软毛的灰白色年华巨物，以及旁边一团无定形的闪着微光的黑色种泡，李火旺除了惊叹这东西的恶心外，就是惊讶于丹阳子的实力。师傅，我们开炉吗？不急，离过年还有一会儿呢。走，我们先去吃年夜饭。丹阳子的话让李火旺有些意外，怎么就吃年夜饭了？丹阳子起身离开炼丹房，李火旺连忙跟了上去。用餐的溶洞内，其他弟子也就是常人、常明、玄元3人都到齐了。看到空荡荡的大圆桌，丹阳子脸上瞬间阴沉下来。怎么没给过世的弟子摆碗筷？都摆起来，接他们回来过年。没过一会儿，死去的所有弟子都有了碗筷，整个圆形桌子显得满满当当。丹阳子点了点头，重新坐在正座上。李火旺坐在他的右侧，另外一侧是空的，那是郑坤的位置。来呀，上饺子！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被童子们抬了起来，扑鼻的香味阵阵。他们用铁勺子小心翼翼地把饺子放进每个人的碗里，包括那些死去人的碗。哎，过年了，都放松点，多吃点啊！香。丹阳子拿起筷子，夹起一个饺子放进自己嘴里，陶醉地嚼了起来。李火旺4人都等丹阳子动了筷子后才动口。猪肉渣韭菜馅的，香。哎，这是什么？一文钱？嘿，好兆头，好兆头。
李火旺愣了好一会儿，才发狠地吃了起来。你们遇上了好时候啊！我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连饺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后来有一年过年，我闻到别人家的饭香味儿，闯进去一看，才发现饺子原来长这样。当时连那家人的漂亮闺女都没玩，直接一刀剁了，就蹲在炕头上，把2斤饺子吃了一个精光。嘿，当时他们家包的饺子就是这猪油渣韭菜馅儿的。其他弟子讪讪地笑着，只有李火旺依然在那里狼吞虎咽。丹阳子小心地端起碗来，把自己的饺子倒进他的碗里。哎，也是苦命家的娃呀，慢点吃，别噎着啊！在吞咽声和碗筷撞击声中，只有5人的年夜饭落下来帷幕。丹阳子从袖口里掏出一打红包，给长明、常人还有那些死人碗筷旁边发了过去。哎，来，过年了，记得放枕头下面压着，都拿好啊！哎，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可从来没有长辈给我发压岁钱。丹阳子把最后一个红包放在郑坤的碗旁，然后笑呵呵地对着李火旺说：你就不用压岁了，咱们师徒2人一起成仙去，从此天地同寿。师父所言极是。走，回炼丹房起龙炼丹。娃呀，你来掌火。好嘞，师父。看着2个泛着金属光泽的红丹，2个蠕动的肉丹，2颗腐朽的黑丹，李火旺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些丹药绝对可以吃死人。旁边插上了一炷香，代表着今年剩余的时间。李火旺双腿盘坐，拿起拳头大小的红丹，时刻准备着。马上就要死了，他发现自己出人意料的平静。李火旺压根儿就没有准备后手，这些丹药他肯定是要吃的，否则丹阳子肯定不会入口。可是丹阳子怎么也没算到，李火旺根本就不在乎性命，他本来就不属于这里。李火旺只想看着丹阳子这样恶心的垃圾，在他的诱导下走进墓地。这炷香快要燃尽了，李火旺深吸口气，把手中的丹药塞进嘴里，囫囵吞了下去。丹阳子全神贯注地盯着李火旺的举动。李火旺表情亢奋，把剩下的2颗也直接吞下去，然后闭上眼睛，双手掐诀，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汗水从他脸庞流下，他的身体开始颤抖，但是他的脸上却逐渐露出难以抑制的狂喜。好多先天灵气，这些事，原来如此，我悟了，我要成仙了！丹阳子眼中流露出一丝焦急，可是他依然没有马上服丹。当他看到李火旺的头顶开始冒出缕缕白烟之后，他狼吞虎咽地把3颗丹药吞了下去。双腿盘坐的丹阳子闭上眼睛，开始运行大小周天。李火旺慢慢地睁开眼睛，笑意比刚才更浓。片刻，丹阳子的脑袋也冒起了白烟，而某些黑色的东西顺着李火旺的血管爬满全身。李火旺盘坐的腿松开了，他捂着剧痛的肚子疯狂大笑起来。
再次逃，你修不成仙，只能成鬼了。奈何桥上，我们一起结个伴儿。丹阳子似乎已经听到了，可是他没有任何反应，双眼紧闭，咬紧牙关，盘坐在原地，疯狂地运转着内外大周天功法。练的都是从仙侠小说里面抄来的。李火旺匍匐在地上，缓缓地爬到丹阳子的旁边，颤抖地抬起右手来，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哎，聋了吗？又是一巴掌甩过去，丹阳子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李火旺颤抖着掏出一颗丹药塞进嘴里，随后他浑身青筋暴起，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我说了，别再练了，你没听到吗？李火旺一拳捶在丹阳子的脸上，直接把他那地包天的嘴巴给捶凹了。满口鲜血的丹阳子猛地睁开眼睛，道袍一挥，就把李火旺掀飞了出去。滚开！你们这些心魔，休想妨碍道爷成仙！祖师爷马上就要来接我啦！李火旺就这么躺在地上，看着丹阳子。疯了！这家伙被自己想要成仙的执念彻底逼疯了。我的肚子真的好疼李火旺腹部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在本能的驱使下，他的身体弓成了虾状。怎么这么疼？这要受罪到什么时候？真后悔，刚刚没背把刀来抹脖子。李火旺的意识逐渐陷入了模糊中，迷蒙间，他再次看到了杨娜的那张脸。杨娜，你来接我了吗？杨娜的那张脸迅速融化，又重新拼接成主治医生的面孔。 14号病床意识模糊，初步判断食物中毒，快把电动洗衣机拿过来进行洗胃。李火旺缓缓闭上了眼睛，一道极其细微的声音从他嘴唇中滑出：“洗你大爷的胃！你那是精神病医院，哪有洗胃机器？你们这些幻觉能不能逻辑自洽点？”说完最后一句话，李火旺失去了对四周的感觉，他感觉身体在不断下坠，却一直触不到底。火旺，坚持住，你答应过我的。不知道过去多久，李火旺忽然猛地睁开眼睛，双手撑地，开始大吐特吐。一团混杂着些许头发的畸形血肉，混杂着饺子碎屑以及少许的内脏碎片，被李火旺呕了出来。躺在黑水中的血肉没动几下就不动了。李火旺愣在原地。啊，我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呢？那丹阳子岂不是……李火旺扭头看去，看到那位便宜师傅的身子已经完全畸变，丑陋的脑袋裂开，3张血肉大嘴从里面伸了出来，嘴巴里面嵌套了3、4张小嘴，恶心的黄牙相互纠缠，被沥青粘连的羽毛如同尖刺般硬生生从他血肉之中刺了出来。
这是个啥？三花聚顶，羽化登仙。忽然，丹阳子的3张嘴张到了最大。原来如此，道也悟了，悟了！哈哈！说完，丹阳子整个畸形的身体瞬间爆开，血肉飞溅到整个炼丹房。原来如此，道爷我悟了，我悟了！说完，丹阳子整个畸形的身体瞬间爆开，血肉飞溅到整个炼丹房。被师傅血液铺满的李火旺愣在原地。这3颗丹药这么大威力的吗？我和丹阳子炼的到底是丹药还是炸药啊？李火旺终于爬了起来，他用手摸了一把脸，弯腰在地上挑挑拣拣，检查了半天都没有挑出一块能动的肉块，连丹阳子的铜铃都被炸瘪了。李火旺松了一口气，丹阳子彻底被整死了。他死了，我接下来该干嘛呢？报仇雪恨的这一刻真正来临时，李火旺才发现自己陷入了迷茫中。这些天所有的计划都是围绕着弄死丹阳子来做的，他压根儿没想着自己会活下来。炼丹房的门忽然被人推开了，常人跟常明单手举着长剑，警惕地走了进来。他们左右看了看，没有找到丹阳子，然后把目光投向了血肉模糊的李火旺。何方妖孽？说，我们师傅呢？师傅，你脚踩的就是啊！我是玄阳啊，二位师兄。常人和常明低头，一些内脏呈现在他们面前，两人的瞳孔瞬间缩到了极小。李火旺从地上捡起丹阳子的半张脸，看，他真的死了，是被我整死的。按理来说，他杀人如麻，早就该死了。可我是因为私人恩怨才杀他的。常明常人迅速把长剑插入剑鞘，转身向着门外冲去。喂，你们等我说完再走啊！喊了半天也没人理他。李火旺捂着还在隐隐作痛的肚子，苦笑着向门口走去。他用力摇晃丹阳子瘪下去的铜铃。赖子头死了，他死了，都出来吧，你们可以回家了。今天是大年初一，铃声并没有引来尤老爷，而是引来了童子和药引们。他们看到李火旺手中的那半张脸时，纷纷欣喜若狂，向着四方叩拜。李火旺要把这一消息传递到清风观每一个人的耳朵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他的队伍。赖子头死了，赖子头死了，我们可以回家了。李火旺感觉到身旁有人伸手过来搀扶自己，他扭头一看，是喜极而泣的白灵鸟。赖子头死了，你们都可以回家了。李师兄，你也可以回家了，我们都可以回家了。李火旺的表情一僵，紧接着继续用最大的力气捂着手中铜铃。丹阳子死了，都出来吧，你们可以回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高兴。李火旺走到丹阳子住处附近的时候，听到了远处传来的金石之声。他带着众人走到丹阳子肮脏的住处里，看到玄元
正在跟长明常人对峙，双方都拿出武器，气氛剑拔弩张。玄阳师弟，快来！我们一同弄死丹阳子的2个帮凶，再一起分享这成仙天书。长明右脚向前一踏一滑，直接把长剑对准了门口的李火旺。不想死就滚远点！师傅教你练的是丹道，你能对付得了修剑道的我们2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成仙天书，好不好？上面只是上古经文罢了。我之前说的都是瞎编出来骗赖子头的。你们别太信赖子头的鬼话，什么老君爷亲手送，按他那性格，说不定是从哪里杀人越货抢来的。3位师兄，咱们走吧。长明常人拿出2张黑色符箓，对着自己的长剑一抹，房间内顿时阴风阵阵。玄阳师弟，既然你不想掺和进来，那就别废话，你走吧。李火旺感觉到白灵淼胆怯地用手指拉着自己的道袍，于是他向几位师兄拱了拱手，带着所有人向着清风观的洞口走去。3位师兄，你们继续，我们后会有期。黑暗的隧道中，一群人亢奋又激动地走在归家的路上。李火旺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的记忆，却明确地知道这就是清风观的出口，因为他看到四周的人手抖得越发厉害。走了差不多2炷香的时间，溶洞隧道的尽头渐渐有了光，光芒越来越亮，最终把所有人的视野囊括进去。出洞口的瞬间，所有人都眯上了眼睛。在洞内生活的太久，外面对他们来说实在太亮。众人眼睛逐渐适应光明，清风观外的风景呈现在所有人面前。远处的天刚刚露出鱼肚白，一切都纯净极了，仿佛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大年初一的第一缕晨光射穿薄雾，打在了所有人的脸上。我和赖子头在炼丹房待了1个晚上吗？这都出太阳了。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呀。忽然一位童子泪流满面地向着旁边一条林中小路冲去，越来越多的人都跟着向着那边跑去，他们想要赶快离开这块伤心之地。没过一会儿，洞门口就只剩下料房的7、8号人了。李师兄，我们也走吧。先等等。李火旺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纸条，塞到白灵淼的怀里。这些都是那些死去的药引留下的遗言和地址，你们出去后顺路找个镖行给他们带过去吧。白灵淼愣在原地，李火旺再次笑了笑，提着手中的油灯转过身去，孤身一人走向漆黑一片的清风观。李师兄，提着灯笼的李火旺转过身来，再次向站在阳光下的人们挥了挥手。都回家去吧。李师兄，你这是忘拿什么东西了吗？趴在傻子背上的赵武神情有些紧张，他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李火旺转过身去，把脸重新隐藏在黑暗中。我去哪儿啊？一起回家过年啊！李师兄，你家在哪儿？家？我现在哪有家呀？我的家早就回不去了。清风观很安静，唯一陪伴着李火旺的只有他的脚步声。忽然他开始哼起歌来，脚步都轻快了。他重新回到自己的住处，连脸上身上的血都懒得擦，就这么躺在了石床上，闭上了眼睛。
今天是初一，这个月我没吃那些恶心的黑太岁，应该很快就能再次看到杨娜了吧。李火旺安静地等待着最好的青梅竹马，盼望他能带着自己回到属于他的世界。一晚上没睡的李火旺意识开始逐渐消散，可就在他即将陷入美好的梦境中的时候，门忽然打开了。李火旺揉着眼睛坐了起来，发现门口站着狗娃赵武他们。白灵淼忐忑不安地站在那里，眼神躲闪一会儿后，最终坚定下来。李师兄，如果你回不了家，就来我家吧，我家很宽敞的，而且东厢房也是空的。这里也挺好的，我已经待习惯了。白灵淼嘴唇微微颤抖着，似乎有些难以置信。我也有家，我也有过家人，可是……李火旺仰头看向漆黑的屋顶，表情复杂的回想着什么。既然李师兄都说要待在这里，要不我们走？你闭嘴！一句话让狗娃吓了一大跳，这可不像过去唯唯诺诺的白灵淼。白灵淼迅速上去，表情倔强地走上前。你这样对得起你的家人吗？如果过去的家人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会怎么想？我怎么知道他们怎么想？我连他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人都不能确定。我也许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疯子，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幻想出来的。白灵淼白皙的双手伸过来，握住李火旺的手。李师兄，你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我们啊。李火旺愣愣地看着少女那张执拗的精致面孔，一瞬间他发现自己对眼前这位女孩子了解的很少很少。他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忽然四周的一切都开始变换，溶洞和医院洁白的墙壁开始切换，白灵淼的五官开始融化，又重新凝聚成杨娜的样子。他的表情担忧极了。李火旺扑过去，极其痛苦地死死抱着杨娜。娜，火旺，你不能放弃你自己，你要活着，无论遇到什么，一定要好好活着，好不好？无论你遭遇到了什么，永远都别趴下。随后那张脸再次变成他母亲的脸。儿子，你要是死了，我跟老头子怎么活啊？那张脸不断地变化着，他们都在给李火旺打气。忽然，四周的一切迅速定格，病房又暗淡下来。李火旺缓缓松开自己的拥抱，发现自己搂着的是白灵淼。少女有些羞涩，但是她的眼神没有躲闪。李师兄，我们走吧，这地方我待着难受。紧接着，白灵淼又从腰间荷包里掏出那些纸条，放在李火旺的怀里。李师兄，这些给我没用啊，我们都不识字的。对呀，李师兄，这个事情就得你干。我认识。就算你认字，这会儿你也要给我装作不认识。李火旺默默地看着眼前的那些遗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李师兄，
你可是亲口答应他们的，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食言啊。现实跟幻觉在李火旺脑海中不断转换，最终他还是把那些纸张给接了过来。我们走。李火旺决定，无论在哪儿都要好好活下去。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那些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着的家人。所有人都笑了，他们不知道李火旺具体怎么想，但只要李火旺不继续待在这鬼地方就行。一群人簇拥着李火旺从昏暗的屋内走了出来。然而刚走没几步，李火旺就喊住了他们。等等，既然决定要离开，就得好好搜刮一下这里。傻子，你驮着赵武，带着其他人去厨房拿些路上吃的粮食。紧接着，李火旺带着白灵淼来到炼丹房，去拿一些他认识的丹药。李火旺练习丹道已经有段时间了，也算半个医生。而丹阳子炼制的那些古怪丹药，李火旺碰都不敢碰。而后一行人便在正一殿碰了头。再等一下，我还有一样东西要拿。李火旺提着手中的油灯，小心翼翼地向着关押黑太岁的溶洞走去。既然已经打算出去了，李火旺当然就必须压制幻觉再次出现，要不然他始终在幻觉跟现实中穿梭，什么事情都干不好。众人来到溶洞前，看到那黑太岁居然从黑顶里爬出来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黑太岁真正的样子，那是一大块沾满粘液黑色的年华巨体，身体上细密地覆盖着暗色修长触须，整个身体如同一头巨大的蛆虫般自由地扩张收缩。它臃肿的身体上还长着一些口子，随着蠕动，口子里喷出恶臭的气味。这一幕把所有人都吓住了。然而李火旺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儿，黑太岁小了一大圈，身下还不断渗出黑色的液体。怎么回事？难道他和丹阳子的命是连着的？李火旺迅速跑了出去，等他回来后，他的手中抓着一些丹阳子的残骸。李火旺冲到黑太岁旁边，吃力地把手中的残骸往黑太岁身体上的缝隙中塞去。更多的黑水从黑太岁的身体中渗了出来，他的身体萎缩得更小了。李火旺满脸焦急，仿佛那不是一头黑色怪物，而是李火旺生病的孩子。喂，你可别吓我啊！你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黑太岁没有任何反应，彻底瘫在地上。李火旺没有办法，只好张大嘴巴，用力咬在黑太岁的身上。白灵淼等人都看懵了，他们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浑身是血的李师兄抱着蠕动的怪物大口撕扯着。相比黑太岁，此时的李火旺更像怪物。所有人看向李火旺的眼神中都多了一丝畏惧。要不我们走吧，我怕睡觉的时候他把我给吃了。浓缩后的黑太岁肉质明显更紧致了，李火旺有种啃轮胎的感觉，但是他顾不上那么多，哪怕他吃得再急，也赶不上黑太岁自我溶解的快。没多久，李火旺的怀里就只剩下一层黑皮。那个李师兄，您吃饱了吗？吃饱了咱们可以出发了吗？李火旺惋惜地把黑太岁的那层皮扔在地上。他不知道这次能顶多长时间，只希望在下次幻觉出来之前找到新的办法。可以，我去换件衣服。剩下的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了。
李火旺回屋，把身上黏糊糊的道袍脱了下来，换了一套全新的青色道袍后，顿时感觉浑身清爽。换好衣服的李火旺带着其他人向着门口走去，他告诉其他人自己为什么这么做。明白李火旺是想凭借着黑太岁的肉压制幻觉，众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嗨，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以为李师兄饿坏了呢。走着走着，李火旺鬼使神差地停了下来。旁边那条隧道的尽头是丹阳子的住处。虽然不想理会他们狗咬狗，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李火旺不想再出现一个新的丹阳子。走，过去看看。李火旺带着一堆老弱病残来到丹阳子住处门口，他发现门并没有被人打开，这证明里面没有人出来。师兄，你们打完了吗？我们走了啊。等了半天也没动静，李火旺推开了房门，一只鲜血淋漓的手掌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所有人的视线上移，更加血腥的一幕出现了。玄元身体被剑劈成两半，常人被人用剑从身后刺死。玄元是修路的，也就是说动手的只能是长明。长明身体被挂着铜钱的黑线穿进穿出，整个缝在了墙上。他似乎触发了丹阳子的后手。长明还没死，他的双目依然死死地盯着成仙天书。长明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是铜钱已经切断了他的气管。李火旺走到他身边，弯腰把他的剑拿了起来。这是一把长1.2米的长剑，在灯油的照射下，刀刃反着寒光。好剑！师兄看起来暂时用不上这把剑了。师弟虽然不是剑修，但出门在外，手里有个铁器，总比赤手空拳要好。你说是吧？长明企图用眼神示意什么，但是李火旺理解不了。李火旺从常人身上拿来剑鞘，把长剑插入，然后背在背上。他转身向着没有任何保护的天书走去。也就在这时，长明忽然剧烈地挣扎起来。随着他的挣扎，那些黑线上的铜钱陷得越发的深了。长明眼中的光芒迅速暗淡下来。李师兄，长明师兄死了！李火旺轻叹，就为了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东西，死了这么多人。他仔细观摩起来，比之前在丹阳子的威逼下看的还要认真。他反复看了几次，半蒙半猜，也只能看出那似乎是一则劝人向善的经文。李火旺缓缓拔剑，长剑劈在刻满经文的石板上。屋内的其他人下意识地捂着耳朵后退2步，连个印子都没看出来。长明不是剑修吗？这把剑应该不是凡品才对。李火旺双手抓住剑柄，重重砍了好几下，剑刃从撞击处一分为2，变成了一把断剑。李火旺有点懵，刚刚到手的武器就这么没了。他又把常人手中那把剑抢了过来。还好有一把备用的。李火旺本来打算毁掉天书，可现在看来，这天书有点东西，似乎真的是一件宝贝。不管怎么样，先拿着吧，拿去当铺换点钱也行。李火旺不打算靠这东西成仙，他已经看到了常世之人的下场。他吃力地把石板抱起来掂了掂，石板重量远比他想象的还要重，却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他用布把石板包好，往身上一背。我们走吧。
灯油被甩进丹阳子的溶洞，火舌顺着灯油在地上蔓延，点燃了屋内的一切，包括长明、长人和玄元。李火旺看到眼前的一幕才明白，人类的尸体是天然的燃烧物。他们一边顺着原路往回走着，一边点燃所有的房间。炙热的火焰逐渐联合，燃烧清风观内一切可以燃烧的，熏黑这里一切烧不动。3炷香过后，所有人站在阳光之下，看着浓烟滚滚的清风观洞口。浓烟包裹着清风观内的所有阴暗和邪恶，消失在明亮的天空中。李火旺转身向着远处的林间小道走去，背着粮食的其他人纷纷跟上。不知不觉中，李火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领头人。看着逐渐靠近的树林小路，李火旺的心情不再低沉。也不知道未来还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李师兄，你慢点儿，我眼睛疼。李火旺这才发现白灵淼正捂着双眼，他捧着白灵淼的脸，惊讶地发现，从白灵淼眼睛瞳孔中央可以看到眼球后面的血管。这应该是某种缺陷吧？李火旺不是行医的，但是他猜得到一些。他记得那些算命按摩的老年白化病患者，绝大部分都是瞎子。也就是说，白灵淼的眼睛比普通人的眼睛脆弱得多。这样可不行。李火旺从自己的道袍上割下一根布条，轻轻地蒙住了白灵淼的双眼。以后只要出日头，你就蒙上眼。但是这样我就瞧不见了。没事，我拉着你。好。李火旺抓住白灵淼的柔软右手，带着其他人大步向着林子里冲去。白灵淼踉跄了几下，跟着李火旺小跑了起来。吕状元拿着旱烟管杆，在细香上用力敲打着，把里面卡住的黑烟丝都敲出来后，他再从烟袋里掏出新烟丝放进去。许娃子，好了没有啊？哦，快了，快了。切，烂驴拉磨屎尿多，拉个屎还这么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让你吃观音土呢。吕状元看向林间小路上属于自己的整个戏班子，除了一辆拉着放戏服跟乐器箱子的马车外，还有大儿子一家3口，以及从村子里带出来的2个远房外甥。班子小，也都是他这些年来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家当。他就是靠着这小戏班子，在这年景不好的时候，才让全家人吃上饱饭的。这时，吕举人把吃的跟水葫芦递了过来。爹，喝水吃馍。哎呀，没到饭点吃什么呀？你现在知道粮食什么价了吗？都，闺女2岁了，你还当你是小娃娃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吕举人也不恼，他退回去，让媳妇儿把东西都收起来。哼，怎么样，又挨骂了吧？你就是贱骨头，找骂！罗娟花把吃食放回到车上，又用手指头逗了逗坐在箱子上的宝贝女儿。又不会掉块肉，骂就骂呗。自从娘死后，爹脾气就这样。哎，当家的，我昨晚跟你说的话，你到底跟爹说了没有啊？哎呀，等过去时候再说吧。最近没赶到场，爹手头也紧。连给孙女买部做衣裳的钱都没有吗？她现在穿的可都是戏服。戏服，哎，其实也能。
有鬼有鬼啊！戏班子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不多时，其他人就看到一个光屁股的少年郎哭爹喊娘的从林子里冲了出来，扑在吕状元的怀里。大白天的哪儿来的鬼？赶紧把裤子穿上！吕状元口中训斥着，却把吕秀才挡在身后，警惕地看向林子的方向。林子里人影晃动。有屎！哎呀，我眼睛没瞎，别往前凑了。你没傻到吃屎那份上吧？少说两句，路上有人。听您的，李师兄。林子里面走出来一群人，看到那些人的模样时，吕状元倒吸一口凉气。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的瘦子，白头发的女人，罗圈腿的怪人。吕状元走南闯北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可他还是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吕秀才把身体尽可能地缩到父亲的身后。爹，我怕。你怕？难道我就不怕吗？要不是这群人中有一个俊道士，还有几个道童模样正常，吕状元早就转身跑了。他哆哆嗦嗦地对着李火旺作揖。敢问这位道爷，这些都是你降服的精怪吗？此话一出，吕状元顿时收获了一大批敌意的目光。嘿，这老东西讨打是吧？说谁精怪呢？俊道士一摆手，就让咄咄逼人的黑白脸精怪停口了。吕状元更加确定了自己的想法。这位老丈，劳烦问一下，这条路通往哪里啊？前面就是五里岗，不远，不远。吕状元用手中旱烟偷偷一趟马屁股，马拉着箱子顺着林间小路跑了。吕状元带着其他人假装焦急地向马追去。哎，我的马，我的马呀！哎呀，快跟上！哎呀，别跑啊！他们跑得飞快，没一会儿功夫就把李火旺他们甩在了身后。看到自己的小儿子都跑吐了，吕状元这才吹了一个口哨，让马停下来。吕状元没有管小儿子，而是第一时间去看拉车的马怎么样。在这个戏班子里，马可比人金贵。这时已经快到晚上了。我的个亲娘！那些到底是啥东西啊？可吓死我了！没看天黑了吗？快去林子找些柴火去。林间小路旁，暖和的火堆升了起来，软和的杂粮馒头送进所有人嘴里，粮食的香甜抚慰着吕家人那担惊受怕的内心。看你们吓得那熊样，出门在外的碰上点邪事算什么呀？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慌。哎呦，爹，那些兴许不是什么精怪呢，那小道士还叫你老丈呢。管他是啥，咱们都别掺和啊！出门在外啊，要想活得命长些，有些东西只要是能躲开，就别沾惹。这是吕状元的人生哲理，靠着这一点，他活到了这么大岁数。他也打算把这一点传授给儿子们，毕竟等他老了，这个戏班子也要靠他们接班赶场。吕状元把水葫芦递给了一旁的外甥，又看了看正躺在儿媳怀里的孙女儿，他转身从车上的一个圆坛子里掏出一枚咸鸭蛋，小心剥开，把滋滋冒油的蛋黄送到孙女儿的嘴边。哎呦，哎，来来来，暖暖呐，吸这个啊，这个香，来，
哎，孙女卖力地吮吸着，吕状元双眼眯成一条线。他偶尔也会可惜不是个孙子，但是毕竟隔代亲，他还是对这个小孙女稀罕得不得了。哎，爹，你看这翠儿都这么大了，是不是该有身衣裳了？天天拿戏服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一听儿媳提到钱，吕状元的笑脸立马消失。他刚要回绝，看到小孙女身上松松垮垮的戏服，心又软了。他走到车前，拿出长条铜锁，打开箱子，伸手在里面摸索好一会儿后，他数出了50枚铜钱。别去镇上买布，贵。过2天到了五里岗啊，你去问问谁家女人卖布，哎，多问几家啊，找那个最便宜的那家买个几尺。还有啊，要买棉布，绣的皮肤嫩，麻布磨得难受啊。哎呀，我晓得啦。罗娟花没想到这一次铁公鸡居然打鸣了。小孩个头小，用不了多少布，罗娟花兴许还能扣点下来。吕状元把剩下的蛋白给大人们分吃了，一个人分不到多少，可是开了次荤，大家还是吃得很高兴。天已经黑了，听着吕状元讲了几个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老故事，大家就要睡觉了。今天守上半夜的人是吕举人，走了一天，吕举人已经很累了，但是他还是强打着精神，盯着眼前的火堆。儿啊，你去睡吧，我盯着呢。爹，我不困，你去睡吧。废什么话，赶紧去睡，我老头子觉睡得少。争执中，吕状元忽然用手捂住儿子的嘴巴，又尖又细的女人笑声忽然在他们的右侧响起。吕状元跟他儿子下意识地望去，除了黑暗，什么都看不到。漆黑的林子开始晃动，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你们说我是像人还是像神？见多识广的吕状元知道，这是有东西在向自己讨口风了，答错了搞不好要家破人亡的。可现在问题就是，林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讨口风啊？你说呀，我是像人还是像神啊？你像人，你像人呐！精怪爷爷，我们一家都是苦命人，就是出来混口饭吃的，饶命啊，精怪爷爷！饶命啊，饶命啊，精怪爷爷！吕状元顾不上其他，连忙匍匐在地，对着林子那边不断地磕头。磕着磕着，他忽然看到林子的边缘有一双套着绣花鞋的小脚锥子似的立在那里。他缓缓支起脑袋，就看到一位身上套着崭新的花棉袄的小脚女人孤零零地在那儿站着。女人的大脸盘子很白，嘴巴却极小，眼珠子仿佛镶在脸上的黑珠子一下都不眨，整张白脸隐藏在黑暗中，如同飘在半空中的小气囊。你说我像人吗？这女人走起路来，身体如同没有任何骨头般扭来扭去。吕状元心中最后一丝希望被彻底浇灭了，这是碰到真的吗？
细娃子，细娃子，你快别睡了，快撒童子尿啊！一根点燃的柴火被吕举人哆哆嗦嗦地挑起，用力扔了过去。然而柴火直接从女人的身体中穿了过去。眼看着那小脚女人即将靠近火堆，她的身体却忽然僵停，大脑袋骤然向着东面的林子扭去。李火旺等人手中举着几枚发光的萤石，从里面走了出来。已经是晚上，把布条摘下来的白灵淼发现了一些端倪。李师兄，你看，这女子真邪门，她没有后脑勺的，正反两边都是脸。长剑出鞘，李火旺目光警惕地看着极其诡异的小脚女人。你是什么东西？我是人啊，难道我不像？小脚女人如同蜈蚣般扭摆着自己纤细的身体，开始转换目标靠近。李火旺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左手一掏，一个瘪下去的道铃出现在他手中。铃声响起，在场所有人在内，包括李火旺自己，都表情痛苦地捂着脑袋。李火旺没有停下来，因为在他的视线内，所有事物都剧烈地扭动起来，包括那小脚女人。他那崭新的花棉袄开始裂开，一些黑气正在不断地从里面往外冒着。铜铃对这个女人有效果。小脚女人逐渐崩溃的身体疯狂向林子里退去，没过一会儿就消失在李火旺的面前。铃声渐渐停下了。虽然没有招出尤老爷，但真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用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李火旺虽然拿到了丹阳子的道铃，可每次摇晃铃铛，四周的线条都只是乱晃，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凝聚成尤老爷。对这个世界随着见识的越多，李火旺反而越迷茫。高人，多谢出手相助，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呐！来，快过来烤火啊，这儿暖和。吕状元迎上来，十分热情地拉着李火旺向着篝火旁走去。跟刚刚那东西比，这位道爷身后跟着的这些怪物看起来都面善多了。有道爷镇着，这些玩意儿顶多只是吓人，刚刚那东西可真的会要人命。哎，这该死的畜生，要不是他忽然发瘟一样逃跑了，老汉我怎么会怠慢高人呢？那个绢花啊，快烤馍拿水啊，拿顶大的白面馍，再拿5个咸鸭蛋。老张，不用麻烦了，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问，随便问。小道爷刚刚可是救了我们一家老小的命啊，你想问啥都行。似乎感觉还不够热情，吕状元又把烟杆嘴塞进嘎吱窝里，用力擦拭，然后重新点燃，讨好地捧到李火旺的面前。多谢老张，我不抽烟。你知道刚刚我们遇到的是什么东西吗？想要安全地活下去，李火旺必须尽可能多了解这个世界才行。啊？啥？哎呀，我怎么知道呢？道爷，那讨风的东西不是被你赶走的吗？你不知道？我听到你说用童子尿，童子尿可以伤害到刚刚那东西吗？那肯定的，那些玩意儿啊，怕垢物。听说抹把鼻涕摸过去也有效果。最有效果的还得是童子尿，这玩意儿啊，阳气最足，而且又是垢物。真的？老赵，你之前用过？小
兴许有用吧。村里的老人都是这么传的，大家伙都这么说，那肯定错不了。李火旺无奈地叹了口气，怎么又是祖传下来的？这里的人传授经验都这么落后吗？那好吧，老张，那我问你知道的，像这种东西，你遇到的多吗？没有啊，这种邪门的事儿哪能天天遇上啊？要是那样的话呀，我早卖了家当，带着儿子回去耕田了。老汉，我出来也有这么多年了，总共遇到过4回。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李火旺在丹阳子身边待久了，他还以为外面到处都是黑太岁这种东西，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东西，普通人只是略有耳闻而已。这种事情怕不着的，出远门只要聚在一起，人多点就行。真的，人多阳气旺，那些东西就不敢动手。哪儿啊？他能吃多少人呢？真遇上了，跑得比别人快不就行了吗？担心这些，倒不如当心响马和大虫。李火旺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来，馍烤好了，趁热吃。罗娟花把几根用树枝串起来烤得焦黄的馒头送了过来，李火旺接过来递给一旁的童子。这几个都是他半路捡回来的，这些家伙一看能离开清风观，什么都不管就直接冲了出去。等李火旺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快要饿晕过去了。同门一场，李火旺顺道把他们都带上了。看到有热乎吃的，众人也不客气，都大口吃了起来。看着那大傻个一口一个馒头的场景，吕状元眼角直抽抽。这可都是白面馍呀，他平时都不舍得吃。老张，你有地图吗？实话说，我们不是本地人，在这林子里走着有些迷糊，不知道这是在哪儿。是的，李火旺之前迷路了，到处都是一样的林子，他根本无法确定方位。其他人来自天南地北，说起自己家来头头是道，一问目前在哪里都说不上来。看起来丹阳子似乎并不是就近找药引的。地图没有，不过这里的路啊我都认识，你们要去哪儿直接问我。李火旺从袖口中掏出一大堆纸条。老张，你看看哪个地方最近？我看看啊，你这写的是啥呀？吕状元把纸条拉远，用力地看着。如果他真是状元，也不会出来唱戏了。在李火旺的翻译下，吕状元终于明白了，好歹是走南闯北这么多年的老班主，地理方位吕状元还是记得很清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李火旺可以轻松到达。哎呦，好嘛，怎么连梁国都有啊？他们不是前些年跟咱们齐国打仗来着吗？吕状元蹲下，用旱烟杆头在地上划拉着，一个简单的地图呈现在李火旺的面前。这地图像一块大饼摔在地上，整个稀碎。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相互交错，此时他们的位置在大饼的左上角。看起来这有点像过去5代十国的时候，并没有统一。李火旺看到这地图时才确定，自己不是穿越到某个朝代去了，而是穿越到更加特殊的地方。哎呀，老汉我呢，也就在这地界儿北边跑跑，出了国呀，我就弄不清了。听说他们唱的戏跟我们这儿不一样啊。白灵淼顿时心中一紧，他家在梁国牛心山，似乎离这里很远很远。
李火旺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别慌。吕状元因为恐惧而压下去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哎，这位小道爷，您看这纸条上边有个建业镇，我们吕家班呢刚好也顺路，不如我们搭个班儿。建业镇，这是哪个人的？李师兄，我家在建业镇，而且镇上还有镖局，只要给他们银子，南平的条子可以让他们代送。那好，老张，这一路上就倚仗你了，我们搭伙去建业。粮食也吃得差不多了，还是先去镇上这种消息灵通的地方再说。如果可以的话，李火旺还想寻找所谓的名门正派。这么危险的地方，没有实力可是真不行。他可不想被另外一个丹阳子随意抓去。客气客气。吕状元心里乐开了花，这可是免费的镖师啊！这一趟下来，最起码把刚刚那些白面馍还有5个咸鸭蛋都赚回来了。哎呦，哎呀，这一不留神都聊到2更天了。哎，小道爷，你们先歇着吧，我来守夜。不用，今天还是我来守夜吧。李火旺不是客气，只是防人之心不可无。2拨不同目的的人围绕着温暖的篝火陷入梦乡，孤坐在那里的李火旺和吕状元相视无言。第2天一早，李火旺被守后半夜的狗娃叫醒了。师兄，李师兄，戏班子他们在收拾东西了。走吧，我们也出发。李火旺带着其他人跟上戏班子的脚步。刚上路，双方都有些拘谨。不过领头的李火旺跟吕状元一路上相谈甚欢。李火旺想要从吕状元这里获得更多消息，而吕状元更是想要跟高人拉近关系。反正说漂亮话，又不用花钱。哎呀，小道爷年纪轻轻就如此的厉害，将来成就那是不可限量啊！哪里，敢问老丈，我们这儿有什么知名的门派吗？特别像是我这样的。有，西京城里头啊有座和尚庙，听说里边的佛爷求子可灵验了。李火旺想起丹阳子曾经被和尚追杀过，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家寺庙的和尚。不管怎么说，跟丹阳子这种吃人畜生作对的，应该都是好人吧。不过道爷，您是道士，去和尚庙这不太合适吧？这话提醒了李火旺，这件衣服该换了。他撇开话题。老丈最近生意怎么样啊？还行吧？嗨，行什么行啊？咱们这地界啊，大旱完了又是大涝，老百姓都没钱，舍得看戏打赏的那就更少了。有钱人办白事舍不得请戏班子，都是吃趟席啊就算完事儿了。呸！真他娘的不孝顺。总会过去的，熬过这几年就好了。日子总是要想法子过下去，不是？我就想啊，等年景好了，就多跑几百趟，攒够了钱，就在西京城买下属于我吕家的戏楼。嘿，我就是死了，也能瞑目了。孩子们也不用再出来跟我一样受苦了。他们在家念书，说不定过些年呢，我老吕家真能读出个状元郎的。李火旺蛮羡慕吕状元的，他活到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有一个为之努力的目标。双方的气氛渐渐缓和，吕举人跟吕秀才不再把狗娃他们当精怪了，知道他们只是生了病，都是苦命人。当他们来到五里岗的时候，罗娟花已经熟到让白灵淼抱自己的女儿了。站在晒稻谷的平地上，吕状元看向屋檐下抱着碗吃晚饭的村民们。行了，五里岗人多，咱们就在这儿撂地画锅吧。吕家班开箱，把台子搭起来。李火旺也不急着走，刚好可以让其他人休息会儿。他对戏曲不太感冒，但是其他人都非常好奇，纷纷跑过去搭把手。高高的竹竿撑起几块大红布，整个戏台子正在初见雏形。躺在田地黄灿灿稻杆堆上补觉的李火旺忽然感觉到有人在捅自己的鼻子，睁开眼睛发现是白灵淼。白灵淼双手一举，一个金晃晃的东西出现在李火旺的面前。李师兄，你看，好亮的铜镜啊！他们唱戏的时候就是拿着这个化妆的。天还没黑呢，你怎么就把眼罩摘下来了？也不怕。李火旺忽然愣住了，他见镜子里的自己好陌生。李师兄，你怎么了？白师妹，我在清风观的时候就长这个模样吗？对啊，怎么了？镜子里的你有什么不一样吗？李火旺的手伸向铜镜里的自己，他的脸还是那张脸，却早已经不是少年了。如果医院是现实的话，那时候的我最多17岁，我现在多少岁了？除了混乱的记忆，李火旺同样还丢失了自己的年龄。他只能从样貌上勉强判断出，现在他应该没过30。李师兄，你怎么了？别吓我呀！我没事，只是想起一些事情罢了。赶紧把铜镜给人家还回去吧，吕家人唱戏马上就要用了。白灵淼抱着铜镜向戏台后面跑去。李火旺重新在骨杆上躺下。我活得真像一个笑话。意外的，李火旺心情非常平静，只是心中又多了一个目标，寻找自己的年龄。夜晚，明月当空，把简陋的戏台照得清清楚楚。听到有戏班子来，整个五里岗的人差不多都来了。对于农家人来说，戏班子唱戏可是十分有诱惑力的。吕家人戏班子很小，能上场的一共才6个人，又要吹拉弹唱，又要化妆演戏，根本忙不过来，所以他们只能适当的减掉一些项目。好在农家人也不挑这些。李火旺跟其他人一样躺在稻杆堆上，他没听过戏，也不知道唱的是哪一出，只认出来了画着黑脸举着关刀的吕状元。一场一场下去，晒稻谷的场地里，人们站得满满当当。台上吕家人演的是满头大汗，台下人看的是满面红光。只有李火旺仿佛一位看客。不知不觉中，月亮已经到了当中，吕家班的表演也接近尾声了。就在这时，穿着破烂衣服的罗娟花带着妆，抱着女儿，提着一个草篮子，哭丧着脸上了台。恨心事公把我干过。
唱到这儿，罗娟花用手轻轻在女儿的屁股上一掐。下面坐着看戏的农家人纷纷动了起来，他们或是掏出1-2枚铜钱，或是拿出一些苞米棒、马铃薯之类的粮食，家里厚实的也会拿出一些腊肉，向台子上抛去。谢谢啊，谢谢，谢谢。罗娟花卑微地跪在台上，一边抱着女儿，一边伸手把地上的东西捡到篮子里，还要时不时向下面喝彩的人鞠躬行礼。唱大戏的人都是这么要报酬的，也是不容易啊。一小块碎银子扔了上来，罗娟花捡起银子轻轻掂了掂，发现最起码有5钱。她一边继续唱着，一边对人群中唯一一个穿绸缎的胖老翁磕头。好好好，唱得忒好了。满脸红光的老翁一抬手，又是一块碎银子飞上来。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老爷，谢谢。我眯一会儿，你看着点。好的，师兄。李火旺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日上3竿了。其他人正在四周闲聊着，看起来大伙儿都围在这个稻杆堆里凑合了一晚上。远处的戏台子已经拆了，吕家人正在把那些行当往马车箱子里塞。赵武，我们还有几天的粮食？不多了，省着吃最多3天。李火旺把当初从料房内坑来的几10枚铜钱和一小块黑银子递给了赵武。去村子里换点粮食吧。队里有那么多年轻小伙子，粮食量消耗非常大。赵武想了想，伸手换来了一个模样好些的小道童，把钱放在他手中，轻声嘱咐了些什么。李火旺单手在稻杆堆上一撑，向着远处的戏台子走去。老张，我们什么时候启程？小道爷，先等会儿吧。这我儿媳带着秀不知道跑哪儿去了，等她回来呀，立马启程啊！那不就是吗？吕状元顺着李火旺的手指向着村头望去，看到手中拿着几尺布的罗娟花抱着女儿笑盈盈地向着这边走来，吕状元顿时火冒3丈。你是喝了迷魂汤发昏，你好意思让这么多人都等你？爹，不是你让我去村子里扯布吗？镇上的布贵。小大爷，没事了，咱们走吧。爹，先别走啊！我刚刚去买布的时候，可是揽到生意了。啊？啥生意啊？当然是唱戏的生意呀！雇主啊，可是昨天晚上给赏钱最多的那位老爷。爹，你去看看嘛。他说有些事呀，要跟你细谈。一听到这话，吕状元顿时走不动道了。他讪讪地对着李火旺笑。李火旺看他的表情，也明白了。吕班主赚钱要紧，多等1天的事。哎呦，罪过罪过！老汉呐，我去就回。吕状元乐滋滋地拽着儿媳妇向着村里走去。李火旺重新回到稻杆堆上，细细打量着干瘪的稻林。如果能驱使尤老爷，他的实力就会大大提升。必须想办法修好稻林才行。如果把灵璧回正了，这铜铃是不是就能用了？李火旺在稻林下面垫了一块方石头，再拿起一块石头对着鼓起的一侧用力敲下。李火旺顿时头痛欲裂，手中的石头都要拿不稳。这样弄不行，还是问问村子里有没有铁匠吧。几个道童拖着2个袋子向着这边走来。李火旺把稻铃收了起来，跟着傻子背上的赵武一起向那边赶去。
李师兄，我们只换到这些。道童虽然还是孩子，但却非常懂事儿能干，因为不懂事儿的已经被丹阳子杀了。李火旺伸手扯开麻袋，发现里面都是地瓜干。师兄，这些没油水的东西也顶不了几天，傻子一顿就能吃掉1斤半，而且这东西吃多了烧心。你们别扔让我少吃。李火旺皱眉，到建业城还有不少路呢，要是半路没了粮食，这10几号人总不能去啃树皮吧。他在怀里掏了掏，一个缠着红绳的金环被他掏了出来。李火旺伸手把金环塞到白灵苗手中，他又把玄阳的那块玉佩掏了出来，递给赵武。拿这东西去换吧。师兄，村子里边没当铺，别人也找不开啊，而且这些耕田的泥腿子都未必识货。就在李火旺为粮食危机困扰的时候，吕状元带着儿媳正在向这边走来。那个小道爷，老汉我生意上啊碰上点麻烦，能劳烦您帮个忙吗？吕班主，我也不会唱戏啊，恐怕帮不上忙啊。哎呀，是你能帮上的忙，就是我老爷叫我唱鬼戏。给鬼唱戏？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去祠堂对着那些先祖牌位唱戏罢了。既然没什么，那吕班主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个买卖？哎呀，我这也是头一回呀，心里有点虚不是？所以想请您这位高人在旁边镇着，我们才能安心。吕班主，这个忙在下还真帮不上。李火旺转身就要走，平时躲着都来不及，怎么会上赶着招惹？他跟吕状元最多只算结伴同行的，还真犯不上拼了命来帮他。小道爷，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趟戏的酒水钱，我们对半分怎么样？啊？我先前也不想接来着，可那胡老爷忒大方了，给了足足10两纹银呐，那可是1万枚铜钱呐。我的小道爷，您没成仙之前，你总得要吃饭不是？李火旺顿时停住了。他现在确实需要银子，不只是因为粮食，到了建业城一定要花不少钱。只要是人构成的世界，没有钱就是寸步难行。哎呦，小道爷，算老汉我求你了，不行吗？实在不行，你6我4怎么样？这年头赚这么多钱可不容易了。要是高人不来，吕状元是真的不敢接这个活儿，毕竟钱再多，有命花才行啊。这村子里有铁匠吗？啥？在吕状元的带领下，李火旺被带到了5里岗的唯一的铁匠铺。赤裸着上半身的大胡子打量着李火旺身上的道袍。你们要打什么？修个东西，不能敲也不能熔。你能把这东西复原吗？李火旺把铜铃掏了出来，要是能修好，然后召唤尤老爷，那这个钱或许真的能拿。哼，不能敲也不能熔，什么臭毛病！铁匠伸手把铜铃接过来，稍微摆动了几下后，拿出2个铁钳子来。哎，过来搭把手。大钳子很长，轻松的就伸进了铜铃瘪下去的2侧。2人咬着牙用力使劲儿，
那铜铃却纹丝不动。哎，稀奇了，你这玩意儿什么铜做的？怎么这么硬啊？铁匠弯曲手指就要敲打铜铃，被李火旺阻止住了。李火旺想了想，从腰间的一个巴掌大的小葫芦里倒出一颗丹药来，塞进自己的嘴里。丹阳子当初赏赐给他的丹药，今天再吃一颗就只剩下2颗了。一股热气瞬间从丹田穴炸开，涌遍了李火旺的全身。他深吸一口气，一手抓住一边的钳子，用力一拉。2个人都弄不开，你1个人还想？啊！铁匠的话刚说到一半，就看到那干瘪的铜铃居然被稳稳地撑开了。铁匠嘴巴张到最大时，那铜铃也恢复成原样。嘿，这有啥呀？我告诉你，小道爷道行高深着呢。李火旺离开了村子，孤身一人重新来到外面的林子。他心中带着几分期盼，摇起铜铃。随着铃声响起，那种天昏地暗、头昏脑胀的感觉立马就出现了。这一次李火旺没有停止，反而咬着牙用力地摇着。他感觉到四周的一切都在旋转，四周树枝的线条开始扭曲，脱离了原先的位置，逐渐开始凝聚成形。有戏！尤老爷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不过这次只有一只。尤老爷看起来像各种线条扭曲拼接而成的一团高频颤抖的东西，身体没有定型。李火旺感觉如果盯着尤老爷太久的话，会把他给盯散。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弯腰从地上挖起一块湿泥塞进嘴里。能听懂你说的话吗？李火旺想问尤老爷能不能听懂自己说话，结果说出的声音经过这扭曲的环境变得非常诡异，而尤老爷居然回应了：须听尊便。李火旺狂喜，尤老爷愿意帮忙。陪你帮忙，代价是什么？一次需要3个月的阳寿。没有其他选择吗？李火旺轻叹了一口气，果然，天上不会掉馅饼。天阳子也是这么交换的吗？尤老爷却不说话了。铃声逐渐停歇下来，李火旺捂着头痛欲裂的脑袋，在原地缓了好一会儿后，重新回到了五里缸。吕状元看着他满嘴的泥，欲言又止。这，小道爷，您这是？你刚刚说的买卖，我答应了。哎呀，太好了！我这就去跟胡老爷回话。哎呀！胡家在五里缸也算是大姓，全村差不多有1/3的人都姓胡。李火旺已经从吕状元那里知道了，出钱请唱戏的就是整个五里缸最有钱的地主，也是辈分最高的胡清河。哎呀，胡老爷说了，他往年也请过其他的戏班子唱鬼戏，啥事儿都没有。李火旺瞥了他一眼，不知道他说这话到底是在安慰谁。李火旺用手按了按腰间的铃铛，心中稍定，最好是别出事儿，毕竟请一次尤老爷可是要花3个月的寿命。李火旺他们很快就到了点了许多红灯笼的胡家祠堂。这会儿人很旺，李火旺他们都挤不进去。越过层层叠叠的人头，李火旺看到许多人对着黑色的灵位上香磕头。吕状元用手指着最前面那穿着绸缎衣服的老人：那就是胡老爷了啊。他说呀，唱完戏以后
请咱们吃饭。说话间，那些磕头的人起来了，恭恭敬敬地把祖宗的黑色牌位请下来，放在早已经准备好的半仙桌上。牌位很多，桌子也很多，把宽敞的3进门的祠堂都堆满了。牌位面前的桌子上面放着美味佳肴，红烛香、金元宝、黄纸整齐罗列在端菜的盘子里，供祖宗享用。唯恐照顾不周，祠堂的墙边上还立着10几个端茶倒水的纸人，估计一会儿要摆到桌子旁边候着。嘿，胡老爷真敞亮啊，亲自花钱请戏班子给祖宗们唱戏啊。是啊，难怪胡老爷家那几房都没病没灾的，都是祖宗们保佑的好呀。哎，我死后啊，也不知道能不能也有这份福气。等你的后辈也能跟胡老爷一样赚大钱吧。听着这些胡家人的话，李火旺心中稍定，这怎么看也不像会出事儿。吕班主，你过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你是遇上鬼多，还是遇上讨风那东西多？啊？这原来不是一回事吗？这怎么能一样呢？一个是人死后变的，一个是……李火旺可以肯定的是，丹阳子拿来炼丹的大姥姥、尤老爷，甚至那天晚上的小脚女人，都绝对不是鬼。就在这时，胡家牌位已经请好了，胡清河带着一大帮胡家人向着吕状元这边走来。哎呀，吕班主啊，辛苦你了。那个焦良啊，你带其他人帮吕班主搭台子去。好嘞。哎呦，嘿嘿，这多不好意思啊，胡老爷，您真是太客气了。吕班主啊，这唱戏的规矩你也知道，等宗主们出来看戏了，请戏的后辈就要离开，在家里闭门不出。祠堂这里就请你多照顾照顾了。应该的，胡老爷放心，有我在啊，祠堂肯定没事儿。没人看着，吕状元也不敢出差错，否则胡家人能把整个吕家班活埋了。还有啊，等开始唱戏的时候，活着的人就不能跟唱戏的人说话，免得祖宗们听得不舒坦。戏嘛，祖宗们托梦说阴间太冷清，要看点喜庆的，也不用唱一整晚，过了5更天，我儿子来接祖先的牌位归家，你们就可以歇着了。放心，胡老爷放心，绝对不会坏规矩。在胡家人的帮助下，台子很快搭好了。今晚登台唱戏的只有5个人，罗娟花没来，因为女人不能进祠堂。在胡清河吆喝下，刚刚看热闹的人群纷纷回家去了。吕家人开始登台唱戏，李火旺则待在后台候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整个五里岗都陷入了黑暗，只有胡家祠堂这里还亮着灯。李火旺拉开后台帘子向外面看去，台上热热闹闹，台下却一片死寂。不得不说，这还挺瘆人的。不过在清风观里走了一遭，这些场面还是吓不住李火旺的。但是吕家班就不行了，没一会儿功夫，唱戏的吕举人就忘了好几次词，敲锣的吕状元直着急。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们也慢慢进入状态。寂静的深夜里，唱戏的声音传出去老远，李火旺在这声音陪伴下，坐在后台闭目养神，听着听着，还听出一丝韵味儿来。不知道为什么，李火旺总是比这里的其他人更容易困，总不能真睡着。他索性把天书放在手中，琢磨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晚上守夜的时候，李火旺经常研究，但是除了更确定这就是一本劝人向善的经文外，什么收获都没有。2更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来到了3更天。3更天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5更天就是3点到5点。一般过了5点，村子里的鸡就要打鸣了。吕班主估计心都在滴血吧，为了请我，平白无故少了6两银，结果啥事儿都没遇上。这可是胡家祠堂，晚辈请长辈看戏，长辈们也不可能砸场子。就在李火旺以为今天晚上就会这么过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李火旺立马把天书一收，拉开后台帘子向外面看去。他看到无论是台子上唱戏的，还是旁边吹拉的，都僵在那里直哆嗦。他的视线向着台前望去，只见那天在林子里遇见的双面小脚女人，此时就在台子下面的凳子上，翘着2郎腿，跟着那些黑色牌位看着戏。这东西居然还跟过来了，难不成粘上我们了？别停，接着唱。李火旺把木板凳放在戏台的正下方，大马金刀地坐在那儿，盯着那小脚女人。吕家人鼓起勇气，相互使了个眼色。戏曲声再次响起，小脚女人的视线始终注视着台子上，仿佛她真的是来听戏的。敌不动我不动，我就不信到了白天，这家伙还待得住。祠堂里的地面上开始升起淡淡的薄雾，小脚女人终于动了。她伸出胖乎乎的右手，抓起盘子里的2根红蜡烛，塞进嘴里。没过一会儿，小脚女人身旁那八仙桌上的宝烛就被她吃光了，唱戏声又停住了，演小生的吕秀才更是被吓得哭出声来。八仙桌之间的纸人毫无征兆地开始动了，他们伸手从其他桌子上端走盛有红色宝烛的盘子，飘着送到小脚女人面前。吕家班所有人的身体剧烈抖动起来。别停，接着唱！李火旺的怒吼冲散了所有人心中的恐惧。唱！乐声再次响起，并且比原先更亮了。每个人用尽全身的力气唱了出来，似乎要把心中的恐惧彻底吼出。这下小脚女人不笑了，她和所有的纸人都阴沉着脸，死盯着李火旺。李火旺毫不在意，继续回瞪着。3更天就在这种怪异的气氛下过去了，进入了4更天。吕家班众人的嗓子都快要唱哑了，但是他们根本不敢停。这东西到底要跟我耗到什么时候？李火旺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干脆花3个月寿命，请尤老爷彻底把这女人解决。这时候台子下面所有的牌位莫名地开始颤抖了起来。吕家人彻底绷不住了，看到这一幕，小脚女人开始笑了。李火旺也轻轻笑了起来。我好像弄明白了，你似乎都想让他们恐惧你。如果你不像人一样有恶趣味的话，那么我猜你的食物不是那些蜡烛，而是他们心中生出的恐惧情感吧。看到小脚女人猛地站了起来，极其阴毒地瞪向自己的时候，李火旺知道自己肯定猜对了。吕班主，
接着唱。胡老爷不是说了吗？他家祖宗要听欢喜点的，如果怕风大晃了眼，就闭上接着唱。见计划彻底破产，小脚女人摆着身子，向着李火旺靠近。你说我是像人还是像神啊？我看你像个二卵子成精。李火旺单手从背后拔剑，向着那女人反冲了过去。3两步，双方就接触到了一起。李火旺挥剑就砍，寒光闪过，那女人被劈成2半，被切成2半的红色宝烛也从她肚子里掉了出来。空中半截女人的身体飞快地挪到李火旺的身后，欲摸向他的背。惨白的手指和李火旺的后背还有不少距离的时候，却仿佛被烫到了一般，缩了回来。这东西忌讳天书。李火旺把长剑一扔，直接掏出天书，抡圆了向着小脚女人的脸上直接拍去。小脚女人面露恐惧，转身开始逃跑。双方的形势瞬间倒转了，拿着天书的李火旺反而让那女鬼恐惧。那东西长着一双小脚，跑起来却一点都不慢。李火旺喘着粗气，隔着桌子看着对面的小脚女人，这样下去不行。给我滚！听到没有？别再让我看到你！小脚女人瞪了他一眼，然后摇摆着身子缩到墙角黑暗中去了。李火旺提着灯笼靠近了墙角，发现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吕状元从地上拿起李火旺扔下来的剑，小跑着过来，双手送到李火旺的面前。李火旺抓住剑柄反插到背后。你说我像人还是像神呢？李火旺心中一震，唱戏声还没停，这个吕状元是假的。瞬间，假吕状元扑了过来，惨白的双手穿过了李火旺的身体。李火旺感到刺骨的寒冷渗入身体，他的情绪不断低落，四周的一切都向着黑暗中陷去。假吕状元的双手穿过了李火旺的身体，李火旺感到四周的一切都在向着黑暗中陷去。就在他感觉到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他把手伸进腰间一拉，极其刺耳的铃声响起，那难受的感觉才迅速退去。李火旺的后脑勺重重地砸在地上，他咬着牙继续摇着铜铃，差点就被这家伙阴了。所有线条扭曲起来，又迅速凝聚成了怪异的聚合体。李火旺用手一指，尤老爷向着正在后撤的假吕状元扑去。那东西向着地上的黑色影子钻去，尤老爷身上的线条如同尖刀般把小脚女人的影子切割得支离破碎。那东西如同野兽般尖笑着倒在地上，拼命地挣扎。原来这东西的本体是地上的影子。在尤老爷的攻击下，假吕状元如同漏气的气囊般迅速瘪了下来，地上的人形影子形成一滩腥臭粘稠的黑色液体。就在李火旺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尤老爷窜回来，围绕李火旺迅速旋转。李火旺加大摇铃的力度，小脚女人从远处的一条蠕动的线条中闪了出来，另外一个小脚女人从她身影中分裂了出来，越分越多，越分越小。尤老爷开始攻击四周只有巴掌大小的小脚女人，然而攻击的再快也没有她们分裂的快。这些一模一样的小脚女人围绕着李火旺，一边分裂着，一边张开血红的樱桃小嘴，扭着那怪异的身子，用那极其尖细的声音开始唱起歌谣来。喜神乐，
起身相，一宽一让爱人心。起身啊，战无间我自心。起身怒气深悲，相提的笔来。起身，左手心开，右手长，从前来迎唱完的瞬间，他们的身体全部爆炸了，某种黑色物质从他们体内溅出，把四周扭曲的一切空间都彻底染成了黑色。李火旺感觉不对劲儿，停下手中的摇铃，准备先撤退。下一秒，他的脚如同钉子般被钉在原地，一种微弱不知来自何方的指引，让李火旺直直地抬起头来，看向正上方的天空。黑暗之中，似乎有非常宏大的东西在动。喜神！黑暗中，大大小小的轮廓开始浮现。不对，那东西感觉到了我的想法，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可是李火旺的身体不受控制，身子亢奋起来，他呼吸开始急促，脸上的青筋暴起，双手扯开身上的道袍，双手向上高举，迎接那黑暗中的东西。黑色的轮廓变得清晰而扭曲，李火旺已经能看到它了。他双眸中的血丝因为激动，甚至已经开始破裂，两条血泪从他眼眶滑落。绝对不能再看了，赶紧把眼睛闭上！李火旺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却毫无用处。他已经能看到喜神的头了。如果那一大串的混沌粘稠的东西真的可以被称之为头的话，黑暗里的东西忽然停住，向着漆黑的天空中缩了一大截，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拉它。天空中的黑暗随着公鸡打鸣声镜子般的破裂。李火旺恢复了知觉，他双手撑地，看着地上的石砖，大口喘着气。那些小脚女人到底招了什么东西？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扶着一旁的八仙桌，李火旺吃力地坐了起来。他抬头望去，空中什么都没有，仿佛刚刚的一切都是假的。天已经蒙蒙亮了，胡家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来接祖宗了。戏台子此时依然在响，吕状元他们确确实实唱了整整一晚上，一刻都不敢停。李火旺看着旁边各种黑色的牌位，才后知后觉地想了起来，刚刚那哒哒声好像就是这灵牌同时敲打桌子的声音。李火旺看着这些胡家祖宗的牌位，难道刚刚是他们出手帮助我？李火旺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他对着那些放着牌位的八仙桌子行了一个清风观道礼。多谢各位帮忙。礼刚行完，那些牌位忽然开始颤抖起来。李火旺手握道铃，警惕地后退半步。这是什么情况？谢礼都谢出坏事来了不成？天都要亮了，你们不回去，还在等什么？忽然，八仙桌上所有牌位齐刷刷向后一倒，一道熟悉且飘渺的声音从李火旺的耳边响起，让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坠入刺骨的冰窟之中。娃呀！爹，快看红烧肉！哎，红烧肉！一盘子油汪汪的红烧肉刚一上桌，6、7双筷子瞬间插了过去。
等筷子撤回去，连下面垫的梅干菜都不剩下半点。看看你们那饿死鬼一样的吃相，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吕家人没教养呢。爹，别教养了，往日过年都吃不上这么好的。瞧你那筷子上的肥肉，你吃的也不比我们少啊。哎呦，爹，你就让大伙吃吧。为了换这顿饭，昨天晚上咱可受了不少罪呢。这话一出，所有人眼中浮现出死里逃生后的庆幸。昨天晚上那真是有够吓人的，高人跟那精怪在下面斗法，他们在台子上差点吓得尿裤子。紧接着他们敬畏地看向正在沉思的李火旺。昨天晚上要不是有这位高人在，今天怕是就吃不到这顿饭了。小道爷年纪不大，却不是一般人。另一个菜被下人送上来后，众人的注意力立马又转移了。有手机！一双双筷子如同蛇信般在圆桌上方蠢蠢欲动，一根包浆的老烟杆挡在了鸡头上。规矩点啊！这只鸡不准动，等我去请小道爷过来一起吃。爹，别喊了，道士不吃肉的。放你娘的屁！不吃肉的那是和尚。我把话撂这儿啊，要是我回来看到这鸡少了一点皮，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吕状元恶狠狠地瞪了一眼最不安分的小儿子，抹了抹满是油的嘴后，转身向李火旺走去。小大爷，小大爷，哎呦，忙了一晚上了，一起吃点吧啊！你瞅瞅，胡家上的菜啊，那都是油水十足的硬菜啊！李火旺转过身来看向了他，又思索了一会儿。吕班主，你看到那些牌位是自己一起倒下的吧？那场景应该不是我的幻觉吧？小大爷，这我哪知道啊？我没您的本事，哪还敢乱看呢？我这整个后面都是闭着眼睛在台上唱的。李火旺轻轻叹了一口气，他再次回想起耳边的那一句话，虽然很轻，可是绝对错不了，那就是师父丹阳子的声音。两个世界的所有人，只有他才会叫自己娃。按理来说，李火旺现在应该会很紧张才对，可是他却陷入了迷茫，因为他连自己都信不过。我是精神病，病得还很重。如果说那是因为没有吃黑太岁病情复发，耳边出现幻听也算正常。可是那些忽然倒下的牌位，还有那个喜神又怎么解释？难不成他真的成仙了？啊，不对，他所谓的成仙功法跟服用的内丹明明就是我瞎编的，或者他根本成的就不是仙。可如果他不是仙，那他现在到底成了什么呢？他又为什么要纠缠我？小道爷，小道爷，您在想什么呢？大家现在都是自己人了，有什么难事儿您说。李火旺回过神来，不管真假，现在我能做的对策不多，不如先去所谓的西京城，找吕状元口中的和尚庙看看，他们也许知道什么。对这个世界，我还是了解的太少了。吕班主，我只是想起了一些琐事，上桌吃饭吧。吕状元高兴地连连点头，两人转身向着屋内走去。来到桌前，吕状元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桌子上除了那只烧鸡以外，别的菜已经被舔得干干净净。唉，吃的可真舒坦，估计皇帝老子也就这享受了。吕状元尴尬对着李火旺笑了笑，
外人面前不好发作，他只能双手端着那只烧鸡放在李火旺面前。小道爷，这鸡挺肥的，实在对不住，见丑了。李火旺拿起筷子扯下一条鸡肉塞进嘴里。没事，鸡也挺好吃的。刚吃没几口，旁边有一群人穿过长廊走进屋内。走在最前面的是吕状元的雇主胡老爷。哎呀，不错不错，哎呀，祖宗们听得满意的不得了啊！桌上的香烛吃得干净，这是好事啊！应该的，这都是老汉分内之事。吕班主啊，以后再次路过这里，可一定要到我们胡家来喝口茶呀！说着，胡老爷旁边的一位壮汉端着一个盖红布的托盘送上前来，掀开红布，露出10枚银晃晃的元宝。哎，说好的10两银子，你收好了。哎呦，多谢胡老爷赏，以后您还有活啊，只要托人带个话，我们吕家班不管在哪儿，都会尽快的赶过来。胡老爷走后，吕家人围着托盘，眼睛直勾勾盯着盘子里的元宝。吕秀才刚要伸手去摸，一根老烟杆打了一下他的手。吕状元从托盘里掏出4枚元宝塞进兜里，他再不舍，也只能重新露出笑脸，端着6枚元宝来到了正在吃饭的李火旺身边。小道爷，咱们说好的，你6我4，这是你的那份。好。李火旺直接把6两银子塞进怀里，他确实需要这些钱。那小道爷，您慢吃，我们去准备准备，咱明儿个接着赶路。吃饱喝足，吕家人都回去补觉去了。毕竟昨天他们一晚上没睡。李火旺询问旁边的下人：“有什么装银子的东西吗？”没过多久，李火旺牵着一头驴走出5里缸。驴的背后拉着一个板车，上面还堆满了一袋袋粮食。6两银子不算多，买不起马，买头老驴还是可以的。有了这东西，一路上粮食什么的不用背着了。李火旺看到其他人依然窝在田地里的稻杆堆里，他们应该是怕他们奇特的样貌会吓到村里人。走近后，李火旺发现他们正拿火烤地瓜干呢。他从车上一提，一只香喷喷的烧鸡被他拽了出来。来吃这个吧。吃了这么多天的干粮，他们忍不住冲了过来。每个人分不了多少鸡肉，但是每个人都啃得格外认真。李师兄，这鸡和这驴车都是哪儿来的呀？昨天晚上你又去了哪里？李火旺简略地描述了起因跟过程。听完后，白灵淼把手中的鸡脖放了下来，他听着声音爬到李火旺身边，心疼极了。李师兄，是我们这些累赘拖累你了，要不是我们，你根本没必要这么拼命。跟你没关系，那东西肯定早盯上我们了，哪怕没有昨天晚上的事情，早晚也会撞上来。而且啊，将来谁是累赘还不一定呢。李火旺想了想，伸手握住了少女的手。白灵淼羞涩地向后缩了一下，但是又马上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李火旺又想了想，把视线瞥向一边，缓缓松开了手。然而就在这瞬间，那双柔软的双手迅速追了过来，再次紧紧地握住李火旺的手。休整了一晚上，两帮不同的人再次出发了。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建业镇。
这将会是李火旺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的大规模人类聚集地。小道爷，五里岗距离建业镇不远，这么下去差不多4、5天就到了。李火旺扭头看向被傻子驮着的赵武。怎么样，快回家了，高兴吗？之前赵武说过，他家就在建业。这些天接触下来，李火旺感觉赵武的脑子非常好用，只不过是因为身体行动不便，又不认识字，没有发挥出潜力罢了。哎，赵武，眼看都要到你家了，你不得请咱们兄弟几个去趟酒楼吗？我这样的废人，回家了又如何？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窝在家里，也只是当饭桶罢了。他这句话戳中了所有药引的心。能在料房待着的，除了李火旺，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哪怕回到原来的地方，他们依然是被排挤的异类。逃脱了死亡的恐惧以后，重新回到那个被人鄙视的环境中，也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谁说你是废物？趁着这段时间没事，我来教你炼丹，能记多少记多少，回家当个赤脚郎中，也不至于饿死。赵武愣了一下，紧接着激动起来。李师兄，我不学炼丹，您可以教我认字吗？为什么要学认字？多学几个丹方，回家行医，有个饭吃不是挺好的吗？倒不是说认字儿没用，但是读个小学还要5、6年呢。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文盲认字儿，这可是大工程。不碍事，不碍事，学不来多少也没关系，能学多少就学多少。虽然李火旺不理解，但是既然赵武想学，那他当然可以教。傻子，把你背上的赵武放驴车上，我教他认字。赵武什么都不会，李火旺只能用木口人这种简单的文字启蒙。教着教着，李火旺发现附近很安静。他抬起头来，发现包括吕家人在内都在专心致志地听着，他们脸上还带着敬畏，仿佛李火旺在做什么庄严神圣的事情。吕状元一手提着2条腊肉，一手硬拽着小儿子向这边靠过来。那个小道爷，小道爷。吕状元还没开口的时候，林间小路的后面就扬起阵阵尘土。不多时，一匹马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从马上跳下一个大胖小子。呦呦呦呦，胡少爷，您慢点慢点，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哪也不去，我跟你们一起去上戏去，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天天听戏了。哎呦，您快别开这种玩笑了，赶紧回去吧，别让您爷爷担心啊！嗨，放心，我给钱。一个金子铸成的长寿锁被胡少爷硬塞在吕状元的手中，吕状元捧着金子左右为难。不过很快，有人从后面骑马追了过来。大爹，你别拽我，我不回去，我要唱戏，我正唱戏！一巴掌甩在胡少爷脸上，少年的脸迅速肿了起来。你居然当戏子，你是有多贱呐！啊，那是下九流中的下九流，你要敢当戏子给胡家丢人的话，老子他妈的揍死你！那人一把扯过吕状元手中高举的长寿锁，扛着儿子，带着2匹马绝尘而去。李火旺重新看向吕状元，等待着他刚刚没说完的话。吕状元尴尬地站在那里，似乎想说点什么，又没发出任何声音。一向十分圆滑的老人，第一次束手无措地像个孩子。最后他还是什么都没说，拉着自己的儿子
向着旁边的马车走去。本来就有点驼背的他，驼得更厉害了。离开五里岗有点时间了，细长的林间小路逐渐变宽，地上开始密集起来的脚印跟畜生的粪便，让李火旺明白，建业镇应该快到了。赵武，吕班主他们这样演戏的人，身份都很低吗？拿着树枝练字的赵武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李火旺，紧接着又望向前方的吕家班。虽说唱戏的时候能被台下的人叫好，可是他们就像勾栏院子里的女人一样，喜欢是一回事儿，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戏子是九流里面的最下等。是吗？那都是哪九流啊？1流帝王相，2流官军将，3流深谷商，4流派教帮，5流公熟将，6流一地农，7流乌乞奴，8流盗骗抢，9流耍戏娼。9流的待遇也不同，比如下3流的人就不能同良家通婚，衣着乘坐也有所限制，他们不能骑马，不能坐轿，也不能穿锦绫绸，甚至告官的时候都要弱3分。赵武如同被绕口令一样熟练地脱口而出：你知道的还真不少。李师兄客气了，这些事情应该大部分人都晓得。说起来，李师兄你过去是哪儿的人啊？为何连这都不知道？赵武早就察觉到了李火旺的不同之处，只是今天才找到机会问。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李火旺懒得说明来历，费劲儿不说，这帮人还未必理解得了。见李火旺不答，赵武也不追问。咱们这儿还好了，无论是哪一流，皇帝都让考科举。虽说不一定能成嘛，可至少是个念想啊。我听说别的地方下3流的人连考科举都不准，祖祖辈辈都翻不了身，戏子只能一辈子是戏子。李火旺对这个世界又有了新的认识。那像我这种道士呢？道士是3教之一，不在9流。大部分人遇到道士还是比较尊敬的，毕竟神神鬼鬼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这番话让李火旺打消了脱下道袍的念头。接下来要走南闯北，穿上这身道袍，明显比一身布衣会方便得多。对了，赵武，像丹阳子那样存在的人呢？他们的地位应该很高吧？李师兄，说实话，我在没有被他抓走之前，都不知道世间真的有人可以那么厉害。我以为那些都是说书人瞎编的呢。这么回事吗？看起来这些地方消息的确很闭塞。按理来说，丹阳子这种存在的人应该有不少才对，本地人居然不知道。不过像丹阳子那样的人，应该也会有人克制，要不然他也不至于要跑到深山老林里偷偷修仙。小道爷，你快看那城门，咱们到了。路的尽头出现了一排布满青苔的低矮城墙，那里就是建业镇了。吕家班顺利地走了进去，但是李火旺等人的长相实在是太特别了。进来还没一会儿，镇上的捕头就拿着刀带着人来找麻烦了。哎，站住站住！这是怎么回事？严捕头，是我，他们都是特意送我回家的。捕头顿时敌意大减，把刀收了起来。哈，是赵家老五啊！你这段时间跑哪儿去了？哎，让他们几个买几个挂布斗笠遮着脸吧，别吓到街坊四里。哎，多谢了严捕头。那个，我家最近还好吗？当然好了。哎，对了，你二姐啊嫁了个好人家，快回去看看吧。为了避免麻烦，李火旺在赵武的带领下买了好几个带黑布的斗笠，至少现在他们吓不到人了。赵武，你家在哪儿？先去你家吧。
看着四周熟悉的一切，赵武情绪激动起来。四肢无力的他双手吃力的在驴车上一撑，跳了下来。李火旺拔出身后长剑递给了赵武，紧接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张遗言条，开始梳理起来。赵武双手拄着长剑，跌跌撞撞地向着家里赶去。建业镇其实并不大，赵武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家，那是一家小小的米铺。爹，我回来了。米店里的所有人都抬起头来，一位赤裸上半身的健壮小伙兴奋地冲出来，死死地抱住了赵武。我爹！紧接着，一个小丫头也冲了出来，她围着赵武直转。李火旺感觉不对劲儿，除了这2个人外，屋内的其他人表情都非常平淡。李师兄，怎么了？李火旺在白灵苗手背上拍了拍，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爹，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我跟刘备可担心你了。赤膊小伙搀扶着赵武就向屋里面走去，李火旺抬脚跟上。你怎么回来了？爹，我被人用麻袋蒙着脑袋抓走了，他们把我带到了很远的地方，是我的这些朋友送我回来的。赵武的父亲瞥了一眼戴着斗笠的众人，都散开，都散开！你们这样堵住门口，我们怎么做生意啊？李火旺很不爽，你们父子关系不和关外人什么事儿？他一把抢过赵武手中的长剑，寒光一闪，锋利的刀刃径直划过桌柜。你要干什么？镇上的捕头可是我亲戚。李火旺右手掏出1两银子，用泛着寒光的刀刃缓缓削下一小块来，紧接着将那碎银子推到赵武的父亲面前。买米。米铺的小后院内，赵武正在给李火旺倒茶。李师兄，你消消气，我爹就那样，他本心其实还是蛮好的。李火旺端起茶杯一饮而尽，他也懒得管了。他过来不单单是为了送赵武，他把7、8张纸条推到赵武的面前。这些遗言纸条是国内的，既然建业城你熟，那找个靠谱的镖行，把他们都捎过去吧。李师兄放心，我保证办到。行，就这样吧。你在家好好待着，我们走了。这么快就走吗？中午不在我家吃饭？这一别，说不定以后再也见不到了。算了吧，别忙活了。看刚刚赵武父亲的态度，这顿饭恐怕也吃不安生。我这几天教的字一定要记住，尤其是你的名字。会写名字，至少不是纯文盲。这时，旁边一位浑身长黑毛的女药引忽然冲上前来。回家后，好好查查，说不定你不是被人绑走的，而是被你爹卖了。众人一时间鸦雀无声。小满是个患有多毛症的女人，平时基本上不开口说话，今天实在让李火旺有些惊讶。等赵武的三哥扛着米过来，李火旺一挥手，让傻子带上米，带着其他人离开了。走到人来人往的马路上，李火旺等人寻找着落脚的客栈。小满，你为什么会认为赵武是被他爹卖掉的？虎毒还不食子呢，他未必有那么坏吧？可是人比老虎毒多了，我就是被我爹娘卖掉的。所有人都站住了，震惊地看向了这个女人。区区2两银子，他就像卖牲口一样把我给卖了，连头都不回一下。感受到对方心中的痛苦，白灵苗走了过去，轻轻地抱住了他，安慰地拍着他的背。
他都把你卖了，那你还回去吗？回去。李火旺猜得到，小满回去的目的恐怕跟白灵淼他们不一样。李火旺用手向着街道左侧的牌匾指了指：“东来客栈，我们今天就住那儿吧。”客官是打尖还是住店？住店，一间房多少钱？我们这儿啊，分甲、乙、丙3种，甲号房90文包吃食，乙号房60文但不包吃食，丙号房20文，不过要跟别人同住。客官，您这一共7位大人，5位小孩，您可以选4间乙号房。咱们客栈屋子宽敞，一间屋子睡3个人没问题，2大人带着1小孩一块睡也安全些。行，就按你说的办吧。好嘞，贵客12位，乙号房4间，楼上请。当心台阶。夜晚，李火旺靠着窗前，看着外面街道上行走的古代人，他终于有时间好好观察这个世界。牵马的壮汉，拿扇的书生，提着花灯的小孩子，还有用扁担担着吃食的驼背小贩，一切是那么的真实，又和李火旺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忽然他恍惚了一下，下一秒他浑身肌肉紧绷起来，因为他在街道上看到了杨娜。火旺，你快醒醒啊！浑身冷汗的李火旺连忙后退一步，紧接着又迅速扑到窗户上，结果发现那只是一位跟杨娜样貌有几分相似的黄花闺女罢了。也是，我都长这么大了，如果杨娜真实存在，她怎么可能还是少女？幻觉难道又要开始了吗？进来吧，门没关。李火旺本以为进来的会是跟自己住一起的狗娃，结果是白灵淼。他双手捧着一个荷叶包送到李火旺面前，荷叶里是几个热气腾腾的大包子。李师兄，饿了吧？给，吃包子。李火旺伸手抓起一个塞进嘴里。白灵淼安静地看着李火旺，看到他吃完了，就立马贴心地递上一个新的。这地方挺特别的呀，大晚上的还有包子卖。这不挺常见的吗？要说特别，还是傻子特别，他吃包子居然站错。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喜欢这种吃法。我没给你钱，你哪来的钱买的包子？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喜欢这种吃法。我没给你钱，你哪来的钱买包子？白灵淼目光闪躲，他从腰间掏出几大块银子，双手捧着送到李火旺面前。李师兄，我把那金角还当了，你一个人太辛苦了，我也做不了别的，就只能这样帮你了。李火旺把手伸进怀里想拿钱，它已经融掉了，再赎不回来了。李火旺张嘴愣住，白灵淼得意地笑了，他把手中的银子塞到李火旺的怀里。放心吧，那本来就是我娘给我傍身用的，不是家传的宝贝。李火旺也不再坚持，他把那些银子仔细清点后放好。等一切都安顿下来，我给你买个更大的。我等着。就在这时，狗娃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看到蹲在墙角的李火旺二人，就要往外走。看错客房了，实在对不住啊，我这就出去。白灵淼脸红着，一把推开狗娃，然后跑开了。
李师兄，讨老婆嘛，样貌不重要，性子才重要。您可别嫌弃白师妹浑身白呀。别废话了，好不容易有床睡，赶紧洗洗睡吧。昏昏沉沉中，李火旺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林子当中，他疑惑地用剑劈开树枝，向着前方的火光赶去。靠近后，他看到白灵淼他们正跟母亲以及杨娜围着篝火烤地瓜干。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李火旺就要向那边走去。忽然间天地骤变，李火旺发现那个长着3个脑袋、浑身长满羽毛又有100丈高的丹阳子赫然站在那里。爸呀，干得不错，要引都带回来了。丹阳子举起手中巨大的石柱，狠狠地向着脚下的那篝火堆砸了过去。等等！李火旺猛地坐了起来，他深吸了几口气后，才反应过来，刚刚的一切只是在做梦。李师兄您醒了，我特意给您买了扁食，趁热吃啊。李火旺捂着有些胀疼的脑袋坐到了桌边，发现所谓的扁食跟馄饨差不多。现在是什么时辰了？辰时刚过，睡晚点没事儿，反正今天不用赶路。李火旺大口大口吃起扁食，没过几下就吃完了。谁说今天没事儿？走，我们去买赶路时需要用得到的东西。刚刚的梦境在李火旺脑海中一闪而过。我带别人去买东西，你去问问吕状元什么时候可以走，越快越好。如果他不能走，那我们提前走。之前剩的银子，再加上白灵淼给的那些银子，可以再补充点必备品，最起码需要买一些被子和席子，还可以买口锅，这样路上也能吃点热乎的了。零零散散的东西多了，一辆驴车不够用。当他和吕状元在城门口会合时，队里又多了一辆驴车。哎呀，还是小道爷能耐呀！这一路上走来，家当是越攒越多。我估摸着，等您再走个1年的，怕不是腰缠万贯了吧？吕班主，建业到西京城远吗？路宽了，人也多，路上有不少背着包袱一同赶路的，看起来都是去西京城的。不远，再走个10几天就到了。那个和尚庙，除了他们那儿求子厉害，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嗨，和尚庙就和尚庙呗，哪儿的和尚庙里不是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吃斋念佛呀？李火旺轻叹，看来这种事情还要亲自上门询问才行。平头老百姓稀里糊涂的活着，对这方面的事情根本没有概念。哎，小道爷，您看前面有个和尚，你问我不如问他，他兴许就是那个和尚庙的。李火旺抬头望去，发现路边真的站着一位光头僧人。仔细一看，他顿时皱紧了眉头。这人看上去更像是剃了光头的老乞丐，模样要多寒碜有多寒碜，浑身上下的僧袍全是补丁和破口。他咧开嘴，露出缺了门牙的一口黄牙。阿弥陀佛，你找我有事啊？你是和尚？老和尚摸了一下脖子上那串用果核穿起来的佛珠。对，我是和尚。敢问大师，您是哪座寺庙的高僧？我没庙啊，这不往北边去找吗？听说那边和尚庙多，而且还能管饭呢。李火旺不平不淡地点了点头，转身回去了。他不打算理会这个假装和尚的老乞丐，
对方却像一块牛皮膏药一样贴了上来。嘿嘿，你也是去找和尚庙吗？那咱们一道啊。哎，可是你们道士应该不信佛祖吧？李火旺警惕极了，直接当老和尚不存在。他在驴屁股上一拍，带着众人快速离开。然而心中单纯的傻子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儿。你没带吃的，会饿死。怎么会饿死呢？林子里什么都有，野果子、野蘑菇、野菜的。我也吃过野果。傻子，别跟他说话。哦。老乞丐感到无趣，就离开了。暗中握紧道铃的李火旺松了一口气。防人之心不可无。沿着这条土路走了1个时辰，日头挂在天空的正中央，新买的白馒头送到了每个人的手上。他们就着几个咸菜罐子吃着晌饭。李火旺回头看了看，忽然发现少了一个人。傻子呢？刚刚去林子撒尿了，该不会变拉屎了吧？喂，傻子，你在里面吗？听到狗娃大喊，傻子的大脑袋顿时从林子里钻了出来，他嘴里鼓鼓囊囊的，似乎在嚼着什么。你吃什么呢？林子里的野白米饭，不要钱。傻子说完，又缩回林子里去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李火旺走进了林子，顿时瞳孔一缩。傻子跟着刚刚的老乞丐正蹲在一个小土包面前吭哧吭哧地吃东西，小土包的顶端还放着几张黄纸，用块石头牢牢压着。起来！祭坟的东西你也敢吃？活腻歪了是吗？不是说了别跟这要饭的说话吗？我没跟他说话。跪下，赶紧磕头赔礼道歉。傻子对着坟包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后，李火旺伸手把他拉了起来。这鬼地方什么都有，李火旺不敢赌，万一处理不好就麻烦了。他把身后长剑拔出，直指那老乞丐的鼻子。我不管你有什么目的，离我的人远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不等那人回话，李火旺拉着傻子转身就离开了。我不是要饭的，我是和尚。那人继续蹲在那里吃着死人的贡品。李火旺重新回到路上，一行人继续出发了。最近几晚都别睡那么死，可能要出事。虽说傻子已经磕头认错了，但是天知道那坟墓里的东西脾气怎么样。其他人马上明白了，轻轻地点了点头。日落西山，夜色降临，路上的人纷纷走进路边林子里去捡柴生火。围绕着2头驴车，李火旺把篝火生得很旺，并且还让其他人去林子里砍了足够多的柴火。今天没有月亮，四周一片漆黑，树枝随着微风摇晃，仿佛里面有着无数东西隐藏其中，窥探着火堆周围的人们。其他人都睡着了，但是李火旺却没有睡觉。除了四周的林子外，他的心还要分一部分到老乞丐身上。如果他来了，李火旺刚好也可以借此机会来看看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漫长的等待下，终于来到下半夜，最容易犯困的时间。李师兄啊，那地方刚刚是不是有张脸啊？李火旺迅速望去，却只看到一片黑暗，
你确定吗？不确定。兴许是我眼花了吧？别说话了，安静。李火旺假装盯着面前的篝火，用余光向着那边瞥去。在微弱的火光照映下，他看到了一张丑陋的面孔缓缓从黑暗中露了出来。让李火旺头皮发麻的是，这颗脑袋后面慢慢的冒出更多的脑袋来，一条条白光在脑袋下面时隐时现。等等，白光！李火旺猛地站了起来，抓起篝火堆中点燃的一根柴火就扔了过去。站住！你们什么人？睡梦中的其他人都被吵醒了，翻滚的柴火扔到那些脑袋下面。李火旺看到他们都有脚有影子，马上明白这些人是活人。其他人也看到了他们手中的大砍刀。枪马来了，快跑啊！人群瞬间炸了锅，所有人纷纷背起细软做鸟兽散。他娘的，被发现了！快牵马过来！马蹄声响起，这些劫匪们提着刀向着路上行人追去。快往林子里跑！他们的马在林子里跑不起来。听到老乞丐这么喊，其他人纷纷远离大路，冲进四周树林。但是像李火旺这种有驴车的却跑不了，驴是不可能跑过马的。李火旺回头，发现一匹大马驮着一位胡子拉碴的劫匪，那人拿刀向着一位老妇人砍去。李火旺迅速掏出一颗药丸塞进嘴里，一股热流瞬间涌向全身。他双脚一蹬，正要向着那土匪冲去，老乞丐忽然从旁边冲出，一把推开那老妇人。马上的高德秋眼中露出一丝不屑，刀都不举，他一拉手中缰绳，马蹄径直向着老乞丐踩去。高德秋的脸上露出残忍的笑容，他平时当响马，除了玩女人，也就这点血腥的爱好了。然而下一刻，他看到一道人影从前方冲出，一拳头重重地砸在马头上。正在前冲的马硬生生地被改变了方向，向着右侧倒去。高德秋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内瘪的马头，眼睛越瞪越大。下一刻，他的脑袋就跟他的马落得了一个下场。见到强敌，其他土匪纷纷吹着响哨，召唤更多同伴过来帮忙。然而李火旺马上让所有劫匪明白过来，别惹不该惹的人。闷声不断从昏暗的土路上响起。折了好几人后，这些土匪慌张地离开。快撤！电子营，搞不好是见天司的人。撤！拳头满是血的李火旺站在那里，大口喘着粗气。他看向老乞丐，经过刚刚那一出，李火旺断定这家伙不是扮猪吃老虎，他就是猪。在李火旺的注视下，那老乞丐站了起来，走到一位被土匪砍死的人面前，双手合十，跪拜着。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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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一个发音不怎么标准的阿弥陀佛，就这么被翻来覆去的念着。念了几十遍后，老乞丐走到一旁林子里，开始用手刨地。漆黑的林间土路上，李火旺举着火把，带领着其他人往前走着。天还是黑的，可惊魂未定的他们并没有感到任何困意。驴车上堆着一些割下来的马肉，除了抢匪尸体上的几块碎银子外，这是李火旺仅有的战利品了。差不多了，就在这附近歇到天亮吧。很快，火把相互堆在一起，重新形成了一个新的篝火。睡不着，眯着也行。明天还要继续赶路呢，保持体力。我来守夜。整个土路再次恢复安静。李火旺扭头向着刚刚走来的路看去，那里一片漆黑，看起来那老乞丐不把那些死人都埋完，是不会跟过来了。这地方还真乱，
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够危险了，人类不抱团取暖不说，还互相残杀。李火旺用长剑捅了捅快要熄灭的篝火，村子里那些跑散的人逐渐向着李火旺的篝火边聚集，很快篝火边又逐渐升起好几堆小篝火。李火旺一点也不担心吕家人他们，刚刚就属他们跑得最快。吕状元不愧是老江湖，那么抠门的人也要用马拉车，他肯定早就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天渐渐亮了，其他人醒过来，烤起马肉当早饭，准备开启新的路途。别管好不好吃，至少马肉可以很好的给他们补充体力。一道颤抖的人影从后面走了过来，是老乞丐，看起来他埋了一晚上的人。清晨的露水打湿了他的破烂僧袍，他在靠近篝火的地方蹲了下来。见李火旺正看着自己，那乞丐憨憨地笑了笑。李火旺虽然认为像老乞丐这样的烂好人不容易在这危险的世界生存下去，但是谁也不会排斥跟一个好人接触。李火旺递给乞丐一个馒头。愿佛祖保佑你。你口中的佛祖是哪位佛祖？啊，佛祖不就是叫佛祖吗？还分哪位？唉，赶紧吃吧，这世道有你这样的人也少见。希望你不是骗我的。我可是和尚，和尚不能骗人的。念经只会念个阿弥陀佛，连自己信的佛祖是谁都不知道，你这算哪门子的和尚啊？孙秀才说和尚都是光头，我就剃光头。王裁缝说和尚不能讨婆娘，我就不讨婆娘。刘捕快说和尚不能吃肉，我就不吃肉。我看到别的和尚在喊阿弥陀佛，我就学着喊阿弥陀佛。我都做到了，怎么就不是和尚了？李火旺哑然失笑，这个和尚当的比自己这个道士还假。这也不能代表你就是和尚啊。那你说和尚应该是怎么样的？李火旺回答不上来这个问题。老乞丐的话大愚中又透着一种大智慧。不知道为什么，李火旺在他身上看到了丹阳子的影子，他们都在愚昧中懵懵懂懂地坚持。我猜你应该不认识字吧？你怎么知道啊？你们道士都这么能掐会算吗？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当和尚呢？当初要不是有一个和尚救我，我早就死囚了。从那天起，我就发誓我也要当和尚，而且一定要当一个好和尚。说话间，吕家班从远处正在往回赶。李火旺拍拍屁股站了起来，向那边走去。接下来路上没有再发生任何意外，老和尚也一直跟着。有时候看到他饿到嚼生野菜，李火旺就偶尔救济他一两个馒头。就这么样走了10多天后，西京城到了。连成片的青砖城墙高大宏伟，站在城门口向上仰视，巨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终于到了吗？李火旺彻底放松了，还好噩梦中的场景没有出现。小大爷，西京城的客栈不能乱住，那可宰人了。我带你去一家客栈吧，绝对便宜。等等，你之前说的那个和尚庙在哪？在吕状元的带领下，李火旺向着西京城香火最鼎盛的正德寺走去。还没看到寺庙，李火旺就闻到了佛门之地特有的檀香味儿。宽敞的街道拥挤起来，
老翁、妇人、大人、小孩手里都拿着好几摞香。李火旺立马明白，这些人都是去拜佛的。这家寺庙的香火一直都这么旺吗？那是当然，正德寺的菩萨可是很灵验的。我儿媳妇在这里求了一次就怀上了，而且正德寺的大师们人很好的，平日里隔三差五都会向穷人补粥呢。是啊是啊，西京城里能有一座这么好的寺庙，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在李火旺的印象中，绝大部分寺庙都建在山上，建在城里的寺庙比较少见。不过他现在更在意的是另一部分。正德寺。李火旺马上回想起，郑坤和丹阳子就是被正德寺的和尚追杀过。李火旺的心加速跳动起来，他找对地方了。拐弯后豁然开朗，干净整洁的石板一路铺到宽大的阶梯之下，阶梯的尽头就是一座香烟缭绕、枣红墙壁的庄严寺庙。寺庙上方的黑色牌匾用朱红色写了3个大字“正德寺”，上联“修德重因，法身圆妙”，下联“水清月现，欲盖尊严”。小道爷，我就不陪您进去了，您请便。啊，对了，西京城跟建业不一样啊，晚上是要宵禁的，您记得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啊。李火旺跟随着香客们一路走进寺庙，几座大殿坐落眼前。寺庙找到了，可是下一个问题难住了他，应该怎么跟这寺庙的和尚接触呢？直接说自己是丹阳子的弟子，怕不是要被他们一掌拍死。没等李火旺想出对策来，正德寺的和尚就先靠了过来。毕竟哪怕是在拥挤的人潮中，李火旺身上的道袍也太过于惹眼了。阿弥陀佛，贫僧监顿有礼了。大师父，幸会，在下玄阳。施主作为玄门弟子，必不是来烧香拜佛的吧？这边请。李火旺点了点头，跟着他向着旁边的侧门走去。看着前面和尚头顶的戒疤，李火旺心中琢磨着接下来该怎么说。两人在威严庙宇间不断穿梭，门口人群的喧嚣逐渐退去。最终他们在一棵黄灿灿的银杏树下，一组石桌石凳面前停了下来。施主，请。监顿和尚坐下，双手不紧不慢地转着一串佛珠。他没有问李火旺哪门哪派，把佛门弟子的清心淡欲表现得淋漓尽致。丹阳子死了。黄褐色的佛珠四处散落，胖和尚又站了起来。李火旺暗暗点头，这里的和尚果然跟丹阳子接触过。那牛鼻子老道真的死了，此事事关重大，还请施主一一道来。除了隐瞒自己拿走所谓的天书外，李火旺把清风观发生的一切都告诉眼前的和尚。大师，那种情况下的丹阳子真的可以成仙吗？又或许说他成的是别的东西。施主当真听到丹阳子在你耳边说话？千真万确，而且不单单只是幻觉，还有那喜神的异常。那无法被直视的喜神本来要从黑暗中爬出来吃了我，可他那隐藏在黑暗中的身体似乎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虽然没有理由，但是我总觉得那个拉了一下喜神的东西就是成仙后的丹阳子。施主，请稍等片刻，此事关系重大。监顿对着李火旺双手合十，就匆匆离开了。
他的态度已经表达出了一些信息。李火旺抬起头来，看着那空中的云彩。果然，丹阳子的事情没这么容易结束。坚盾回来的比李火旺想象的还要快，最多不过半炷香，手中拿着一串新佛珠的他匆匆走了回来。宣阳施主，这边请，方丈要亲自见你。李火旺在庙宇间穿梭了好一会儿后，最终停在一座宏伟大殿的面前。透过扒开门的殿门，李火旺看到里面5座双腿盘坐、姿态各异的巨大威严金佛。佛像面前的蒲团上坐着一位身穿袈裟的背影，那人头顶上还戴着一顶类似唐僧戴的五佛帽。在那5座巨大金佛的注视下，李火旺不由自主地开始放缓了脚步。诵经声停了，盘坐在蒲团上的和尚缓缓转过身来。李火旺顿感意外，那是一位眉毛胡须皆白的老方丈。奇怪的不是他异常和善的样貌，而是他的眼睛，那是一双粉色的眼睛。李火旺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他跟白灵淼一样，都患有白化病。阿弥陀佛，老衲新会有礼了。在下玄阳，见过方丈。李火旺行完礼，就坐在新会对面。方丈，关于丹阳子，宣阳施主，你可认识这殿内的5座佛祖？见李火旺摇头，新会轻抚着自己的白须。居中金刚世界毗卢遮那佛，东方香积世界阿处佛，南方欢喜世界宝生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北方莲花世界成就佛，他们合称5智如来。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方丈，以后有时间再聊这些吧。敢问现在丹阳子到底成什么了？他成佛了。方丈，以后有时间再聊这些吧。敢问现在丹阳子到底成什么了？他成佛了。李火旺瞬间感到后背发凉，他猛地抬头向四周的5座巨大金佛看去。刚刚还庄严肃穆的金佛，此时仿佛瞬间换了一副嘴脸。老方丈依然跟刚刚一样，定力十足地坐在那里，不喜不悲，仿佛刚刚那句话不是出自他口。等等，别自己吓自己，事情未必是我想的那样。他此前到处掳人杀人，闹得鸡犬不宁。我曾派本寺的达摩院武僧前去擒拿他，却屡次被他逃脱。你能想办法除了此人，也算功德一件。敢问大师，这样十恶不赦的坏人是怎么成佛的呢？阿弥陀佛，他现在是什么，不在乎他本身是什么。老衲心中有佛，在我心中他便是佛。李火旺心中烦躁起来，这老和尚不好好说话，在打什么谜语呢？施主，此时的丹阳子顿语大谦，我认为他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为他是什么。你认为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毕竟现在他的因果在于你身，而不是老衲。你是说丹阳子现在变成了一团没有形状，可以随着人意念而变化的东西，类似尤老爷那种？然也。可是为什么他怎么就变成那种鬼东西了？成仙的那些功法都是我瞎编出来的呀。
那么多剧毒的东西，吃下去应该会直接死掉才对啊。老衲不知，老衲不是未来佛，无法做到全知全能。出家人不打妄语，不知就是不知。方丈，可有办法能彻底解决掉丹阳子？让他这么悬着，总不是个事儿。李火旺费尽心思跑这么远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的。别管丹阳子到底变成了什么，李火旺都必须解决掉它。新会沉思了一会儿后，举起右手：“你且过来，我需再看看。”看着那只满是皱纹的白手，李火旺有些迟疑。宣阳施主，若你现在还疑我要害你，那你方才就不该迈进寺门。李火旺思索片刻后，把额头贴在了星慧的掌心。他四周所有的颜色瞬间鲜艳了好几倍，浑身有种轻飘飘的感觉。一切都恢复正常时，李火旺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些空荡荡的感觉。这老方丈肯定会某些佛门神通。此事关系重大，老衲需要跟其他长老商讨对策。你暂且在寺庙住下吧，明日给你答复。我还有朋友在庙外，我不回去他们不放心。去留随你，正德寺明日辰时开门，宣阳施主还请莫要食言。你也知这麻烦不除，无论对你还是对天下苍生，终究是个大隐患。李火旺走到殿外，向里看去时，却发现方丈已经再次转过身去。李火旺仰头看了看头顶正是中午的大太阳，又看了看四周安静祥和的佛门庙宇，怎么看都不像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在李火旺刚转身走出没几步，正在诵经的方丈那光秃秃的后脑勺开始蠕动起来。没过一会儿，五佛帽下光滑的皮肤缓缓裂开一条缝，一颗拳头大小的树眼睁开，死死盯着李火旺。色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因病即受苦恼。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随情所欲，事过当之。李火旺七拐八拐，顺着庙宇间的小道，重新来到人声鼎沸、香客众多的正门时，他有种再次来到人间的感觉。我应该相信他吗？道士，我在这儿呢。李火旺扭头看去，看到老乞丐正在不远处兴奋地向着自己招手。你来这正德寺了？别人敢要你？他们看我可怜，让我待在这庙里干活。这样也好，你在这里好好干吧，至少比在外面挖野菜吃死人贡品强。我还有事先走了。哦，对了，我还没有问你叫什么名字呢。哎呀，你就叫我和尚就行，我喜欢被人叫和尚。以后有空来寺庙坐坐啊。按照你们佛家的说法，随缘吧。李火旺离开了正德寺，来到早已约定好的客栈，其他人顿时一窝蜂地涌上来。李火旺抬手阻止了其他人的问题。我这里有个事情要交给大伙儿，你们分别散去，向当地人打听一下正德寺。李火旺打算先听听本地人对正德寺的看法，再做打算。时间一点点过去，太阳落山后，出去打听的7人陆陆续续回来了，并且开始向李火旺汇报自己的见闻。听他们说，正德寺庙是整个西京城最大的寺庙，香火最鼎盛，那些和尚都很虔诚，严守清规戒律。上次有个和尚偷吃了肉，就被他们直接逐出寺庙了。听说宫里的皇帝也会去那寺庙拜佛，
如果运气好，站到好位置，还能看到皇帝的。哎，李师兄，你要我们打听正德寺做什么呀？李火旺不想把丹阳子的事情告诉他们，生怕他们担惊受怕。思来想去，李火旺发现自己并没有拒绝那些和尚的理由，他又不能独自跟成佛的丹阳子硬碰硬。五佛殿内，李火旺再次见到了星慧方丈。这次他不再是一个人，身后还依次排开坐着4位老和尚。宣阳施主，我们就长话短说吧。我们需要做一场普渡大斋来超度他。行，那方丈，我们开始吧。稍安勿躁。宣阳施主，丹阳子的因果在于你身，这场法事需你静下心来才可开始。静心？阿弥陀佛。施主，你的心很不静，你的心病了。我没病。李火旺自己都被自己的音量吓了一跳，顿时5位老和尚都意味深长地望着李火旺。敢问方丈，我要怎么做才能静心？把这本《五蕴皆空经》带回去，早中晚1天3次诵读即可。李火旺翻开经书，里面全是生涩的佛门经文，他看得云里雾里。只要诵读就行了，没有什么功法，也不用吃什么东西。看到星慧方丈摇头，李火旺拿起经书就要向外走。快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转过身来。星慧方丈，正德寺可有修行功法？自然有的，只要施主愿剃度出家，归入本寺，藏经阁随意翻阅。听到这话，李火旺转身就走，他不可能当和尚的。宣阳施主，这段时间就在本寺庙住下吧。如此这般跑来跑去，你麻烦，我们也麻烦。这一次，李火旺没有拒绝。正德寺内一间独立的厢房被整理了出来，李火旺安静地看着经书。刚开始几天，李火旺还有些紧张，渐渐的他发现整个庙根本没有任何人在意他，哪怕跑到热闹的正殿看和尚解签，也没人搭理。李火旺逐渐放下心来。深夜，在一盏油灯的陪伴下，李火旺双手捧着这本经书诵读着。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说此法时，吾必除等，余诸烦恼，心得解脱，信受奉行。刚开始念的时候，李火旺没有任何感觉，但是随着一天天过去，他发现自己睡眠质量越来越好。平静地诵读完一遍后，李火旺吹灭油灯准备睡觉，心中开始盘算着之后要做的事情。等清理掉丹阳子，就去找黑太岁吧。不过黑太岁看起来挺凶的，如果真的抓住了他，我该如何把他束缚住，每个月割肉吃呢？还有，我必须获得足够自保的实力才行。李火旺想到这儿时，他忽然看到门外有道影子一闪而过。庙里有人在监视我。他猛地拉开门，小院内空无一人。李火旺小心地探出头，发现远处黄色僧袍的一角迅速拖入黑暗的走廊。搞什么名堂？李火旺跟了过去，借着月光，他看到了前面那光头的背影。那人连戒疤都没有，他应该在正德寺的地位不高。就这样，一个人在前面走，一个人在后面远远地跟着。忽然那和尚一闪，钻入旁边虚掩的门缝中去。李火旺想了想，
走到庙宇的另外一侧，用手沾了点口水，捅破了纸窗。相比方丈待的五佛殿，此殿很狭小，里面供着一个个头不大的菩萨像，连供台上的蜡烛也只点了2根，让整个大殿十分的昏暗。有人正在佛前跪拜，但并不是刚刚进去的和尚，而是一个女人。大慈大悲的菩萨，求求你了，赐给我一个儿子吧！我要是再生不出儿子，我男人会把我卖了的。一位赤裸着上半身的和尚从菩萨的背影中悄悄走上来，他拿着一条红布绑住了那女人的眼睛。女人身体猛地一颤，呼吸逐渐沉重起来。紧接着又走出了7、8位光头，双手合十，向着女人缓缓围了过来。这就是求子的真相。这件事颠覆了李火旺之前对正德寺的一切认知。忽然李火旺猛地一转身，只见在院内明亮的月光之下，坚盾如同雕塑一样立在那里。被发现了。坚盾挥了挥手，转身远去。李火旺跟了上去。坚盾把李火旺带回了他的住处，紧接着点燃了油灯，在凳子上坐了下来。施主认为正德寺的和尚6根不净吗？但是那些香客也不是傻子，他们为何大晚上的来拜佛？有人要儿子，我们就给他们儿子。出家人慈悲为怀，这是在做善事。那你们的好事还做得挺多的呀。正德寺从来没有弟子说菩萨求子灵验，都是香客们自发宣传的。正德寺从来没有弟子说菩萨求子灵验，都是香客们自发宣传的。大师傅，您不用给我一个住客解释这么多吧？我也管不了你们，请出去吧，我要就寝了。坚盾对着李火旺鞠了一躬，和李火旺擦肩而过。别瞧不起佛门，我出家前就是道士，玄门其实一个样，只是你不知道。房间只剩下李火旺一个人，他再也感觉不到正德寺的任何威严和庄重感。难道就没有干净的地方吗？从那以后，李火旺晚上便尽可能的不外出了，免得招人记恨。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李火旺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好，基本上不做噩梦了。就在他准备去问方丈的时候，方丈却提前派人来了。玄阳施主，普渡大斋马上就要开始了，此次法会筹备一次耗费巨大，还请近日不要走动。行，我已经知道了。小沙弥走后，一个熟悉的人影闪了进来。嘿嘿嘿，小道士，原来你就住在这儿啊！你怎么不和我说一下呢？之前的老乞丐身上穿着崭新的黄色僧袍，全身也没有任何污渍，显得精神了不少。在这陌生的地方遇到这么一个熟人，李火旺感觉有些亲近。和尚，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啊，还行啊。我现在每天吃得饱，穿得暖的，只是在寺庙里没法做善事了，感觉有点不自在。一提到善事儿，李火旺就想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别在意那么多，好好待着吧。这寺庙虽然怪了点，可是至少不会饿。来，小道士，我带你去我干活的地方看看啊，那地方可大了。太阳这么大，等下次吧。哎呀，你过来看看，绝对不后悔，可多有意思的东西啦。李火旺在老和尚生拉硬拽下走出了房门，七拐八拐之下，二人来到了正德寺的一个宽敞的露天大院中。
院内尘土飞扬，一些虎口绑着纱布的僧人举起石锥跟锤子，正在雕塑着佛像。佛像列成2排，一左一右，向着大院远处延伸。僧人们挥洒着汗水，全神贯注地雕刻着自己的艺术品。李火旺用手捂住鼻子，避免吸进去灰尘。你就是在这儿干活的吗？环境可不怎么样啊。是啊，我负责搬走没用的碎石头，也是出了一份力。2人走到了2排未完成的佛像之间的路，观察着这些形态各异的作品。那些僧人也不阻止。这些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卖给香客的，看来这群僧人搞创收的能力很强啊。这些还不止呢，前边还有呢。来。老和尚兴奋的就要向着前方门房走去，李火旺抬脚跟上，忽然之间他精神一阵恍惚，身体摇晃起来。见情况不对，老和尚连忙跑回来搀扶。邵道士，你怎么了？李火旺重新站定，用力晃了晃脑袋，异样的感觉逐渐消失了。你没事吧？感染风寒了？要不先回去歇着吧？没事，我好得很，继续走吧。行，反正真感染了风寒，也要多晒晒日头啊。那咱们接着往前看。难道是中暑了？这才刚过年多久啊，我也没有感觉到热呀。确认身体没什么异样后，李火旺抬脚就要跟着老和尚往前走。忽然他发现四周的声音不再是凿子凿击石头的当当声，却变成了皮肉撞击在一起的拍打声。李火旺疑惑转头，刚刚的石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团由和尚构成的白花花的肉堆。他们虔诚地闭着眼睛，拥挤地堆在一起，身体如同白蛆般不断蠕动。这是……李火旺眯着眼睛，再次看向头顶那刺眼的太阳，确认自己并没有眼花。他又看向那些之前的雕像，不出意外，他们都变了。冬日明亮的阳光下，多出了几十座肉山。道士，快点走啊！老和尚像一个急着向同伴显摆东西的孩子一样热情。李火旺深吸口气，抬脚继续往前走着。走过了巨大的门方，又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出现在他们面前。这里依然肉山重重，只是这肉山之中不再只是人了，而是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猪。他们痛苦地嘶吼着。然而这座由一脸虔诚的和尚形成的肉山，如同淤泥般把他们陷了进去。你看，这雕的麒麟跟石狮子多像真的呀！我要是有这手艺多好啊！李火旺机械地跟着老和尚往前走着，继续观看着正德寺僧人的作品。他看到了狗，看到了马，看到了牛，看到了驴。仔细辨别后，他还发现了更多的异常。这些和尚都是阴阳人。李火旺的脑袋嗡嗡作响。忽然老和尚拽着他快走几步进了一间空旷的大殿，可是那种肉皮撞击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响了。李火旺脖子僵硬地看向殿内。你快看，多么大的一尊佛祖啊！哎呀！你快看，多么大的一尊佛祖啊！哎呀！佛祖，佛祖！不管老和尚眼中的佛祖长什么样，在李火旺的眼前的佛祖就是一滩巨大扭曲畸形的粉色肉山。他那好似癞蛤蟆背部的皮肤布满粘稠血浆，
各种怪异畸形的繁殖器官包裹着血浆，从那作呕的皮肤里伸进伸出。这些和尚忘我地吸食着这东西体内喷出的粉色雾气，表情亢奋地用自己的血肉填补佛祖身上的一切空隙。女人、同类、畜生，到眼前的这东西，正德寺的和尚们一步一步挑战自己的肉体极限。怎么样？这座石头佛祖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塑像了。李火旺身体都僵住了。他过去一直以为丹阳子那种邪派恶人是被主流所排斥的。既然正德寺的和尚跟丹阳子有仇，那么这些和尚最起码也是讲规矩的。然而这个假设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正派邪派，说不定整个世界的其他修为方式全都这么怪诞。丹阳子跟这和尚可能单纯是两帮势力在争地盘，可以肯定的是，之前老方丈的话全是假的，李火旺被他们骗了。那老方丈肯定在撒谎，不行，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鬼地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老方丈的障眼法对李火旺起不到效果，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李火旺还没有被他们发现，想要脱困必须好好利用这一点。李火旺收敛表情，转过身去。还行吧，我还有事情，先回去了。他大步走出大殿，回到外面那令人作呕的雕刻场。四周的肉山依然此起彼伏地蠕动着，但是他全当看不见，继续往前走。道士，你别走啊！你好不容易来一趟，你着什么急呀你？哎呀，你不如我们等一会儿一起去吃个饭，怎么样啊？哎呀，这里油炸出来的豆腐比肉还好吃呢。李火旺脸上装出少许的不耐烦，脚下开始加快脚步。老和尚在旁边继续喋喋不休。眼看李火旺就要走出肉山的时候，一道高大的身影挡住了他的去路。比李火旺整整高了一个头的壮和尚盯着李火旺，一言不发。这位大师傅，可有事情吗？壮和尚身体逐渐前倾，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李火旺。只见一根柔软灵活带着吸盘的黑色触手从壮和尚头顶部戒疤里钻了出来，而且越伸越长。怪异的触手如同一条在空中游动的海蛇，围绕着李火旺的脑袋缓慢扭动，仿佛在感知什么。阿弥陀佛，施主，你的心不静了。这话一出，四周扭动的肉山忽然停了，那些和尚齐刷刷地盯在李火旺的身上。他知道我看破障眼法了，拼了！李火旺心一横，单手向后拔剑，奋力向着面前的壮和尚斩去。壮和尚的触手连同他的衣服瞬间被展开，不断往外喷洒着黄绿相间的浓液。一颗丹药飞进李火旺的嘴里，他双脚在地面上用力一蹬，向着距离最近的土墙就冲了过去。所有肉山上的和尚纷纷跳了下来，怒吼着向李火旺追去。忽然地面猛地一颤，让所有人都差点没站稳。那座巨大的佛祖撞破大殿木门，正在向着李火旺滚来。离开这个寺庙，他们不可能让全西京城的百姓都看到佛祖的真面目。吃了丹药的李火旺耐力惊人，虽然险象环生，但是还好李火旺没有被抓住。再转一个弯就要来到正德寺门口时，一个熟悉的面孔挡住了他的去路。那是正德寺方丈新会。李火旺的手向怀里一伸，向着那道灵摸去，可下一秒他的手僵在原地，能召唤尤老爷的道灵不见了。阿弥陀佛，宣阳施主，你是在找这件东西吗？新会拖着李火旺的道灵，表情依然那么不缓不急。
没等李火旺回答，新慧缓缓地走到李火旺身边，把那道铃重新塞回到李火旺的手中。施主，此物不详，还需小心使用。紧接着，新慧转过身来，对着已经追到跟前的一众和尚训斥道：“你等可是出家之人，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方丈，是这位玄门弟子忽然出手袭击了剑威师兄。玄阳施主，可有此事？你为何忽然向本院弟子动手？可是他照顾不周？李火旺一时间有些理解不了，这群人这是在演什么呢？新慧方丈，你们跟丹阳子有仇，我要弄死了丹阳子，怎么说也不用对我斩尽杀绝吧？你放心，在寺庙里看到的一切，我会牢牢闭嘴，不告诉任何一个人。再者说，凭我一人之口，根本无法撼动你们正德寺的口碑。施主看到了什么了？老衲怎么听不明白？啊？难道方丈跟那些东西不是一伙的？李火旺缓缓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都说了出来。荒唐！一派胡言！新慧鼻下两根白须如同龙须般微微抖动，强大的气场瞬间压得身后一众和尚都低下头去。荒唐！一派胡言！新慧似乎马上察觉到自己的失言，连忙双手合十，双眼微闭，向着西方参拜。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弟子犯嗔戒了，事后必抄经书100遍，以示惩戒。新慧重新抬起头来，看向李火旺。老衲知道这是为何。宣阳施主，你且跟我来。看着那一群虎视眈眈的和尚，李火旺此时不跟也不行了。他把手中长剑向背后剑鞘一插，转身就跟了上去。新慧并没有去别的地方，而是带着众人重新来到了之前的雕刻佛像的场地。宣阳施主，你刚刚可是在此处看到的那些污垢之事？李火旺看着眼前的一切，顿时呆住了。之前变成肉山的一尊尊未完成的石像，仿佛在跟他开玩笑一般，重新出现在他面前。这怎么？施主，你且继续随我来。在新慧的陪同下，李火旺缓缓来到了之前看到牲口的地方。同样，现在有的只是一座座还未完工的石麒麟、石狮子。就在这时，新慧忽然拔出李火旺身后长剑，用力一斩，一个巴掌大小的狮子脑袋被斩了下来。新慧抓起这石狮脑袋，放在李火旺的手中。李火旺用手指在石狮子的脑袋上轻轻抚摸，这石头的质感，还有这沉甸甸的重量，这分明就是真的。陷入迷惑的李火旺还不死心，他双手在那些雕塑上一一摸过，发现它们的的确确都是真的。最终，李火旺站在那座大殿门口，向着里面看去。一尊双腿盘坐在莲花座上，左手手捧钵盂，右手垂直指地的巨大威严石佛，赫然呈现在李火旺的面前。我刚刚明明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怎么回事？阿弥陀佛，施主，你病得不轻啊！我发病了？刚刚的那些都是我的幻觉？施主，你自己得了什么病，想必比我们这些外人清楚吧？难道我吃下的那么多黑太岁，只能支撑这么一段时间了吗？
又开始出现幻觉了吗？搞了半天，原来他是个癫子啊！赶紧请他走吧，万一哪天发癫，看到人就不好了。嘘声！新会走进殿内，点燃4根香，递给李火旺。麻烦到我等佛门弟子倒也没什么，可惊扰到佛祖就不好了。好好给佛祖上个香吧。李火旺的目光在大佛、新会还有那4根香中不断交换。施主，你还在等什么？此事可是你有错在先。李火旺的脑海中再次回想起那滩浑身挂满和尚的怪物。如果那东西是真的，李火旺过去给他上香，岂不是送到他嘴边让他吃？施主，你在犹豫什么？李火旺又仰头看了看头顶耀眼的日头，他把狮头一扔，抬脚迈过门框，双手接过香，缓慢向着那尊石像走去。李火旺肉体跟精神高度紧绷，额头上挂满了冷汗。走得再慢，他最终还是走到了大佛之下。佛还是那佛，并没有变成那滩令人作呕的怪物。李火旺双手握香，站在香炉前，从这个角度往上看，恰好可以看到巨佛正在用那不喜不悲的眼睛注视着他。李火旺把香高举过头顶，4根香轻轻一抖，白色的烟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向着殿顶飘去。他举着香拜了3拜后，郑重地把香插进香炉里，然后重新回到殿外。矛盾解开后，那群和尚重新回到了他们的位子上，拿起工具继续雕刻起来。新会和李火旺沿着石像中间的那条石砖路，缓缓向着外面走去。宣扬施主，既然你的病这么严重，接下来就别乱跑了，安心等普渡大斋会吧。跟你的病相比，丹阳子无疑更危险一些。李火旺双手高举，用力伸了个懒腰。哎呀，方丈，我这种癔症，正德寺内可有办法解决？老衲可以让弟子试试，却不能保证成功。毕竟本院内并无黄芪之术传承。没事，反正封这么久，我也习惯了。哎，对了，方丈，你刚刚是怎么做的呀？怎么我怀里的东西忽然就到你手里了？哈哈哈哈，一点小把戏罢了，不足挂齿。方丈，这时候就别谦虚了，你这是小把戏，那我就是连一只虫子都不如了。宣扬施主，事情不是这么算的。丹阳子就算实力不如我，在外面也算得上是中游，可最后还不是被你除掉了吗？丹阳子那样的都是中游，那上游得多厉害啊！方丈，你们这样的高人，可有高低之分？有是有，什么天地玄黄的，可那都是无聊之人胡乱编排出来的。出家人不求虚名。这条不长的路，两人走了很久，也说了很多。李火旺也从新会口中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离开了雕刻地后，李火旺对着新会行礼：“多谢方丈解惑。”“哪里哪里，举手之劳罢了。宣扬施主身体抱恙，就先回去歇着吧。”李火旺左右看了看，并没有发现那老和尚的踪影后，就转身向着自己的住处走去。
走了有小半个时辰，李火旺终于来到自己的住处。就在关上门的瞬间，李火旺的表情狰狞起来。不知道那些和尚用什么办法迷惑住了李火旺的感官。作为长时间在幻觉跟现实游荡的病人，李火旺对这些再敏感不过了。刚刚那座大佛的感觉明显不对劲儿，那种感觉和幻觉中的医院一样，有种说不上来的味道。那些石雕和大佛都是假的，都是障眼法变出来的。我之前看到的根本就不是幻觉。木门缓缓地打开一条缝，李火旺透过那条缝向外面警惕地张望着。午后柔和的阳光穿过摇晃的树叶，在地上洒下点点树影。然而这样祥和的场景，在已经彻底醒悟过来的李火旺看来，完全是另外一幅场景。哼，都是装出来的，他们就是想稳住我，就是想让我自愿参加他们口中的什么普渡大斋。等等，我这么一个普通人，他们那么强，想做什么直接跟我来硬的不就好了？李火旺没有多想，他现在只想尽可能地离开这鬼地方。就在李火旺还在猜测远处那个扫地僧是不是过来监视自己的时候，对方拿起扫把转身离开了。正德寺的和尚没有察觉到我的异常，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利用的优势了。外面已经没有任何人了，但是李火旺并没有走，而是安静地等待着什么。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他的手心开始逐渐冒汗。沉闷的钟声响遍整个正德寺，李火旺浑身一震。他知道这钟声代表酉时到了，这同样也是整个正德寺的和尚开饭的预报。表情平静的李火旺走出自己的住处，跟上路上遇到的和尚一同向着膳房走去。过去一些日子里，他都会跟今天一样去吃饭。相比李火旺的住处，膳堂明显离香客云集的正殿更近。一路上，李火旺注意到有不少和尚偷偷注视着自己，似乎还在议论着下午发生的事情。他们的眼中带着戏谑、敌意，也带着好奇。但是李火旺明白，这些和尚都是在装模作样。整个正德寺没一个好人，他们都是在装模作样。李火旺并没有直接逃跑，而是随着人流走进膳房，拿着木碗盛好饭，他平静地坐在凳子上，就着眼前的斋菜吃了起来。今天的菜是芋头汤、魔芋炒油豆腐、油淋小青菜、土豆炖倭瓜。经历了那件事情之后，现在李火旺已经没有任何胃口。为了骗过他们，李火旺不敢有任何异常举动，继续大口大口地吃着饭。一只手拍在李火旺肩膀上，让李火旺身体猛地一颤。小道士，之前你慌慌张张的跑什么呀？李火旺扭头，不出意外地看到了那张缺了一颗门牙的笑脸。老和尚端着饭，强行挤到李火旺的身边。我们一起吃啊！啊！李火旺用余光瞥了一眼四周，没有异常，他继续埋头吃了起来。随你。道士，你之前的伙伴呢？让他们过来一起吃啊！这里吃饭不要钱的。急于脱身的李火旺懒得搭理老和尚，跟往常一样的速度吃完晚饭后，他向着膳房外走去。咱们再聊会儿啊！这里的和尚都闷得要死。你别跟着了，回去睡吧。哎，你这才什么时辰呢？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老和尚的话刚说到半截，就看到李火旺脸色变得非常难看。快走！越快越好，这个寺庙很危险。
下一秒，李火旺双脚在地面用力一蹬，用尽全身的力气向着正殿奔去。四周的和尚马上看了过来，李火旺的精神高度紧绷，时刻注视着星会那老东西可能出现的地方。10丈、5丈、1丈，李火旺从侧门猛地冲了出来，四周轰然炸响，说话声、敲木鱼声瞬间挤入他的耳朵。香火鼎盛的正殿，前来祭拜的平民百姓把李火旺撞得不断摇晃。李火旺一时间愣住了，四周那一张张神情自然的面孔似乎在无声地告诉他什么。李火旺猛地扭头向之前侧门看去，那里空空如也，什么追兵都没有。远处的迎客僧、解签僧也没有向这边看过来半分，一切正常的都有点不正常。难道那些恶心的东西都是我幻想出来的？李火旺用力晃了晃脑袋，抬脚大步向着寺外冲去。这种事情赌不得，哪怕就是有一丝可能都不行。出寺的过程就像进来的时候一样轻松。李火旺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客栈，药引们纷纷涌了上来。师兄，你怎么回来了？寺庙的事情办完了吗？没时间叙旧了，赶紧收拾行李，我们离开这地方。好，那我去通知旅班主。不等他们了，我们现在就走，快快快！师兄，我们去哪儿啊？出关。黑驴蹄子在硬路上不断敲打着，神情有些慌张的其他人跟着驴板车一路小跑着。他们一边跑一边还不时向后张望，似乎在害怕什么东西追上来。李师兄，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出关啊？正德寺能开在闹市那么久，你说为什么我们要出关？正德寺能跟皇宫坐落在同一个城里，还能相安无事这么久，就说明西京城的掌权者不是和他们同流合污，就是被渗透了。这里的官府不可信任。李火旺点了点头。普通人被骗还说得过去，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所有掌权层全部被骗了，绝不可能。他们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反正遗言也全部送给了赵武，我们本来下一步也是要出关的。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地图，终于在西京城找到了，哪怕这地图十分粗糙。李火旺的指尖在地图上画出一条路线，这条路横跨四齐、后蜀、青丘3个国家，最终目的地是白灵淼的老家梁国。去我们那儿吧，我们那儿的和尚都很和善的。李火旺现在无法判断白灵淼口中的和尚究竟是真和善，还是说同样会使用障眼法。这么一群普通凡人，面对这些高深莫测的高僧们，实在太被动了。他们一直走到天快要黑了，走到彻底走不动了，才停下来休息。李火旺心中有些焦急，速度实在太慢了。他不缺银子，把那块玉佩当了，也能让大家一人骑一匹马。可问题是，他们这些人压根儿就不会骑马。不能走大路了，不然太容易被追。等下吃完饭就钻林子。李师兄，你的面，接下来要赶路，所以我放了很多猪油，顶饿。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被端到李火旺面前，点点肉末在里面上下沉浮。既然正德寺的和尚也不是好人，那李师兄你的事情怎么办？非要找和尚吗？尼姑怎么样？没事，小麻烦。跟那些和尚相比，这些事情也算不上什么。既然那群和尚在说谎，那么或许他们根本就不能解决丹阳子，又或者丹阳子根本就不是他们说的那样。丹阳子的事情完全可以放到后面再解决。是不是面不够啊？我再给你盛点，锅里还有。李火旺摇了摇头，把碗递给了白灵淼。他站起来走到傻子身边，
踮脚用手在他大光头上一拍：“走，别迟了，一起跟我去林子里放水。”哦。李火旺先扭头，再瞥了一眼身后的篝火堆，然后低声对傻子吩咐着什么。夜幕降临，正德寺内也闭寺了，所有和尚陆陆续续地开始上晚课，整个寺庙内到处都是诵经声。坚顿右手在前转着佛珠，左手在后握拳，不紧不慢地走着。很快他来到了五佛殿内。方丈，刚刚我去查看，发现宣阳施主走了。双腿盘坐在蒲团上的新会方丈举起水中的佛珠，悬到空中查看着。半晌过后，他把水中佛珠放在地上，又从一旁的摇篮里抱起一位婴儿。哎呀，可怜呐！要不是我们发现的早，你就要被你爹给溺死了。方丈，宣阳施主走了。老衲还没耳背呢，不用那么大声，当心吵到孩子。瞧。新会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放在地上，然后把刚做好的佛珠缠在孩子的身上。他低声念了起来。奇怪的是，念的并不是佛经。月藏玉兔，日藏乌，自有龟蛇相盘结。随着念咒声响起，婴儿身上的佛珠如同活过来一般开始收紧。相盘结，性命坚，却能活理重金莲。新会双手掐作莲花印，猛地向血肉模糊的孩子用力一指，哭声渐渐变成了笑声，笑声越来越大，大到连殿内那5座巨佛都嘴角上扬。传错五行颠倒用，供完随作佛和仙。眼尖的坚顿连忙快走几步，托起一旁早已准备好的花瓶送到新会身边。新会一阵捣鼓，和当初丹阳子屋内一模一样的花瓶姑娘便做成了。做完这一切后，盘坐的新会重新拿起一根线，开始穿起佛珠来。既然走了，那你就去追回来吧。是。当心点儿。那小子虽然对一切都一无所知，可他潜力不容小视。丹阳子这贼人运气不错，不知道从哪儿找到这样一个罕见的星宿。夜，一处浓密的灌木丛中，李火旺身上裹着被子，无声地守着。3月份没有篝火的夜晚很是寒冷，但是他不敢点火，生怕黑夜中的火光引起和尚的追杀。李火旺伸手把道铃从怀里拿了出来。丹阳子给的丹药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这是他现在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李火旺感到强烈的不甘心，那群和尚想要对付自己，结果自己却只能逃跑，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想要在这里立足，必须要足够强大。连丹阳子那样的人都可以变得如此强大，我凭什么不行？我要自保，我也要保护我想保护的人。想到这儿，李火旺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后脖子，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南无喝啦达那多拉呀耶南无。树林的寂静被一道空灵的诵经声打破了，条件反射般，李火旺向着四周迅速观察，可是四周一片漆黑，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之前他做的那些简单的小陷阱也没有任何反应。
南无赫拉达那多拉呀耶！快，都起来，快走，分散跑，别管驴车。傻子，做我之前教你的。白灵淼刚要跟上李火旺，就被傻子一把扛在肩膀上，大步向着东面冲去。李火旺重新跳回到路上，咬着牙迅速向着前方冲。不管怎么说，那些和尚的目标只是他，如果真的逃不掉，没必要让别人一同送死。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诵经声始终紧追不舍，李火旺的鼻子开始闻到了寺庙里的香火气。忽然李火旺停住，眼前一片漆黑的道路上，很多苍蝇大小的红点在轻微地抖动着。普陀耶普陀耶弥地利耶那拉金智。终于，黑暗中的东西慢慢出现，那是巨头高身、双腿却极细的大肚佛陀。之前李火旺在黑暗中看到的红点，其实是插在佛肉里的一束束香。佛陀被白烟环绕，本应该是仙气十足，然而当环境换到昏暗的野外林间小路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了。这样的佛一共有7位，他们并排站列，摇晃着身子向着李火旺走来。他们踩着简单的步子，一下左一下右摇摆着。他们跟人似笑非笑，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完全暴露在月光下时，李火旺看到头位佛陀长着尖钝的脸。阿弥陀佛，施主，你心不静啊！哼，你们终于不装了是吗？你们这些祭拜怪物的垃圾！施主，贫僧不知你在说些什么，快随我回寺里去吧。丹阳子的因果在你身上，如果带着他离开，你会有大麻烦的。天下苍生也会有大麻烦。尖钝双手重重合十，血肉撕裂声响起，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掌摇摆着从他身后长了出来，如同孔雀开屏一般。刚刚的7位佛陀已经变成了7位恐怖骇人的血肉千手佛。李火旺用力摇晃道铃，四周的环境开始畸变，四周树枝的线条迅速扭曲，形成了尤老爷。可是混乱的一切并没有影响到那些佛陀，他们如同礁石般站在那里。尤老爷带着残影贴着地面向着佛陀飞去，巨大的佛掌用力一拍，然而没有实体的尤老爷完全无视这种攻击，他从掌背钻出，向着佛陀那张大脸扑去。尤老爷钻入了一位佛陀的脑袋，佛陀巨大的手掌如同驱赶苍蝇般不断地挥打，然而这不起作用。没过一会儿，那佛陀重重倒地，脸上的五官开始融化，原本不受影响的身体也跟着四周的幻觉扭曲起来。剩下的6个佛陀迅速背对背围成一个圈，双手合十。如来阿多罗三摩三菩提。念经声刚响起，李火旺感觉不对劲儿，组成尤老爷身体的线条开始不由自主地扭动。弟弟，不可高允去！尤老爷艰难地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向着其中一座佛陀冲去。片刻，又一座佛陀倒在地上。然而这已经是尤老爷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在洪亮的诵经声中，尤老爷从空中落在了地上。李火旺停止了摇铃，可是四周恢复正常后，地上的尤老爷并没有消散，他身上的所有线条变成了血肉的颜色。一直是无形的他，居然被那些佛陀的诵经声给予了肉体凡胎。实体的尤老爷看起来就如同是一大团打了死结的蚯蚓，在地上缓慢地蠕动着。
掌心有着万字符的巨掌重重拍下，尤老爷的肉体瞬间变成一团烂泥。沾连着尤老爷血肉的巨掌又合十，剩下的5位千手佛也摇晃地走了过来，在李火旺面前一字排开。阿弥陀佛，施主，请随我等回去吧。本集播讲完毕，期待您的订阅好评哟。